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临安伯府季寒月温良敦厚，品貌出众。今太子适婚娶之时，值季寒月待字闺中，与太子堪称天造地设。特将汝许配太子为正妃，则良辰完婚。谢主隆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岁！月儿，升职稷下，以后进宫内，可就要靠你自己了。太子，万事一定要小心。爹爹，我明白的，您别想太多了。太子对我很好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。月儿，我定护你一世周全。我终于可以嫁给太子哥哥了。奉太子令，捉拿刺客。有刺客！快叫太医啊！太子被太子妃刺了一刀，有刺客！奉太子令，捉拿刺客，生死不论。季寒月，还不束手就擒！我没有行刺太子殿下。妹妹，你行刺太子，我可以作证。如果不是我，太子殿下现在连命都没了。季悠然，是你在害我。对，是我。哎，妹妹，其实真不怪我，是太子让我这么做的。你挡了太子的路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父亲也没了，太子要你何用？我爹爹呢？你父亲勾结叛逆被乱箭射死，你行刺太子逃跑的时候不小心坠入凌渊阁，你妹妹也在叛逃的路上被杀死了。你们这一方全是谋逆，所以全死了。为什么？以此诅咒。太子从来不喜欢你，他看重的是你父亲手中的兵权。你父亲不识抬举，不愿意把兵权当成嫁妆给太子，他又何须留着一个没助力的岳家？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从你妹妹的手腕上砍下来的。我让人把你妹妹的尸体扔在乱葬岗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被野狗吞食撕碎了。燕月，季寒月，我早就是太子的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父亲被乱箭射死的命令是太子亲自下的。我拿了太子模仿你的字写的信，把你父亲骗到太子书房的。你父亲也算是强悍的，射成了一只刺猬，居然还没死透，最后砍了首级才死的。以后这爵位就是我父亲的了，我才是伯府嫡长女。即便是死，我也要拉着他们一起下地狱，把这个贱人拉起来，千刀万剐，激励我血誓，以此诅咒。爷，京城有变。准备行程，是时候回京了。火光冲天而起，烧得人几乎窒息。抬眸处满眼都是火光，冲天而起，有一根木梁就在眼前倒落了下来。他缓缓地睁开眼睛，眼前一片恍惚，红色的大火仿佛记忆深处染血的洞房，一时间不知身在何处。小姐，快走！一片火光笼罩着这个荒僻的园子，大片的记忆疯狂地冲击他的脑海，他脚下一软，重重地摔倒在地，捂着胸口剧烈地咳嗽起来。小姐，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是他的丫鬟雨春。小姐，小姐您怎么了？你别下怒逼啊！这是哪里？为什么我还活着？
小姐，这是府里啊，我们才回府里没几天，这是您的院子，为什么会起火？哎呦，为什么会火起呀？四小姐，我还想问问你呢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儿？怎么好生生的就着了火了？白天二夫人还说小心火烛，这才刚入夜，四小姐就闹出了这档子事儿来，是不是故意违逆二夫人的话呀？王嬷嬷，我们小姐差点烧死。雨春气得怒着呛声：这还没到深夜呢，哼，一个从庄子里来的瞎子，还真把自己当成主子了，真是可惜呀，怎么就没把人给烧死呢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们小姐身体不好，向来睡得早，王人这个时候已经睡了。我能有什么意思呢？我就是觉得呀，哎呀，这会儿着火了，大家都没睡呢，烧得死谁呀？王嬷嬷，你怎么敢这么说四小姐？哼，你一个小小的丫头，如果觉得不平，可以去找府里的主子申诉啊。我是曲墨影，眼下我是曲墨影。曲墨影用力地按着自己的头，紧紧地闭着眼睛，耳边的一切忽远忽近，却让他慢慢地理清了思绪。我成了表妹曲墨影了，所以我又活过来了。王嬷嬷，你别欺人太甚，我们四小姐再不得宠，那也是这府里的主子。主子？哼，瞎了眼睛的主子？这府里谁把她当成主子了啊？王嬷嬷哈哈大笑起，她的一个耳光打在王嬷嬷肥胖的脸上，打断了她的喋喋不休。哎呦，啊，贱丫头，你敢打我？我还没吃过这么大一个亏呢，居然让一个小丫头给打了。今天如果不打断这个小丫头的腿，我就给二夫人丢脸了。雨春，给我狠狠地打！冷冷的声音传自雨春的身后。王嬷嬷抬眸看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站起来的曲墨影，愣住了。哎，四小姐这个几乎从不开口的瞎子，怎么敢这么跟我说话？刚才那个巴掌是四小姐打的？给我打死他们！我看哪个狗奴才敢碰我！你是谁？哎呀，眼前这气势惊人的，真的是往日那不爱跟人说话，一直低着头的四小姐吗？你方才不是骂我瞎子？怎么了？不认识？哎呀，四小姐呀，我特意的过来替你救火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啊！哎呀，真是好心没好报呀！好心没好报。曲墨影心头冷笑。曲墨影缓步上前，站定在王嬷嬷的面前，冷冷的目光透过宽大的眼纱落在王嬷嬷的身上。她的眼睛前一阵子得到很好的医治，其实已经好得差不多了。哎，四小姐，你干什么呢？跪下！曲墨影厉声道。啊，什么？曲墨影的脚一伸，照着王嬷嬷两条粗壮的腿利落的一踹。谁也没有想到曲墨影会直接踹人。怎么不想跪？曲墨影一步步上前，每一步都似乎踩在王嬷嬷的心头。王嬷嬷心头一颤，忽然清醒过来，尖声大叫：哎呦，四小姐呀，我是二夫人派来替你救火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呢？四小姐这是要让我当冤死鬼呀！说什么鬼呀混的，不吉利。这是怎么了？好生生的闹成这个样子。一个轻柔温和的声音从众人的身后传来，眼纱内的水眸抬起，曲墨影的眼睛落到了众星捧月一般走进来的于氏身上，唇角无声地勾了勾。
果然，打了王婆子，他身后的主子就坐不住了。来的可不就是正好吗？算准打了小的，背后的主子就坐不住了。我得让自己在最短的时间内，在曲府真正的站起来，然后才能腾出手查继父的事情。这里闹腾的厉害，却不知方才这一幕已经落到了有心人的眼中。背着手站着一个男子，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男子萧薄的唇角无声地勾了勾。许知镇前妻所生的瞎了眼睛的女儿，胆小孤僻阴沉。这是方才侍卫向他提及的传言，传言果然不可信。爷，我们现在去太子府吗？不急，再看看。进来的是于氏，见到他进来，王嬷嬷的底气越发的足了。哎呀，二夫人呐，奴婢听了您的吩咐，过来看看什么地方着火了，顺便帮着灭火。没想到这四小姐看到奴婢，不但打了奴婢2个巴掌，还踢了奴婢一脚啊！四小姐，怎么跟个奴婢置这么大气呀？有什么委屈的地方跟我说就是了，别折腾成这个样子，让人看了不好看呢。夫人，这是打算放过这个恶奴了？夫人不相信我说的话，却相信这个恶奴的话吗？既然这奴才惹得四小姐生气，就拉下去杖责5下，让她以后长长记性。哎呀，四小姐呀，奴婢并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四小姐，让四小姐这么生气。四小姐，还请给奴婢一个明示啊！哎呀，夫人不觉得5杖太少吗？四小姐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样的恶奴，夫人莫不是还要留着？难不成方才恶奴所说的话是夫人的意思？今天的火也是故意放的，要的就是他的性命。是这个瞎子没错呀，今天这个瞎子怎么敢这么顶撞我？莫不是前阵子这丫头故意表现出暗沉不爱说话的样子，让我放松警惕的？这婆子说了什么让四小姐不喜欢的话了？四小姐别怪我，我这也是怕四小姐对下人过于苛责，会闹得很难看的。还望四小姐说个明白，也让奴婢当个明白鬼呀！二夫人进门，二话不说维护一个婆子，就不觉得难看？如果二夫人一力的维护这个婆子，那还是去找祖母去说吧。一个婆子开口闭口就是瞎子，二夫人，我不知道这是哪门的规矩，难不成这样的恶奴我还教训不得了？四小姐冤枉奴婢了，奴婢没有啊！方才后门处早就有人过来救火，比你们还早，正巧一并叫过来做个证，看看你有没有说这样的话。啊，后门处早就来人了，莫不是太夫人的人？啊，哎呀，四小姐呀，奴婢方才说的瞎子，并不是说您啊，是说奴婢村上的一个人。四小姐是听差了。二夫人要如何惩戒？是要查一下谁让他当着我的面这么说的？当日祖母特意的留下二夫，这贱丫头想干什么？让二夫人敲打府里的下人的事情，二夫人莫不是没放在心上？二夫人素日便管着府里上下事务，不知道这样的恶奴故意在变换的主子面前说这种扎心眼的话，该当何罪？杖20。二夫人还要留着这样的奴才，让他下次再犯这种口舌之戒吗？再掌过20。我原本以为只要掌过20就行，想不到夫人掌家实在是厉害，居然还要杖20。既然是夫人的意思，还不把人拉下去执行夫人的惩罚？感情打了我的人还要我出手严惩，他倒还是一个好人了。四小姐，这火是怎么回事啊？莫不是四小姐不喜欢这边的院子？
景夫人把三姐身边的丫鬟清河带过来，是她放的火。清河是燕儿身边的丫鬟，她一直在燕儿身边伺候，这事儿怎么会扯到她身上？这贱丫头想干什么？夫人把人叫过来就是了。四小姐，你没来府里之时，好孩子，放心，一切府里可是一直都很安宁的。你这才回府里没几天，就闹成这个样子，眼下又扯到燕儿身边的丫鬟身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女儿身边的人，这个瞎子怎么敢胡乱攀扯？什么事儿跟燕丫头身边的丫头有关就不能说了？太夫人居然这么快就来了。母亲，祖母，影丫头有没有事儿？来了这么久了，没看到影丫头烧到了，还在这里说什么废话？是母亲，媳妇才给四小姐处置了一个犯了口舌的恶奴，四小姐现在又有事。这么点小事儿就清理到现在，连个人都照顾不了，是心有余力不足了？是媳妇的不是，方才只顾着惩治恶奴了，母亲教训的是。影丫头，这事儿怎么跟燕丫头身边的清河有关了？你别怕，祖母在这儿，不管是谁也不能欺负了你去的。多谢祖母。这孩子，跟祖母不用这么客气的，以后也不必再去庄子里，就好好的在这里，哪里也不去。是，祖母，我这次哪里也不去，就一直陪着祖母。好孩子，放心，一切都有祖母。这孩子能感应到我的好了，居然愿意对我多说话了。祖母，乖，别怕，祖母给你做主，去把燕丫头身边的清河找来。一个丫鬟应声离开。母亲，燕丫头身边的人怎么会跟这事儿有关系啊？不跟她有关，影丫头会提到她，为什么不去提其他人？你是不是连燕丫头身边的丫鬟也想护着？母亲，我不是的。既不是，就给我闭嘴！这事儿查出来跟这丫头有关，别说这丫头逃不了，连你也逃不了。河来得快，没一会儿就到了。太夫人，阿夫人，奴婢什么也没做，奴婢……你方才是不是来过我这里？四小姐，奴婢……你只要回答是还是不是就行。奴婢，张嘴！上去一个婆子，照着清河脸上就是狠狠的一个巴掌。你方才是不是来我这里，给我送了一盒糕点，说是三姐姐送给我的？是的。四小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你来了之后，失手打翻了糕点，说是不能吃了，打发了雨春去厨房再去取一点，是吗？是的。之后你故意把我扶进内室，让我休息，实则走到外面的时候打翻油灯，点燃了外室，然后才离开的。四小姐，不是的，奴婢早早的走的，奴婢走的时候还是好好的，也没有打翻油灯。四小姐这里起火，奴婢真的不知道。四小姐，今天就算是要了奴婢的命，奴婢也是没二话的，但不可以把一盆脏水全倒在奴婢的身上。你以为守院门的婆子被你早早的骗走了，这事就没有人知道了？你过来的时候才入晚，还不到点灯的时候。你手上油灯的味道是哪儿来的？不只是手上，还有衣服上的。你袖口那里还有几点油渍，
你没发现吧？还有一点，三姐姐处的灯油和我这里的灯油是不一样的，你也不用说你给三姐姐处点了灯过来的。来人，把这个害鼠的贱丫头直接杖毙！阿夫人救命！阿夫人救命！你怎么敢？你怎么敢做出这样的事情？你就不怕疑祸给你的父母？救救奴婢！救救奴婢！慢着，祖母，您生辰在即，就留他一命，给祖母积积德，把他和他那一家子全发卖了吧。眼不见心不烦，我不想再听到关于清河的任何事情，也不想看到清河的任何家人。所以这是想留下清河的性命，把清河一家子发卖了出去，以后想拿捏清河都不行了。这可是留下隐患了。曲墨眼的心机什么时候这么深沉了？母亲，这害主的恶奴还是留不得的。就这样吧，清河重打20大板，一家子全部发卖出去。影丫头这里不能住了，先住到祖母的暖阁里，等那边的院子布置好了，你再搬进去。给我积德，也给这孩子积德，让他的眼睛真正好起来才是。一切听凭祖母吩咐。爷，时间差不多了。下面的一幕已经散了，屋顶上的侍卫提醒道：再看看，这丫头不错，看着娇弱，行事狠辣果断，很合乎我想找的条件，但此事重大，还得再看看。小姐，奴婢打听到了。怎么说？说是1个月之前太子大婚之时，太子妃就病了，如今更是一病不起。连安伯继府特意把原本的季大小姐送到太子府当侧妃，服侍病了的太子妃。林安伯府没事吧？林安伯府也没什么事儿，好像林安伯担心太子妃的病情也病了。奴婢还听人说。小姐，您别慌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说是季三小姐得疾病没了，但因为太子大婚，太子妃又病了，怕季三小姐的死带伤了太子妃，连安伯府就秘不发丧，只是简单的把季三小姐葬了。妹妹果然死了。说什么病，其实早就已经死了，只等一个合适的机会，让父女2个都死了。而妹妹死的更是无声无息，连个丧事也没有发。不管这里面是谁的阴谋，我都会让他们偿命。此生有机会复活，就是为了复仇。太子又如何？他的太子之位就可高枕无忧吗？太子就是这未来的天吗？如果是，我就直剑屠天。小姐，您别急，太子妃和林伯爷一定会没事的。眼下这个身份很好，打探太子妃的事情算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把眼纱给我蒙上。小姐，太夫人让您先休息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说。我等不了了。柴门锁着，门口一个人也没有。杨嬷嬷，你在里面吗？是四小姐，老奴在的。苗嬷嬷，我来救你。四小姐过来，太夫人和二夫人知道吗？不知道的。苗嬷嬷，先用几块糕点。四小姐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三小姐身边的丫鬟想烧死四小姐。四小姐，老奴进府之前就让您小心二夫人母女的，您有没有伤到啊？嬷嬷放心，我没什么事情。那个害我的丫鬟全家都被发卖了。嬷嬷跟我来。小姐要去哪里？去见祖母，就说你没有冲撞于氏，是于氏的人故意冤枉你。
之前这话祖母不一定会信，眼下却一定会信的。小姐，二夫人不会承认的。她会同意放了你，还会让曲秋燕解释丫鬟点火的事情。梁嬷嬷，你上次给我准备的药末我用了。小姐现在用了。他们想要我的命，那就不死不休吧，眼下正好。小姐说的是，看来这一场大火是真的让小姐清醒了，这很好，真的很好。这女子的脸虽然附在了眼纱下面，看起来却不是一个瞎的，不需要人扶着就能走。至于容貌，虽然只看到一点点，却能感应这位容色绝丽，不是传言中的丑女。不但毫不犹豫地踹人，而且举止狠辣果断，看这样子，就算是杀人放火，也会眼睛也不眨地去完成。完全合乎条件。爷，太子府火烧起来了！太夫人，火起了！又是哪里火起了？去把于氏给叫过来，他是怎么管的家？母亲，清河怎么样了？清河事发了。你怎么这么不谨慎啊？不是让你再忍几天，想得再详尽些再动手吗？眼下这个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动手，原本就很容易失法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还能怎么办？得把清河处死了才是一了百了。但这会儿清河落在太夫人的手里，还听了那个瞎丫头的话，要把人全家都发卖出去。这丫头以后落到哪里去都是祸端。母亲，我现在就带人去把清河杖毙了，就说是替那个瞎丫头报仇，事后就算是祖母责罚我也来不及了。别在府里动手，等清河发卖的时候找人暗中买下来，再偷偷把人处置了。最近你不要对那个瞎丫头有所动作了，等这些事了了之后再对付她。如果让你祖母看出些端倪来，母亲放心，我不会轻举妄动的。曲秋燕点头，想了想又不太安心。祖母会不会问我清河的事情？应当会的。那如果问起来，我要怎么说啊？解释清楚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明天早上去向太夫人请安的时候，就主动请罪，绝对不能推卸责任。这事儿啊，现在就是一个丫鬟谋害其他主子的事情，而你这个主子是不知情的。你到时候认自己一个管教不严、识人不清的罪名。凭什么让我担这个罪名啊？燕儿，你这么说了，那瞎丫头就算再委屈也不能说你什么，还得表示宽容大度。你这个当姐姐的都这么说了，她如果再扯着这事儿不放，倒显得小气又不顾姐妹的情谊。毕竟这事儿你看起来也是无辜的。这样真的会没事？自然没事。你过来，我跟你说说你祖母如果问你这事儿，你应当怎么说话。太夫人的人过来传唤的时候，母女两个已经商议好了，机会正好，越早主动请罪越好。于是就带着曲秋燕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于是你是怎么管着府里的事务的？如果管不了，你以后就别管了。母亲，四小姐院子里起火的事情，我方才问过燕丫头了，她是真不知情啊，而且她也很生气。清河这丫头平日里装的倒是一个和善，谁知道居然这么恶毒。曲秋燕会意上前两步，对着太夫人盈盈地跪了下来，挤出了2滴眼泪。祖母，清河的事情我真的不知道，四妹妹，我没有管教好清河，是我的错。四妹妹若是有气，就朝我来吧。这事儿跟母亲真的是没有关系的，是我没有教好丫鬟。幸好眼下四妹妹没事，
否则我万死难辞其咎。颖丫头啊，千错万错都是你三姐的错，是她大意了啊。四小姐，都是你三姐不好，就算你今天打了你姐姐，也是应当的。既然夫人都这么认为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曲墨影抬起手，照着曲秋燕娇美的脸，就是结实的2个巴掌。曲墨影，你个又丑又瞎的，居然敢打我！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比个下人还不如的贱货！放肆！这是哪里学来的污言秽语？是谁教你这么说的？于是你就是这么管教他的？祖母，他打我！三姐姐若是觉得2个巴掌受了委屈，正巧千和没死，我们明天一起去见官吧。有人要谋害我的性命，我作为苦主上堂就是。四小姐说的什么话呀？都是自家姐妹，又何必闹成这样啊？你三姐姐的确不对，把一个居心叵测的丫鬟留在身边，差一点就出事了。但自家姐妹总是自家姐妹，又是闺阁之中未出阁的小姐，这闹大了总是不好。母亲，您说可是这个理？太夫人，东南方向着火了，很大，不知道是哪家府上起火。一个丫鬟急匆匆地跑了进来，禀报道：不是我们府里的。不是我们府里。母亲，我方才已经让人去查过了，怎么可能又起火？你早干什么去了？应丫头出事了之后才想着去查一下。哎呀，好疼啊，祖母，我的脸好疼啊！下去找大夫。母亲，我带婴儿去看看，女儿家的脸有多重要，可不能因为一点姐妹争执的小事就伤了脸。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眼下有这个老婆子护着这个贱丫头，我再说什么都是空的，还不如等老爷回府再说。我就不信治不了这个贱丫头了。太夫人挥了挥手，看着于氏带着曲秋燕离开，曲墨影眸底冷笑。于氏可真会说话，一点点姐妹争执的小事，是一点小事，可差点要了我的性命。既然不是我们府上的，影丫头，你也去休息吧。今天闹这么一出事情，祖母知道委屈你了。祖母，我担心影丫头，你放心，你父亲那里这一次我一定要让他给你一个交代的。多谢祖母，我先回去休息了。先回去吧，要不要叫府里的大夫来看看？你的身体一向不好，这若是下病了，也要早早的医治才是。祖母，我没什么事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曲墨影是在院子里大哭大叫的声音中起身的。二夫人的人闹过来了。小姐，您怎么知道的？还真是二夫人的人过来的，说是三小姐的脸被小姐伤得厉害，要请您过去呢。是太夫人把人拦了下来，方才太夫人已经带人去看，可二夫人又派了人在外面闹。苗嬷嬷推门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和镜中的曲墨影对了一眼之后，暗中点了点头。如何？三小姐脸上发了一脸的痘痘，二夫人偏说是因为四小姐昨天打了三小姐2巴掌，可这事儿跟四小姐有什么关系？听说府里的大夫也说，三小姐吃了或者遇到什么过敏的东西，一下子发了出来，跟四小姐没什么关系。马车准备好了吗？已经准备下了。如果是以前，必然不会有人理老奴，但昨天的事情，
二夫人和三小姐的人都吃了亏，老奴这时候说要出去，府里的人也不敢怠慢。把这画取下来。昨天晚上他就看中这幅画了。小姐，这是太夫人最喜欢的。不爱。曲墨影淡淡的道，站起身往外走。这一趟他得去见2个至关重要的人。下了马车，曲墨影就上画舫。船家，开船了。实在不好意思，请这位小姐换过一艘，我们这船今天不做生意。哈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有生意你都不做？实在是有心无力啊。船家，可是有什么事？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就是病了。既是病了，看病去就是。我认识一位姓季的大夫。姓季的大夫多大年纪啊？我也认识一位姓季的大夫，却不知道是不是小姐说的这一位。应当是同一位吧，来自江南，初到京城。举川，去帮忙把一个舵。你是？继父如何了？如果我那时候再意一些，是不是结果就不一样了？属下无能啊！我也死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继父出事，属下带了几个人过去，只看到伯爷。我们当时想救伯爷，但全折在里面了，就造成了我一人。伯爷也。所以说，父亲不是死在太子府，而是在临安伯府。竟然说了假话。你们还有多少人？不多了，只有10几个。我是太子妃的表妹，许侍郎府的4小姐。太子妃遇难之前，曾经派人告诉我你们的事情。你们以往都有军职，能不能再回到军中？怕你们那天露面已经让人怀疑了。可以，岛主伯已经为我们备下了军职。太子妃娘娘难道也出事了？对，太子妃娘娘出事了。你们先分散，等以后我再找你们。许四小姐，属下是周安，有刑部衙门的小吏的军职。以后许四小姐若有用得着属下的地方，必定肝脑涂地。真的不上去见见？这可是你未婚妻啊！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罢了。说起这事儿，你可真是冤呐，还指腹为婚，真不想解了这婚约。他已如此了，我又怎么能雪上加霜呢？上次我见过他，但从始至终只看到他一个发顶，声音更是低的几乎听不清楚，和方才那个气势惊人的女子真的是同一个人。你呀，就是太好心了，可这也不能拿你一辈子来当模样。先看看吧，若实在不合适再说吧。如果今天看到的这个才是曲墨影的真性情，我之前的谋算恐怕就不太容易了。找机会我得去看看。哎，你们找谁？请问张大人在家吗？张大人不在这里，要找我们大人就去张府，这里只是一个小医馆。能不能麻烦这位小哥把这幅画给张大人看看？
等着，别乱看乱动。这位张大人可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人。小姐，您终于来了。找过我了？已经找过您几次了。奴婢说您上街去请大夫了。嬷嬷先领着医正大人，慢慢的到三姐的芙蓉阁去。我去看过太夫人就过去。好，小姐，奴婢带着医正大人过去。果然于是跑到太夫人这里哭诉了。见过祖母，见过夫人。有丫头，你一大早的去哪里了？我去给三姐请大夫。这一大早的，你到哪里去请大夫？就是大街上去请的。四小姐，燕儿是你的姐姐，你到底做了什么让她脸变成了这副鬼样子的？四小姐，你怎么就下得了这么毒的手啊？你这让她以后还怎么活呀？胡说什么？既然请了大夫，你就带着大夫给你三姐去看看吧。是，祖母，我现在就去。夫人，要一起去吗？我暂时就不去了，我怕看到燕儿，我忍不住会哭的。她眼下的情形是哭不得的。方才有几个大夫说她情绪过于激动，怕是会犯心急的。心急可真是好理由。夫人不去看着点儿，我怕三姐看到我会更激动，就像夫人方才一样，误会是我害了她的脸。不会的，之前是我不对，误会你了。爷三姐之前一直在解释说事情跟你没关系，是我方才想差了。影丫头，先去看看燕丫头吧。对，快去看看吧，说不定四小姐请的大夫有效呢。于是的样子是巴不得我马上去。这对母女真是恶毒啊，都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忘记暗算我。幸好我早已经有了准备。那个贱人来了，让他进来。四小姐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啊，这才来啊。曲墨影，你这个贱人，你居然还有脸躲！来人，把这个贱丫头拉到荷塘里清醒清醒。三姐，我好心带了大夫来看你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会有什么好心啊？你这个下贱的贱人，我被你害成了这个样子，你居然还假惺惺的过来看好戏！我要打断你的腿，划破你的脸，然后把你扔到荷塘里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！三姐，张大夫的医术很好的，三姐姐还是看看吧。曲墨影，你能找来什么好大夫啊？不会是随意捡来的破烂货吧？曲墨影，你今天把谁请过来都没有用。我的脸好不了，你的脸也别打算好。我一会儿就把你的脸给毁了，让你一辈子又瞎又丑的。曲三小姐既然不愿意看病，那就别看了。本官宫里面还有事情呢，就和四小姐别过了。张一正，先别忙，既然来了，总得给三姐看看的吧。曲三小姐好得很呐，气势这么的足，还需要干什么？你是宫里的医正？本官正是。这不是曲墨影路边找来的乡野大夫吗？为什么成了太医院的医正？母亲不是说曲墨影才回京，能认识几个人呢？怎么可能找得到当朝医正？你不会是骗人的吧？曲三小姐这是不相信本官了？那正巧，本官一会儿要去太医院轮值，曲三小姐一起啊。小女实在是不知道是医正大人，方才多有得罪了。不敢，不过是一个乡野大夫罢了。医正大人，三姐脸上发了许多痘，可能是因此才失了礼数，还望医正原谅。三姐姐，张医正医术最为高明，说不定你脸上的东西可以看好，莫不如请张医正看看。方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还望医正原谅小女的失礼。
之前和四妹妹，说的话也是闹着玩的，姐妹相戏罢了。曲三小姐，这是过敏了，跟我脸上这2道伤痕没有关系。三小姐，你脸上的伤就是过敏。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过敏过啊。曲三小姐不相信我，那又何须请我过来呢？那就不用再治了。三姐姐，张一正于这种过敏上面极有心得的，你若不治，这脸可就要毁了。张一正，且慢，我刚才是急得口不择言了，还望张一正原谅。是，必定是过敏了。哎呀，这个初春时间呢，各种花都开得鲜艳，最易过敏。这过敏的源头，因为不知道三小姐接触了什么，一时还查不出来。但是我可以给三小姐开一张药方，三小姐用过之后啊，自当会好起来。母亲和我闹出了这么大的动静，总不能无功而返吧？母亲那里还等着我毁了曲墨影的眼睛和脸的消息呢。这事儿自然是没完的。三姐，你可知道，你今天如果再闹事，会传到谁的耳中？可知道张一正和景王的关系？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三姐，张一正是贵妃娘娘的表弟，听说和当年的元后还有些关系。若是张一正去贵妃娘娘面前说了什么话，张一正会说什么？三姐，这事儿我就不知道了。三姐若是想补救，就自己想法子吧。祖母还在等着我，我就先回去了。杨嬷嬷，这事儿有张一正的证明，以后跟我再不会有关了。老奴明白。杨嬷嬷，你再出去一次，就说去替我配制的药没齐全，然后走一趟人牙子处。小姐要挑几个丫鬟婆子。您现在还没有自己的院子，不需要什么人手的，老奴和春雨2个服侍您就够了。不是挑人，你马上去找一个姓莫的丫婆，她往来这几位达官显贵的府上，你让她把清河和清河一家买了，然后把清河卖进太子府，至于她的家人，随便在京中挑一家，便宜卖了。小姐，这个姓莫的牙婆不会听老奴的话的。小姐，我们眼下就这么点银两，根本不够收买一个牙婆子呀。送到太子府上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精挑细选的？如果不花大价钱，又岂能往里面塞人？放心，他会答应的。如果不是经历了生死磨难，小姐眼下又岂会真正清醒过来？清河的这一把火把小姐烧醒了。娘嬷嬷，莫牙婆有一个儿子，她对这个儿子宠爱异常。清河被锁在柴房里已经1天1夜了，听闻门口有声音传来，激动不已。三小姐，奴婢。四小姐。曲墨影缓步走了过来，走到清河面前。曲秋燕给了你多少好处，让你甘心把一家子的命全都卖了？是什么？没听懂吗？你觉得你被发卖出去还有活命，或者说二夫人会放过你和你全家？四小姐，奴婢没想害你，真的不是奴婢。既然你一心带着全家求死，我也无需准备好良言，这该死的还是会死的。四小姐，您能救奴婢吗？你如果还有用，说不得就能留下你的命，甚至你一家。四小姐，奴婢要如何做？你的家人我会替你照顾的。太子府是他必须要接触的地方，正巧有了清河，重生他的血仇一定会报的。曲墨影没再说其他的话，带着雨春缓步离开。如果清河是个聪明的，
当然会知道接下来怎么做。如果他不聪明，那么死了也是活该。不管是为了家人，还是为了我能活命，我以后一定会为四小姐之命是从的。曲墨影回到太夫人的康明斋时，于是已经等得心急不已了。四小姐回来了，可有事？只是去看看三姐姐，怎么会有事？大夫怎么说？只是过敏，大夫开了一些药，让三姐姐先吃着。我先回来了，三姐还在问大夫一些注意的事项。燕儿怎么会问这些事情？三姐为什么不关注这种事情？难不成这个时候，三姐还应当关心其他的事情？啊，我是担心燕儿的伤势，怕她分了心。那这结果如何？是她的皮肤过敏，具体怎么样我也不清楚。二夫人若是不放心，可以去问问三姐姐。啊，好，那我去看看。怎么就让曲墨影好生生的回来了呢？这个时候曲墨影不是应该出事了吗？燕儿果然是心太软，不会办事。太夫人，有宁侯世子求见。好巧，原本就想找他，居然就来了。见过太夫人。世子客气了，请坐。母亲听闻四小姐回府了，特意差我来问候一声。分明之前已经见过了，现在却做出一副第一次知道的样子，果然是一个会演戏的。有劳永宁侯夫人了。听闻四小姐这次回来的匆忙，母亲怕四小姐身边的衣物带的少，想请四小姐去华医院去选一些，过几日便是太夫人的寿诞之日了。影丫头，华医院的医生不错，既然世子有空，你就跟着走一趟吧，多订几套衣裳。看着许黎鹏和曲墨影一起离开，两个是未婚夫妻，身边又跟着不少人，偶尔上一次街，纵然礼教再严，这种事也算不得什么。四小姐可是身体不适？我身体还好，世子何出此言？既然身体还好，怎么走得这么慢呢？莫不是四小姐怕伤了蝼蚁的性命，故而走得这么慢？见过世子。于小姐，世子要去哪里？和四小姐有事出去一下。要和四小姐出去？四小姐，正好我也想上街，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啊？于小姐自便就是。那我就跟你们一起去吧。于小姐，能不能跟着我们一起去，还是世子说了算，毕竟这事儿还是世子向祖母提起的。于小姐，我带着四小姐去挑几身衣裳，是家母的意思。那正巧了呀，我也想去挑几身衣裳。太夫人寿诞，我还没有几套能穿出来的衣裳呢。四小姐，许世子今天怎么有空陪你出去买衣裳啊？莫不是太夫人的意思？四小姐，这里是京城。四小姐，这里是京城，到处都是世家小姐和夫人，你这个样子跟人说话，实在是有失礼数，会让人觉得四小姐没什么教养，甚至还会带坏曲府的名声。四小姐，锅子。四小姐方才说的什么话？难不成是在斥责我？于小姐耳朵聋了，没听清楚。你怎么敢说？于小姐，是不是过于高看自己了？不就是窥探别人未婚夫的女人，难不成于小姐想当许世子的妾室？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于小姐做的却不让人说的吗？和恋姑一样，相当个贵妾，然后占据别人家正室夫人之位。于是当初进门的时候就只是一个妾。曲墨影，你敢这么说姑姑？
我要去告诉姑姑。于小姐，真是好笑，你和你姑姑都做成这样了，还不让人说？你说，这世上莫不是所有的一切都是你们说了算的？只不过你姑姑有这运气，你恐怕就不行了。许世子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中，就算是当妾，许世子恐怕也是不要的。停车！停车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许世子，怎么了？四小姐她羞辱我，既然不喜欢我，那我还是自己走吧。她羞辱你？四小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许世子觉得是什么就是什么。于小姐，先上马车吧，有什么事情一会儿说。世子，许四小姐这么不喜欢我还是自己走吧，免得打扰你们。先上去再说吧。世子，我要让曲墨影知道，许世子喜欢的是我，并不是他这么一个又丑又瞎的未婚妻。这门亲事最后一定成不了。上车。许四小姐，你长得这么丑，又是一个瞎子，总不会以为许世子会对你上心吧？还是想想回去怎么主动退亲，也免得到时候被许世子退了，他哪里有脸在府里待着？忽然，前面的大路口一队人马冲了过来。这个人是云郡王裴元俊。裴元俊，权倾朝野的裴元俊吗？这是太子唯一不敢得罪的王叔，毕竟这一位才是掌控兵权的第一人。可他什么时候回京的？可以放手了吗？多谢王爷救命之恩。本王没救你，是你自己拉住了本王的衣袍。卞王爷没有主动伸手，也是因为王爷才让我免于难的。本王差一点把你们的马车撞了，现在还把你们的马给砍了。既如此，也是救命之恩。既然是救命之恩，本王等着谢礼。小姐，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也不为过。而方才他话中的意思，是指我想的那个意思吗？不管是不是，我总得来试试。小姐，小姐，我没事。四小姐怎么样了？可有伤着？许世子，于小姐眼下的情形很不好，还得麻烦许世子把人送回于府去。我先把你送回府。许世子不必客气，我看于小姐现在也离不了你，你就陪她回去吧。她方才出门也是因为要跟着你，总不能就这么把人扔在这里吧。四小姐，于小姐的脸皮真厚。怪不得于清梦。小姐不怪他怪谁？您难道没有看到许世子方才特别不愿意拉着他，可他偏偏还拉着？如果许世子真的不愿意，推开就是，又何必一直被他拉着？小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许世子和于小姐两个之间早有些暧昧了？不然，你以为许世子为什么没推开？推不开吗？真是太可恨了！怪不得上次看到小姐的时候，许世子在陪着于小姐说说笑笑，对小姐却是不理不睬。没什么可恨的，这么多年永宁侯也没拿我当回事儿，早就有意断了这门亲了。他这么做也是无可厚非，毕竟谁都想找一个既温柔又可人的妙人儿。小姐这么好，他们居然……无碍。一会儿回府之后，你重点就说于清梦和许离鹏这一段。许世子护着于小姐走了。祖母，您别生气，
可能是许世子往日里跟于小姐熟一点，我不在意的。可是眼下的事情，眼下还有什么事情？太夫人，方才马车出事的时候，许世子第一时间接住了于小姐，2个人在一处，许多人都看到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方才我们小姐回来的时候，于小姐还一直拉着许世子的手，2个人几乎是挽着手过来的。什么？居然还有这种事情？祖母，当时很多人都看到了。来人，去把于氏叫过来。没想到许离鹏居然是这么一个人，往日里我是看错了。祖母，先别把夫人叫来，这事儿怪不到夫人的头上。好，这事儿先不找他，这事儿永宁侯府得给我们一个交代，否则这事儿不算完。祖母，现在不是他们要给我们一个交代，而是他们要给于府一个交代。那么多人看到，永宁侯府不会不给于府一个面子。小小的于府而已，难不成永宁侯府还想娶了他不成？祖母，于小姐也是官家小姐啊，即便不以正妻，也可以。哼，他们敢！祖母，于小姐是夫人的侄女，父亲那里说不得还是会很乐意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愿意，影丫头，你放心，如果永宁侯真有此事，这门亲事就不结也罢。只是苦了你，定了这么多年的亲事儿，居然也没有成，空费了你母亲的一片心意。祖母，如果许世子真的喜欢于小姐，我母亲就算是泉下有知，也会觉得这门亲事不妥当，还是退了的好。去，把许世子请进来，我看看他要怎么说。四小姐身体怎么样了？可有伤着？是不是吓坏了？我请了太医过来，要不要替四小姐看看？许世子，于小姐回去了吗？于小姐自己回去的，我并不清楚。方才于小姐不是一直拉着你的手吗？怎么会一个人回去了？我们小姐走的时候，于小姐还紧紧地拉着世子。果然是养在庄子里的丫头，没什么教养。什么样的丫头，什么样的主子？如果不是怕坏了我的名声，我何须这么委屈自己？许世子，你今日所为可是何意？太夫人，这事是意外，当时事发突然，于小姐撞到我面前，如果我不伸手，于小姐必然会摔伤的，甚至还可能有性命之危。许世子若是想娶于小姐，我们府里二话不说退亲便是，又何须找其他的理由？许世子请回吧，我会和你母亲商议此事的。太夫人，当时事发意外，谁也不想如此的。太夫人冷哼一声，不再看他，转身往里屋而去。四小姐，当时何种情况，四小姐最清楚了，我也是没办法，还望四小姐能向太夫人解释清楚。许世子还是先请回吧，祖母看到我回来满身是血，心疼于我，这时候并不是说话的好时机。嘿嘿嘿，这位客官可是找什么名家字画啊？云郡王救了我，特意来送谢礼。您要见郡王？特意来应命送谢礼。可能小姐要稍稍等一等的，先得问过才是。小姐，无碍。既已经这么打算，任何犹豫都是要不得的。云郡王别说是想要我的性命，就算是要了曲之刃的性命，也没人敢说二话。既如此，又何必惊慌？云郡王裴元俊居然会在这种地方见我。小姐，别怕，有些事既然避不了，那就不用再逃避，还有比避无可避更可怕的事情了。可是奴婢还是害怕。真是一个胆小却又善良的丫鬟，曾经我的身边也有这么一个丫鬟微玉，可到现在也不知道她的下场如何。雨春，你怕什么？奴婢听说这里
这里全是鬼，大白天的都能见到鬼影。有的人从这里走过，命轻一点的也会大病一场。是你害了他们吗？小姐，奴婢都不认识他们。门口居然也不见什么人，难不成还是鬼守门？既然不认识他们，你也没害过他们，他们又凭什么找你？这世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死了的鬼，而是人心。我就是看不透人心，才落得到这么一个下场的。鬼吗？其实真不算什么，我其实也算起来就是一个鬼吧。可是我没想过要害人，我只是想让那些害人的人罪有应得，重生，即便是掀起血海地狱，我也要报仇，为此不惜一切代价，不惜命，不惜一切，只为了当初冤死的真相。这世间若是没有公义，我便为自己寻找公义。什么人？上来一个侍卫。这里是西域，不是随便可以闲逛的地方，闲杂人等赶紧离开。一个小厮打扮的伶俐小子从里面跑出来，走到侍卫身边，凑过去低语了2句。侍卫连连点头。小姐，请。很合适，许四小姐请，我们爷儿在楼上。许川，你留在这里。小姐，奴婢见过云郡王。免。听说你是来谢本王的，不知道你拿什么来谢本王？本王这里不缺什么。王爷缺什么？本王缺什么，你就可以谢什么。我不可以。既然不可以，是来消遣本王的。小女不敢。今日王爷救了小女，又暗示了小女，必然是从小女身上是有什么东西能让王爷看中的，还请王爷明示。本王看中的都可以。愿为王爷肝脑涂地，以谢王爷今日相救之恩。会扮将门之女吗？什么？将门的盲女。将门的盲女？你眼睛虽然没盲，但至少是个半瞎吧。若是你来当这个盲女，应该不会有人认出来吧？一切但凭王爷吩咐。如果让人认出来，那可是欺君之罪，你不怕？王爷既然让我扮演将军的盲女，必然是已经打算好了的，我只需听王爷吩咐，努力不露怯就行。如果真的是我想的坠位，那可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个机会我一定会牢牢地把握住的。这是说中了他的心思了。哼，你这样卖力是报本王的救命之恩，还请王爷助我在曲府立足。曲府还有谁能拿你如何？哼，本王看你游刃有余的很啊。我的父亲有后母就有后父，我父亲若是一定要让我嫁给永宁侯世子，我就算是翻了天也翻不出他的手心。永宁侯世子许离鹏名声不错，却早和其他女子勾缠不清。你就不怕本王不同意？王爷既然让我来，自然会同意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。哼，倒是一个诚实的。行吧，既然本王给了你这么一个机会，自会保你不嫁给不愿意嫁的人。本王答应你，不管是曲之镇也好，还是永宁侯也好，如果你不想嫁，本王许你不嫁的自由。多谢王爷。你先慢着谢本王，本王这里也是有条件的。若是本王让你假扮的时候被人拆穿了，本王接下来就袖手旁观了。王爷放心，原本就是在刀尖上起舞，再多一把刀又如何？不错，本王喜欢能认清自己处境和地位的人。今日你先回去吧，等本王用到你的时候，自会找你。小姐，无事，我们回去。走吧。被弃养在乡下，不得亲人的关注，阴沉孤僻，不爱说话的丑女。是王爷。
资料上的确是这么说的。不觉得和资料上说的完全是两个人吗？王爷，的确是同一个人。哼，有趣，很有趣。送一个人去他身边，便于联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太子府那里也要如何安排？姑姑，姑姑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？梦儿，谁欺负了你不成？姑姑，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是四小姐，都是四小姐不好，要带着我们小姐出去，没想到发生了事之后，就扔下小姐一个人回来了，还让那么多人看到许世子抱着我们小姐。什么？他怎么敢？走，姑姑带你出气去。姑姑，你要带我去哪里啊？去找太夫人评理去。我就不相信都这样了，太夫人还相信他。姑姑，您先别着急去，先听我一言。你这孩子，都被欺负成这个样子了，还不去说？难不成还让他踩到你头上来不成？姑姑，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世子和我，那么多人看到，怎么办呀？姑姑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的名声毁了，这以后哪还有什么好气势？如果这样，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这还能怎么办？让许世子娶了你便是。以往许世子对你就不错，不娶那个瞎丫头，娶你，难不成还委屈了他不成？姑姑，曲墨也还是许世子的未婚妻，他不会同意的。姑姑，如果许世子不愿意对我负责，我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梦儿，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找永宁侯夫人，让她上门解了跟曲墨言的亲事，娶了你。可是太夫人不一定会同意的。世子的名声向来也好，如果让人知道这事儿起因的还是他，必然会不高兴的。那怎么办呢？难不成你还想以妾室的身份进永宁侯府？不行，这绝对不行。姑姑，我哪里会想以妾室的身份进永宁侯府？他也并不会委屈我的。可是曲墨影，姑姑，方才在马车里，曲墨影还骂姑姑，说姑姑不知羞，不过是妾室进门，居然占据了正室之位，但再如何也改变不了底子里羞是一个妾室的事实。气煞我了！姑姑，就算是退亲，也不能饶了这个贱丫头，我要给姑姑出气。姑姑，能不能让这个贱丫头又被退亲，又失名节？她既有胆子说姑姑，总不能让她全身而退。一个瞎子，还妄想着让许世子娶了她不成？他既然说我做妾，那我就让他去做妾。一个坏了名声的瞎子，难不成还能嫁得出去不成？哼，老爷马上就要回府了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只需吹几句耳旁风，事情就算是定下来了。太夫人就算是再反对，又能如何？景王有个表兄，是他外祖家的，听闻虽然娶了亲，但为人贪花好色，而且他媳妇还是个泼辣的。哼，明天可以先把他请来。前儿永宁侯世子送来几盆花，都放在三小姐和于小姐的居处，还多了2盆。原本是要送到二夫人处的，二夫人觉得还是送给四小姐为好，就差奴婢过来。送到我这里来？对，二夫人说四小姐年纪轻轻的，必然喜欢花，就算不看，闻一闻也是好的。这么美的花，看着都让人赏心悦目。如果是那起子不起眼的花，二夫人也不让奴婢送来了。多谢你们二夫人，不过这花还得让你们先搬回去。四小姐，二夫人是长辈，赏下的花又岂能退回？
这于理不合，不能退回。长者赐，不敢辞。二夫人又是好心好意的要送四小姐花，四小姐怎么能把二夫人的好心一而再的踩在脚下？雨春，张嘴！雨春上前2步，照着婆子的脸就是狠狠的2个巴掌。四小姐，回去告诉二夫人，这花我这里暂时放不了，就先放在我要住进去的院子里吧。祖母年纪大了，我不能一直在这里打扰祖母的休息。之前只说是2、3天就收拾好了，眼下应当也差不多了吧。既然于是今天把话送到我手中，那正巧了，这院子我要了。不是，回去报二夫人吧，明天我就要住进去。二夫人答应我好几天了，总不能一直打扰到祖母吧？怎么，不能做主？需要去请武嬷嬷过来问问清楚吗？不用，奴婢马上去回二夫人。小姐，二夫人这个时候为什么会送花来？于清梦想和许离鹏在一起，必然要让许离鹏退了我这门亲事。许离鹏虽然想退亲，但应当是想让我这里退，名声坏的是我，不是他。小姐，你真的要退了这门亲事吗？自然是要退的。许离鹏既想退亲，又想求得好名声，必然会坏我的名声。况且还有于清梦，于清梦和许离鹏2个也算是两情相悦。既如此，我就成全了他们。他们太无耻了。小姐，明天于小姐会不会把院子让给您？她都霸占了这么久了，不知道还以为她才是府中的小姐。不会。那怎么办？小姐，明天我们去把人赶走，要不要奴婢和苗嬷嬷带人过去？不用，他们会自己跳出来的。什么？明天就要搬过来？姑姑，他这是要把我赶走吗？这是您为我布置的地方，很早就一直我住着。您说我什么时候想过来住都行，他什么意思啊？你明天病了吧？姑姑，我装病？可就算是装病，又能装多久？总不能一直装着吧？不用多久，这门亲事一退，给人当妾身败名裂，还有脸住这府里最好的院子吗？哼，我会跟你姑父说的，到时候一顶小轿给人送去府里就行。病了，这许世子恐怕他回不来了。他的身子向来柔弱，受了惊吓，昨天晚上也是噩梦连连，就病了。影丫头也受了惊吓，昨天晚上倒还好，今天还特意的一大早来给我请安。原本我最担心的是影丫头，这孩子的身体向来是最弱的。太夫人，青梦向来胆子小，又多思多想的，所以才会病着的。多思多想，有什么好思想的？于是他这院子原本就是给影丫头准备的，眼下影丫头已经回来了，于小姐就到客院去吧。母亲，青梦还病着呢。必然是曲清墨对太夫人说了什么，可恨方才我来得晚了，没听到曲清墨向太夫人说的话。虽然是病着，搬一下客房也没什么关系的。他是客，一直占据着主院算什么？还是说你中意你娘家的侄女儿，有意让她嫁进来？母亲，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？明成比清梦还小呢，如今正是要上学准备科考的时候，怎么能想这种事呢？既然你没打算让于小姐嫁进来，却又一直在府里给她留着院子，别人家也会误会，许多话好说不好听。母亲，就算清梦现在搬到客房去，可院子里还有许多她的东西，一时间也没办法整理掉啊。当日回府的时候，二夫人不是说已经在清理了，只是还有一些扫尾的东西没清理，怎么现在还有许多？我当时以为不多，想不到东西还是挺多的。
母亲，青梦是客人，总不能让人说我们曲府不好客，把病了的客人给赶出去吧？于小姐到底是我们曲府的小姐，还是我们曲府的主人？二夫人，院子里摆放的都是我们府里准备的家具吧？于小姐还从于府带了什么过来不成？母亲，我现在就去让青梦搬到客房去。那最好，你现在就去忙这事儿吧。祖母，今天要不要请永宁侯夫人过来商议？于青梦这么委屈的时候，许离鹏怎么可以不在呢？永丫头，你告诉祖母，是真的不喜欢这门亲事儿了吗？祖母，许世子纵有千般好，那也是对别人的，对于我，恐怕不是扔在一边，就是为了给将来新上的女子让位。我娘她……好，我们退亲，我一会儿就去请永宁侯夫人。谢谢祖母，多谢祖母。再回去休息一会儿，祖母这里不用起这么早来请安的。祖母，我不累，我想去看看前院阁，听说那里很美，之前就听府里的下人们偷偷说过的。什么？姑姑，现在就让我搬？我让人扶你去客房住着，权姐就说住这么几天，等过了今日，她哪还有脸住到这里来？早早的一顶小轿送走就是了。姑姑，你想的法子行不行啊？别到时候又闹出什么幺蛾子来。怎么可能不行？那边我也已经联系上了。你也别想这么多了，这个时候就别跟他顶了，否则出了事可能会联系到我们身上。正巧你现在忙着搬家，我也忙，抽不出时间来。到时候真的出了事，也怪不到我们身上。小姐，四小姐来了。她还来干什么？说是来看看你。就说我身子不舒服，不见。四小姐，我们小姐实在不舒服，不便见你。你们小姐？你是于府的丫鬟？四小姐，奴婢是府里的丫鬟。这里既然是曲府，我们小姐才是你们的主子，还不让开？徐墨影，你来干什么？来看于小姐搬了没有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，只是怕于小姐离开这里的时候顺手带走些什么。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府上的吧？于小姐带走哪一件都不合适。这些都是我的。于小姐从于府带来的。这个瞎丫头怎么敢这么说？这话说的好似我偷了他们曲府的东西似的。瞎子，你胡说什么？于小姐，我说错了吗？于小姐心虚什么？这里是我住了这么多年的地方，这里的一切都是我的。我搬走几件东西，又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算什么？曲府不要的瞎子罢了，居然还想抢我的东西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货色，有这么大的脸。于清梦占据了曲府的一切，把自己当成了曲府的主人，却把我这个曲府的小姐看成是个抢了他一切的外来者。就这样强盗的理论，还真是可恶至极。于小姐不觉得厚颜无耻吗？你这个又丑又瞎的贱丫头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？又丑又瞎？于小姐，你远来是客，上门辱骂主人，又和我的未婚夫两个拉拉扯扯，暧昧不清，是不是想让整个府里的人都知道这事儿？今天永宁侯夫人要上门，这门亲事儿若是退了，你和许世子的事情也就公之于众了。不知道许世子愿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跟你定亲，娶了你？维护了这么多年的好名声，因为于小姐毁之一旦，许世子还会一如既往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当时事发突然，许世子只是救了我。救了你，舍了我这个未婚妻，却把你这个路人救了之后，还特意的送回去。于小姐，
你不会告诉我你跟许世子没什么吧？之前在车上的时候，你不也一再的告诉我，你跟许世子两个早有纠缠，怎么眼下不敢了吗？还是说，许世子根本就没想娶你，只是想纳个妾？许墨影，我才是和许世子心意相通的人。许世子答应过我，一定会娶我的。你算什么？你一个又瞎又贱的丫头，有什么可以让世子贪图的？就算你嫁给世子，想让你生还是死，都在世子和我的掌控之中。你还真的以为自己是曲府的四小姐啊？胡说什么？于小姐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。我跟曲四小姐的亲事，是当初曲二夫人定下的，这么多年，梁府也一直在走动。我极满意这门亲事，并不想退这门亲事。至于昨天的事情，我昨天也解释过，当时不过是救了一下于小姐，没想到倒是让于小姐生出这么一番心思。若早知如此，当时我就不应当援手，看着于小姐出事，也比于小姐现在这么污蔑我为好。许世子，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？往日里对我温柔的许立鹏，怎么能对我说不救我比较好？当时当地，我是真的差一点命丧在那里的。以往我的手上稍稍破了一点皮，许立鹏都紧张不已。眼下为什么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于小姐，我不知道是什么给了你这么一个妄想。你是曲府的表小姐，我也是看在曲四小姐的份上对你有礼的。如果这样给了你误会，我在这里向你道歉。但这亲是绝对不退的。我从来没有嫌弃过曲四小姐，也一直把她当成是我未婚的妻室。许世子，我于小姐，昨天这事就到此为止。我不期望你对我有多感激，但也不希望你坏了我的好亲事。你们小姐身子不适了，胡言乱语，还不服下去休息，再请个大夫看看。我出去干什么？还不回屋里休息去。小姐，扶我进去休息。于小姐，这里是我住的地方，今天一大早祖母便让于小姐搬出去住了，难不成因为许世子的一句话，这地方又成了你的吗？四小姐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此事。许世子客气了。四小姐，我跟于小姐真的没有什么，我也不知道她怎么会这么想的。其实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什么关系的。许世子应当给于府一个交代，昨天看到的人可不少。于小姐的事情，我会上门去解释的。当时情况危急，如果不救于小姐，于小姐有性命之忧啊。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。不管如何，我不会为了于小姐的事情退了曲府的亲事的。四小姐还请放心。我们两府定亲这么多年，又岂会因为这样的小事坏了彼此的情分呢？不管于小姐还是于府怎么想的，都不会影响我们。许世子和于小姐的事情我不关心，只是我们的亲事还是退了好，也免得于小姐下次跟我又吵起来，没得让人看了笑话。到底我身上有何可图的，居然让许离鹏这么坚定？虽然我是曲之镇的嫡女，但一个工部侍郎还不能让永宁侯这样的老牌世家一再的低头。虽然永宁侯府从不派人来探望我，但是也没说过要退亲。有什么秘密在这里面不成？这亲事没有我想象中的好退。四小姐，我真的和于小姐没关系，昨天出门也只想请四小姐，谁知道于小姐一定要跟过来，之后发生的事情全是意外。四小姐不能因为我救了人，就把于小姐推到我身上啊！啊，四小姐，二夫人听说您跟于小姐发生了争执。二夫人听说您跟于小姐发生了争执，请您过去一趟。我知道了，马上就去。于氏的动作真快。啊，奴婢先回去禀报夫人。世子，
我有事先行一步。一个瞎了眼的丫头罢了，还真的以为自己是香嬷嬷。何公子和景王有关系，何贵妃娘家大哥生了大公子。对，听着像是这么一个人，说是想请他来说说太夫人生辰时景王是否来过之事。小姐，要不要老奴再去打听一番，您再去？不用，你跟着我一起去就行。好，老奴跟着您也放心。四小姐，二夫人让您先去那边的院子里等一下，于小姐还在哭闹，二夫人怕你和于小姐两个见到，一时间又闹起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进去了。是，奴婢看着四小姐进去的。姑姑，会不会使诈？一个瞎丫头，哪有多大能耐？姑姑，这个瞎子看起来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方才我跟曲墨影也算是真正交了手，那个瞎丫头可不像是好糊弄的样子。姑姑，我去看看。不行，我自是派了其他人，不小心再撞进去，正巧今天许世子也在，引着他过去最好。姑姑，我不去看不放心，我就远远的看着，不近前去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姑姑，我就去看看，就只是远远的看看，我真的不会过去的。那里还有一座假山，从假山上面可以看到那间阁楼里的场景的，我就在那里看看，好不好？那边离得也远，不会有人发现的。就算发现，我也只是远远的赏赏景罢了。姑姑说了，何公子过来的时候，身边带了2个小厮，看着都是那种有一把力气的，对付一个丫鬟和一个老弱的婆子不在话下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好安静啊！小姐，您别去，我就去门口看看。许世子，世子，他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？男人又胖成这个样子！贱人，不是你说仰慕爷要跟爷在一起的吗？怎么眼下翻脸不认人了？我没有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不认识我？方才你自己投怀送抱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怎么现在看到其他男人又忍不住了？你自己过来私会我的，这时候反口了，莫不是又看上许世子了？许他的女人拉拉扯扯还抱在一处，许世子真正的未婚妻看到了会如何？又去了，眼前这位是谁？听景王说，许离鹏跟曲三小姐的表妹于氏的一个侄女关系很亲近，莫不是眼前这位？这位是于小姐吧？听说还是许世子的红颜知己，原本以为传言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不知道何公子说什么？这里是曲府，还请何公子注意些。曲府怎么了？曲府的三小姐就要进我表弟的府上了，说起来也是一家亲呐。如果许世子要娶这位于小姐，其实我可以帮你一下的。啊！你们这是你们这是成何体统？侯夫人，这里不太方便，我们出去说话吧。这是四小姐。不是，这怎么可能呢？侯夫人，我们还是出去说吧。就是一个下贱丫鬟的事情。府上居然还有这样的丫鬟，我今天倒要好好看看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丫头拉走。曲二夫人，这等事情总得报给太夫人才是。反正我们就要回去，索性一并把人带过去了。这可能不太好吧？
有什么不好的？太夫人总是要知道的。母亲，您还是别管了。既然看到了，又岂能不管？来人，还不把这丫头拉走！母亲，这不是曲四小姐，是于小姐。什么？清梦？姑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是被打晕的，我走过来就被打晕了，醒来后就在这里了。哎，你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被打晕的？小爷还想说我被迷晕的呢，也是莫名其妙的就睡过去了。醒来后就看到你爬上小爷的床，心里还想着曲府的待客之道不错呀。明明让他当时不要过来的，他偏要过来，而且连累曲府小姐的名声，最主要是燕儿的名声。燕儿看中了景梦，名声不能有一点点的瑕疵。来人，把表小姐带走。姑姑，真的是有人陷害我的，是曲梦莹，是他，一定是他。小爷也是被人陷害的，莫名其妙的跑来一个女人说仰慕小爷。世子，救救我！我是清白的，我跟他什么也没有。哈哈，姐儿爱俏，本公子长得不如许世子啊。世子，把表小姐带走。曲二夫人，我现在可以走了吗？再说明一次，你们这位于小姐是自己撞到我床上来的，这里是曲二夫人叫我休息的地方，没错吧？曲二夫人，今天我是因为表弟来的，既然没什么事，我就走了。何公自请。多谢曲二夫人的招待。侯夫人，清梦和世子两个。曲二夫人，于小姐想进永宁侯府是不可能的，她自己下贱的勾搭男人，还要让我们侯府顶着不成？在我的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最后居然还要让我儿子顶去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？侯夫人，清梦和世子两个早就在一起了，方才也不是清梦自己的事情。曲二夫人这话说的真好笑，今天我话摆在这里，我们侯府是绝对不要这种下贱淫奔的女人的。小姐，我们为什么不过去看？看热闹看得过于近一些，往往会引火烧身。远远的看着，更安全一些。哼，于小姐是心思恶毒，二夫人暗害小姐的事情她知道了，所以想当场来看小姐的热闹。如果她不是想着落井下石，又怎会过来？小姐，眼下怎么办？要回去见太夫人吗？先不急着过去。这种情况下，永宁侯夫人不马上离开，还和于氏说话是什么意思？是于氏提了什么条件，永宁侯夫人才拂袖离开的吗？拂袖离开的吗？于清梦和何达庞也算是捉奸在床了，和永宁侯夫人说什么？解释还是要求？走吧，我们回浅月居去，把浅月居里少了的物件点清楚，记录下来。四小姐，太夫人请您过去。侯府的人走了。已经走了。武嬷嬷，这里的一些物件，于小姐说喜欢，都搬到了她暂时住的客房去了。现在这里怎么办？四小姐，让人搬回来吧。于小姐现在也不住客房了，要回府去养病了。见过二夫人。四小姐，我记得方才已经让人唤过你了吧？怎么，四小姐没离开浅月居？
二夫人方才唤过我，我就带着人过来了。不过走半道上累了，就在一边休息。你在哪里休息？就在路边一座假山的亭子处，假山还挺高的，往日我也没来过，看着风景不错，就上去休息了会儿。后来见那边的楼阁里出了事，二夫人也来了，觉得这会儿二夫人也没时间，我就回去的。四小姐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了？二夫人，那些肮脏事情就不用小姐说了。老奴岁数大了，眼睛能看远，不能看近，所以对于远的景致看得比较清楚。二夫人若是想知道什么，问老奴便是。二夫人，太夫人还在等着四小姐。既然太夫人还在等着，四小姐就先去吧。姑姑，你收拾一下回去吧，曲府以后也别来了。姑姑，为什么？姑姑，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是曲梦远这个贱丫头，是她害我。她跟你的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她当时就在不远处的假山上。姑姑，我过去就被人打晕了，再醒来就在那个人的床上，可真的不是我。姑姑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呢？更不可能不要命了去找那么一个人。好了，你先起来，我知道你是被害的。我之前问过永宁侯夫人了，她说不让你进门。眼下你能进永宁侯府是最好的，先不必以正室之位进。永宁侯夫人不想推亲，也不知道他们看中那瞎丫头什么了。姑姑，那怎么办呀？如果不是世子，我真的就只有死路一条了。姑姑，求求你帮我想想法子，我真的没有对不住世子。你先起来，这事儿你还得找世子说。他和你毕竟不同，只要许世子松了口，永宁侯夫人就算再说什么也没关系了。可是他很生气，他真的很生气。你先别着急，我再想想。永丫头，永宁侯世子的确不是凉拌，但眼下他们不退亲，只说那事儿是意外。意外？他们不打算迎于小姐进府吗？于府会同意？于府不会有意见的。永丫头，永宁侯府一直不松口，许离鹏也没有什么实际上失德的事情，我们一时也退不了亲。祖母，我之前在假山上休息，看到于小姐还有许世子，二夫人和另一位夫人都去了，可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方才二夫人还拦住我，问我看到了什么，看着很生气。于清梦出了点事情，跟其他人。你怎么离开的浅月居？二夫人叫我过去的，方才还很生气地问了我的路径。好个于氏，好，真好。太夫人，您别生气，会伤身体的。四小姐以后还得您照顾呢。永丫头，你这2天就搬过去，不喜欢的就扔了，祖母另外给你安排。是，祖母。方才你庄子里过来一个人，说是服侍你的，你一会儿去看看，若是用得顺手就留下。你是曲府的四小姐，身边伺候的人太少，明天我再叫牙婆子进来挑几个新的，原来的那些能不用就不用。是，祖母。祖母，你可得找个名声好的牙婆子过来。
那个给我看病的大夫是我前世请去给曲墨影看病的，但向来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这会儿也不在庄子里。乃嬷嬷年纪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也不会出来。其余的还有谁会来找我？见过小姐。你是？奴才见过曲四小姐。这居然是个内侍。小姐别紧张，奴才是郡王府的人，特意送过来服侍小姐的。以后奴婢就是小姐的丫鬟了。所以说，这位云郡王给我送了一个内侍过来了。爷说，小姐用的不顺手再换人就是。奴婢雨冬，正巧跟雨春姐姐是一对儿，就是小姐在庄上的丫鬟。以前小姐住在庄子里，也是最偏远的地方，平日里也没有什么人过来。就说奴婢和苗嬷嬷一样，也是小姐往日里救的，之后就不愿意离开了，因为才来没几天，庄子那边也不太清楚。雨冬，既然来了，这以后就在我身边侍候。是小姐，以后有什么事只管吩咐奴婢就是。今天你看到永宁侯世子了吗？永宁侯世子长得可真好，这以后如果生下孩子，必然也是又好看又富贵。你胡说什么？永宁侯世子没有孩子，要是有孩子，孩子的生母身份必然也不一般。我听说有家尚书府上，尚书的儿子就有一个贵妾入门，听说是怀了孩子进门的，尚书的儿子已经定了正妻了。这多丢脸啊！有什么丢脸的？能进去才是对的。听说那姑娘家世也一般，能进府当贵妾，将来正室没了，就跟我们夫人一样了。这么一说，也还算好。当然算是比较好的法子，谁还不在乎孩子呀？特别是家里的老人。有没有孩子？应该是没有的吧。可我现在想有了，我要进永宁侯府，去永宁侯府。小姐，现在还去永宁侯府，世子不会见你的。如果他不见我，我就去求见永宁侯夫人。今天无论如何，我都要见到许离鹏，他不能这么绝情。我已经是他的人了，如果他不要我，我就撞死在他面前。于小姐，要不要奴婢领您过去？这位于小姐出了这种事情，怎么还有脸过来？世子救我！我真的是被陷害的。何大庞那样的人，我怎么可能看得中？我是世子的人，世子难道眼睁睁的看着我被人逼死吗？世子，你就算不念着我，也得念着我们的孩子的份上。你说什么？孩子，我没有孩子了呀！我昨天就想告诉你的，可是你让我自己回去，之后找大夫看了看，幸好没事，否则孩子也没了。你怎么会有孩子？世子，我们的孩子，真的是我们的孩子。你摸摸，是我们的孩子。世子，以后我们有孩子了，他一定会孝顺你，崇拜你的。今天你怎么会去那里的？是曲墨影让我过去的，说你和他的事情，我就过去了。没想到，居然这么恶毒！看不出这个瞎丫头这么恶毒。世子，你别怪他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笑想你，是我错了，是我不顾你已有了婚约，都是我的错。如果现在这些算是他对我的惩罚，我认了，以后我会臣服于他的。好了，别哭了，我不会委屈你的。就算你进府，那也是以良妾之位进门的。如果没有这个孩子，许离鹏是不是连个良妾都不给我？人送过去了。送过去了，说谢谢您。嘿嘿嘿。就说了这个，
送了一个小内饰过去，这主意我自己都觉得满意，很有趣。那丫头看着也不像是逆来顺受的，就这么点表示。嘿嘿，爷说笑了，能说什么呀？而且孩子挺好啊，比起那些丫鬟得用的多了。见过王叔。听闻你新婚夜受伤，太子妃更是为了你伤得颇重，眼下如何了？刺客抓住了吗？禀报王叔，刺客还是没有头绪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到现在也查不到。太子妃，是姑没守好他，害得他。唉，岳父现在的情况也不好，2个女儿都出了事儿，他纵然，一时间也扛不住啊。那一日去往临安伯府，岳父已经在准备后事了，之前还上了折子给父皇，要把这爵位让给伯府的大房，让给一事无成的季永安。哼，那这个伯府的爵位可真是到头了。想当年老伯爷何等英雄，没想到会生下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吧？我才是太子，我才是未来的皇上，凭什么一个小小的王爷居然敢在我面前如此放肆？哦，对了，听说这个季永安现在也成了你的岳丈，自己人。一对姐妹花，同样是美人，太子真是有福的很啊。王叔，还请慎言。太子妃现在的情况，姑实在是心里难受啊。太子身体要紧，其他的事情都可以放放。至于美人，太子如果有心，本王从边关带了一对如花的姐妹过来，一并送进太子府，可好？多谢王叔美意，只是姑如今没什么心思，只想守着太子妃。太子殿下真是一个重情义之人，本王还有事要去见皇上，就先告辞了。让道？我居然让道？我是一国太子，居然会给一位亲王让道？皇上的身体也不太好，太子若是得暇，还请多进宫来陪陪皇上。方才我对太子妃情深意重的一番话，眼下因为裴元俊的话，变成了直宠女人，不忠道义了。裴元俊怎么敢？四小姐，您看，这些都是按府里要求带来的，50个婆子，50个丫鬟，都是些身家清白的。岳东，你下去看看，挑几个。是，奴婢替小姐选。小姐，这些都是很得用的，不是那些犯过事儿的丫鬟，您就放心用着吧。请莫牙婆去厢房喝茶。多谢四小姐，多谢四小姐，麻烦这位姐姐了。多谢，多谢。莫牙婆客气了，还得让姐姐一会儿美言几句，让四小姐多挑几个，就算是照顾我的生意了。那是一定的，这里面都是身家清白的，也没有那些因为得罪了主人家重新发买出来的下人，四小姐只管放心挑就是。说起发买的下人，贵府上之前是不是发买了一家子？看看那个丫头哭成这个样子，还真的觉得可怜。是不是叫清河的？对，好像是叫这个名字。一个害主的丫鬟，居然想害我们小姐，太夫人动怒，就把一家子都发卖了。我们小姐说不想再听到关于清河的一切，包括她的家人。你一会儿也别提，我们小姐会生气的。是，不提。接着我儿子的事情，让我把人送进太子府，这算是保全了他的心腹丫鬟了，却是拿我做法。怎么样了？小姐，
您猜的不错，莫牙婆果然问起清河的事情，奴婢照您的话回了她。这是莫牙婆给奴婢的。既然是给你的，收下就是。小姐怎么不让奴婢多说几句清河的事情？就算不说清河的事情，也可以提提三小姐和二夫人的事情。过犹不及。收拾一下，我们去祖母处，谢谢祖母。选的人可满意？多谢祖母。都挺好的，带来的人手也不少，这个牙婆挺不错的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以后若是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，都直接跟祖母说，祖母给你做主。多谢祖母。祖母，昨天晚上于小姐回去之后，可有事？谁知道？于府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可是，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昨天听下人回禀。你来说。太夫人，是奴婢听到一些话，于小姐。说得清楚一些。是，奴婢听到于小姐说怀孕什么的，不知道是说谁，奴婢不敢凑过去。祖母，雨东就是听到一点点，可能是于小姐说别人家的事情。这种没有根据的话，也是可以对自家小姐混说的吗？下去，到门外跪着去。是。祖母，于东也是为了我好才对我说的。这种话是你一个未出阁的小姐该听的吗？可是，如果不听，我就算是被人害了，也不知道是谁。祖母，既如此，梁府的这门亲事，难道还要再继续吗？好了，祖母知道，祖母不会让你吃亏的，但这事儿得从长计议。我知道，多谢祖母。太夫人，永宁侯世子求见。祖母，我先回去了。去吧。祖母，雨东。一起走吧，以后让他好生的伺候你。见过太夫人。世子客气了，请坐。太夫人，我今天来是说于小姐的事情的，还请太夫人放心，不管曲四小姐如何，梁府的亲事是不会变的。至于那天奔马出事时的事情，我也向于府去说明了情况，于府说不会计较这些的。于府怎么说？于府说事出有因，这事怪不得我也是当街救人，不会逼我娶于府的小姐的。若是真的有什么事，最多也只能为妾。哼，最多只能为妾。于府又不是没有为妾过，当初于氏就是这么进门的。如果不是于氏肚子里怀了孩子，我也不会让她进门。许世子，这话得说清楚，于府到底是想让你娶，还是想让你纳？太夫人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许世子只需要告诉我，于府是打算让你娶还是纳，我这里就先跟你说个态度，不管是娶还是纳，我都是不同意的。两家的亲事儿就算是取消了。太夫人，贵府的四小姐也是世家小姐出身吧，当以端庄得体为重，即便夫需要纳妾，应当也不是什么大事吧。我好生来曲府商议，没想到曲府是这个态度。曲墨影自身长相丑不说，还是个瞎的。我能娶她就是曲府的大幸事，竟然还管我纳妾之事。端庄得体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，如果是于清梦，我们府上不会同意。太夫人，妻以夫为天，我以后也不可能守着贵府小姐一个人。
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，至少此时许世子的诚意太少了一些。而且我还听闻许世子以往来曲府的时候，跟于小姐走得过近了一些。我和曲四小姐有婚约，到贵府也是探望长辈。于小姐是曲府的表小姐，若是遇到，自然会说几句话的，往往都是和曲三小姐在一起的。太夫人在怀疑什么？许世子，你和于小姐之间是否有什么？我并未过多的追究，只是两家的亲事儿，还是算了吧。太夫人，若是您这么说，我无话可说，先行告辞。世子不送，若是侯夫人无事，还请侯夫人来一趟。两家的亲事儿，还是两府的长辈说说为好。小姐，许世子求见。不见。小姐，许世子一定要求见，说如果小姐不见，他就闯进来。闯进来？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个人都拦不住吗？小姐，许世子进来了，几个丫鬟婆子都没拦住，看着就是装着拦一下。小姐，我去拦。不用，把人请进来吧。许离鹏闹成这个样子，还真的以为我怕见他不成？这院子里的丫鬟婆子都是于清梦用的惯的，越快换了越好。让开，请许世子进来。许四小姐，你是何意？许世子和于小姐两个也算是两情相悦，怎么不想在一起？我和于小姐两个清清白白，那一日街上的事也是情有可原。许四小姐又何必抓着这点不放？这岂是世家小姐的教养？清清白白。许世子，你可知道那日在马车里，于小姐对我说了什么？说了什么？说你跟他两情相悦，若是我聪明，就赶紧退亲，否则就算真的嫁过去，他也会要了我的性命。许世子，我若不嫁你，至少还能保得性命；若是嫁了你，恐怕连性命都没了。你说我还会一定要嫁给你吗？许四小姐，你可知女子嫉妒也是七出之条？七出之条？许世子恐怕弄错了，我不会嫁给许世子，所以许世子的这七出之条也跟我无关。许墨影，你等着瞧，会不会嫁进永宁侯府，不是你说了算的。许世子不送，下次还请世子保持着世子公子的体面，这闯进别府小姐的院子，总是很不识体统。许世子，许世子，请等一下。什么事？我们二夫人请许世子过起一叙。有什么好说的？还请告诉二夫人，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，我还得回府跟母亲商议。走。许世子还说两家闹成这个样子。夫人，眼下怎么办？那个死老太婆，一个贱丫头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还把她看成宝了。清梦昨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眼下就算是许离鹏愿意，永宁侯夫人也不会让他娶清梦的。都是这个死老太婆，如果不是她要闹腾着和永宁侯府断亲，昨天永宁侯夫人也不会过来看到清梦和何达庞在一处。清梦说了，现在一定要让曲墨影嫁给许离鹏，一个瞎子，又丑又怪的，离开那个死老太婆，就什么也不是了。清河已经被卖走了。莫丫婆说，当天正好有贵人在，看到清河觉得喜欢，就带走了。因为身份特殊，他也不能随便说。再查，一定要把人查到。清河一家子呢？也发卖了出去，这次倒是能说的，但听说已经送到庄子上去了。这个丫头是真不想嫁，还是故意拿巧？没了永宁侯府这门亲事，
她还能嫁什么人家？夫人，二老爷是不是马上要回来了？如果二老爷认了这门亲事，太夫人就算再说什么，也得考虑二老爷的意思。当初二老爷一心求娶您的时候，太夫人也不愿意，最后不也是心想事成了吗？让二老爷出面。二老爷向来听您的话，您若说了，又一心为四小姐考虑，二老爷还会觉得您是个好的，又岂会不听？不过，如果夫人不愿意这么做，也可以用其他的法子，比如像何公子那天的事情。太夫人的生辰就要到了，到府的人不少，若是出了点什么事情，谁还能怪到您的身上？好，先等老爷回来再说吧。如果不行，再用你的法子。不是失了名节吗？那就两个人一起失，谁也别说谁。平妻正妻进门就是了。许黎鹏愿意戴绿帽子，这怪得了谁？四妹妹来了，父亲都等了你很久了。别害怕，这是你父亲，是真心疼你的。眼睛都瞎了，还能有什么好？也不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。幸好还能嫁给永宁侯府。听说你不满意永宁侯府的亲事？是的。放肆！从来父母之言，媒妁之命。你个闺中女子，怎么敢说这样的话？老爷，你也别生气，四小姐还小呢，她不懂事，又住在庄子里，哪里懂这么多呀？还小，都14了，小什么小？过几天你去请个嬷嬷来，教一教她规矩，也免得到时候嫁进永宁侯府去，还落了我们的名头。是，我知道了。老爷您别生气了，四小姐以后一定会好好的。也是我不好，看着四小姐才回来，又长得这么柔弱，总想着要依她一些。父亲，于小姐说她和许世子两个早有情谊，让我早点退亲为是。清梦就算跟着你进府，也不过就是个贵妾，高看她一眼就是个平妻。你看看你这个样子，就算是嫁进了永宁侯府，也拴不住永宁侯世子的心。还不如和于清梦一起，有他帮衬着你，你只管坐稳正妻的位置就行了。这至于他之前说的话呀，不过是女孩子嫉妒的心思罢了，当不得真的啊！一心一意地站在于清梦身边不说，还想着怎么践踏我的尊严。如果我还是以前那个自卑孤僻的曲末影，说不定因为这几句话一时就想不开了。原来这父亲可以下贱到这个样子。永宁侯府的亲事儿是我做主要退的。母亲，永宁侯府守信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推亲，眼下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提出退亲呢？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府上，让人怎么看我？您再看看他这样的，又有哪家愿意娶她？父亲，即便不嫁人，我也不进永宁侯府。哼，不嫁？难不成还想我养着你不成啊？父亲若是不想养，我自会离府。反了，居然敢这么顶撞！老爷，千万别打我们小姐，我们小姐体弱，打不得。曲侍郎才回京，就如此苛待原配嫡女，不知道之前在江南的时候，是不是岳父得罪了你？你之前住在岳府？岳大人怎么会过来啊？如果我现在不在这里，是不是曲大人就要打前妻留下的孤女了？岳大人怕是看错了，
我只是在责打一个不听话的丫鬟。岳大人今天上门，可有何事啊？不如随我去书房一叙。不必，只是想问问曲大人，为何如此对待前妻孤女？若是曲大人不愿意养着表妹，我们岳氏倒是可以好好的养着表妹的。岳大人，这是我们府上的家事，还是希望岳大人不要越俎代庖为好。曲大人，我记得四小姐是我表妹吧？眼下表妹出事，文涵必不会袖手。却不知道曲大人因为什么事情对我表妹动怒呢？二老爷逼着我们小姐嫁给永宁侯世子，还说二夫人的侄女于小姐和永宁侯世子两个在一起很好，说让我们小姐当正妻，于小姐可以当平妻，说小姐没用，于小姐才可以抓住永宁侯世子的心。曲大人，居然又是一个当摆设的正妻，是不是又要让我的小姑姑的悲剧重现，给于府的那位什么表小姐让位吗？岳大人，事情如何，也不是一个丫鬟一面之言的吧？啊，难不成岳大人审案子，就只是听人说这么一句，就信以为真了？哼！父亲，我不嫁。于小姐和永宁侯世子两个早有关系，她愿意嫁就她嫁吧，我不嫁。原来永宁侯世子和于小姐两个早就暧昧不清，现在却要拿我的表妹做法子，当个遮羞布。好啊，真好啊！于府上下两代都是打得好算计，果然是一脉相传。岳大人这话我是听不懂了，四小姐猜测的话也能当真？难不成公堂之上都是这么判案的？于夫人是想说小姑姑的死跟你没关系了？当初不是你们利用小姑姑来遮掩什么吗？放肆！哼！曲大人，表妹虽然是曲氏女，但也是我们岳氏女拼死生下的。既然这门亲事表妹不愿意，还请曲大人作罢，否则本官倒要查上一查，这位永宁侯世子是如何在顶着婚约的情况下跟于氏女有了私情的。他自有父亲管这事，还请岳大人罢手。一个当父亲的会让自己的女儿给人掩饰私情？曲大人，莫不是这位于小姐跟曲大人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关系？一个当父亲的绝对不会让女儿受委屈，但也请岳大人不要胡说呀，与女子清明不好啊！岳大人既然来了，就先坐下吧。应丫头的事情的确也当请岳大人一说。多谢太夫人，请太夫人原谅，文涵方才急迫，失了礼仪之罪。永宁侯世子要纳于府的小姐为妾？此事我会向永宁侯世子问清楚的。那是最好。如果曲大人没时间，我其实也可以的。这事我还是能办好的，不劳于大人费心。听闻表妹回府了，这以后就在府里住着。文涵放心不下，特意过来看看表妹，打扰太夫人了。表妹不喜欢许离鹏。许世子喜欢的是于小姐，看中的也是于小姐。于小姐也曾经到我面前说，让我让出亲事，否则就只能给她当表面上的正妻。我不愿意，父亲一定要逼着我嫁过去，说于小姐可以帮我稳定两家的关系，说我还要谢谢于小姐甘为我之下。你放心，这事我必然会插手。许离鹏既然敢跟于府的那位有关系，就一定会查到的。如果这样，他们还不愿意退亲，我必然不会放过他。多谢表哥。见过曲伯父，听闻曲伯父回府，特意过府有事相询。世子今天是来退亲的。伯父怎么如此说？小侄对贵府四小姐的心意，伯父难道到现在还不明白？哼！世子既然有心于氏女，又何须对曲氏女再加以言辞？
又何须对曲氏女再加以言辞？梁府的亲事就这么断了吧？以往永宁侯府给的礼，我们会一分不少的找出来送回永宁侯府。徐伯父，这话是怎么说的？我的正妻必然是曲四小姐，徐伯父不必存疑。永宁侯府的亲事，我们高攀不起。世子既然心仪于氏女，而且还在曲府跟于氏女两个不必嫌疑的暧昧，就直接娶了就是了，跟我们曲府无关。曲府的女儿纵然不好，也不能给人顶了名声。哼！世子，你跟于庆梦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，就这样吧，退亲。许伯父，男子有一红颜知己，并不是正妻，也无碍的吧？许伯父又何必闹到退亲？这与梁府的名声都不好啊。许世子，退亲吧。啊！许伯父，来人，请许世子出去。世子，请吧。许世子回去之后，就把当初的庚帖回过来。岳文涵说不退亲，就要查个一清二楚。我相信许世子也是一个聪明的吧。岳文涵插手了，看起来这门亲事的确是退了。一个又丑又瞎的女人也要退我的亲，凭什么？老爷，青梦怎么办呢？现在青梦怎么办呢？我们跟永宁侯府退亲了，永宁侯府也不会娶青梦当世子夫人的，永宁侯夫人是不会同意的。老爷！哭，就知道哭！你还能干点人事吗？啊！让你自己的侄女在府里跟许离鹏两个勾搭成奸，还当着满府下人的面，你让我这脸往哪里搁？于清梦是你女儿，还是曲梦影是你女儿？啊！老爷，你怎么这么说我呀？这怪我吗？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事情啊。于是，我不管你打的什么心思，但有一点你要知道，影丫头才是我的女儿。你被个外人打她的脸，就是打我的脸。影丫头小的时候，就是你没让人照顾好她，才让她的眼睛成了半瞎子。眼下你居然又闹出这么一出来，于是，你不会真的当我是个蠢的吧？老爷，去哪里？去书房。我们当年能一样吗？当然不一样啊！我的娶亲或者不娶亲，都是早早的算计好、想清楚了的。而且我向来情深，跟许离鹏能一样啊？阿兰，怎么办？他居然一定要退亲，这可怎么办？青梦怎么办呢？二夫人，你也别急，这件事现在闹成这个样子，老爷也是铁了心的要退亲，就退了吧。不行，我不能让青梦这么可怜，他现在只能跟许离鹏了。永宁侯夫人又看不上他，当个妾室的他，如果没有一个软弱的正妻，这以后还怎么活呀？就明天，我让人把他骗出去。你找人去污了他的名节，看他还嫁不嫁许离鹏。夫人，这太明显了，太夫人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了青梦，就算那个老乞婆再责罚我又如何？总不能把我给休了吧？有燕儿和明成在，无碍的。夫人，您如果这样会惹恼岳大人的。您想想，以岳大人的手段，于小姐，不只是于小姐，就连我们小姐可能最后都失了名声啊，可能会连累三小姐的婚事。景王那边容不得三小姐这里的名声有亏的。吵了？是的，听说吵得特别的厉害。
老爷都去书房住了。听说啊，二夫人在院子里哭得呼天抢地的，真解气。小姐，老奴还打听到今天三小姐给永宁侯世子送了一封信。三小姐为什么给永宁侯世子信？不会又是帮着他们出什么坏主意吗？不是，她应当是劝许黎鹏别闹了，最好是娶了于清梦，这样两家都好，特别是对她更好。于小姐一心想要嫁过永宁侯世子，眼下不过是一个贵妾的身份进府，也是她自甘下贱，否则以她的身份怎么着也是一个正妻。小姐，永宁侯世子要退亲，会拿他做理由吗？不会。那他们会找一个什么理由？马上就要我寿诞之时了，说是等过了这寿诞再说，总不能突然之间就有了退亲之事。两家好聚好散，也做了这么多年的亲戚了，我寿诞的时候他们还会过来。说会来参加祖母的寿诞，还是以我未婚夫的名头？对，是这么一个说法。你放心，这婚事儿是必然退了的，就算拖延也没用。好吧，那让他来吧。你父亲今天来给我说，还请了京城的名角过来，就是那个叫什么的名角，是旦角，唱得特别好的那个。明仙儿？对，就是明仙儿。喜服班很难请的，太子殿下又喜欢喜服班的一个武生。平时啊，喜服班都在太子府上，很少有接外面的喜庆事儿的。这一次居然接了我们府上的喜事儿，实在是难得的很。影丫头，世子是何意？不好。他敢！祖母，我就是这么一想，应当不会的。不过你寿诞的时候也小心一些。我会的，你放心。许四小姐满意了。许世子说什么我没听懂，只是两家现在既没什么关系了，我跟世子也应当避避嫌。世子有理了。世子是何意？你设计算计了清梦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算计？不是于氏和于清梦一起算计我，于清梦来看好戏的时候，自己被何公子拉入了吗？清梦不是这样的人。是不是这样的人，其实已经跟我没有关系。我只是想告诉永宁侯世子，在算计别人的时候，别把别人看成一盆花、一棵草，别人也是活的，也有自己的喜好。同样，也告诫世子一句，其实我就是没看上你。许墨影，你会后悔的。曲府的太夫人要过生辰了，没往我们府上送帖子？嘿嘿，爷，曲侍郎府上怎么敢往您这送帖子呢？怎么，本王还能吃了他们不成？嘿嘿，自然是不怕王爷吃了他们，可是曲侍郎府上从来没跟您来往过呀，也不敢往王府送帖子。如果王爷想去，奴才可以让曲侍郎给王爷送一张过来。不用，本王想去自然就去了。准备的头面如何了？也想的那一日让刘小姐出面，可是四小姐那天会很忙的。那又如何？如果连这种事情都处理不好，要她何用？要她何用？是，奴才一会儿就通知孩子，让他对四小姐说一声。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！给太子送去，就说是本王送的。是，王爷。多谢王爷，多谢王爷！我居然没死，不但没死，还被云郡王送还给了太子殿下。
这是不是代表我现在就算是云郡王殿下送给太子殿下的礼物了？不错，又是一个春回大地之时。相比起其他地方，这一处的花长得更艳美。太子若是收下了，就留着他的命。是，王爷。太子会喜欢本王送的美人的，本王可是太子的王叔。王叔？很不错。殿下笑得这么开心，这一次倒霉的是谁呀？祖母寿诞之日，云郡王会来府上，而且还会让我假扮一位眼疾的小姐，陪在他身边。小姐，爷是这么说的。这怎么行啊？太夫人生辰，小姐自当跟在太夫人身边，就算稍事休息一会儿，也不便再跟在云郡王身边，这会让人发现的。许东，能不能跟王爷说说这事儿？小姐到时候走不开的。不行，爷说的话向来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从来没有人违背过，违背过的人都死了。许东，你跟我说说那位小姐的事，是辅国将军的女儿吗？小姐猜得不错，正是一品辅国将军府生的刘大小姐。刘大小姐自出生之后一直在边关陪着辅国将军，身手很不错，有时候还会跟着辅国将军出城杀敌。那一次伤了眼睛之后就不再外出了。刘大小姐的眼睛伤了，为什么还要来京城？自然是求皇上指婚。指婚？云郡王和刘大小姐的亲事？这个奴婢实在不知。准备了打扮的东西吗？小姐，都准备好了，用的是帷帽。刘大小姐有了眼伤之后很少出门的，但偶尔出来用的却是帷帽，掩住头脸。刘大小姐的眼睛到底伤得怎么样？请了什么大夫？看得如何了？刘大小姐伤得如何，奴婢也不清楚，但并不是完全看不见，应当和小姐有些相像的吧。既如此，就按你们王爷说的做吧。小姐，那许世子那边怎么办？嬷嬷，你先别急，这事儿你先盯着，到了祖母寿诞那一日，你就盯着许世子，看他靠近谁，或者多注意谁，你再告诉我。你特别注意一下光禄寺卿大女儿段玉香，她的性子和我之前最像。哎呀，小姐，永宁侯世子和于小姐实在是够下贱恶毒的。小姐，太夫人寿诞您送什么？绣品。什么绣品？小姐，您还是换一件吧。不用，就送我上次做的母鹅。我的眼睛终究要好了，祖母寿诞，送其他的我也送不出，唯有这母鹅是一番心意。况且我有眼疾，别人也知道，做的不好才是对的。小姐，的确应当送这母鹅。小姐，您若是不附这个眼纱，必然是最美的。三小姐一直觉得她美得很，但其实哪有小姐美啊？小姐，莫如我们今天就把这眼纱去了，这么美的小姐，也得让那些一直说小姐又丑又瞎的人看看，哪里丑哪里瞎了。小姐的眼疾在太子妃送来的那位先生的看护下，基本上已经好了，为什么还要戴着眼纱？不急，小姐，今天太夫人寿诞，我们上点浓艳的颜色可好？不用上。为什么啊？上点浓艳的颜色看起来会更喜庆一些。刘大小姐必然是要涂的。小姐，有人盯着我们。什么人？一个丫鬟，看着像是三小姐院子里的。雨春先带小姐去后门，那边有人看着，我去把人弄走。小姐，您过去吧，那边有吉海公公等着，他会安排您的。一会儿进府之后，奴婢再找机会来接您。我们先回去，小姐吩咐我们的事情可别忘记了。会不会让人发现？发现又怎么样？只说小姐身子不适，先在园里转了转，然后就回了浅月居。至于她被谁打晕的，今天的宾客这么多，谁知道呢？
也别伤心了，许离鹏不是说会给你找一个暗弱的主母的吗？先度过这个时机，到时候再把人给处理了就是。当个妾室，父亲很生气。再生气又如何？难不成还不当了？听说永宁侯夫人很不好对付，你自己小心一些才是。现在的名声难听一些，过一段时间你成了永宁侯世子夫人，谁还会记得这样的事情？我怕永宁侯夫人不会同意。永宁侯夫人会同意的，只要你生出许离鹏的长子，其他的都好说。况且你的身份又不低，也是官宦之女，如果不是那场意外，谁给他们家做妾啊？永宁侯府毕竟是破落了一些，于清梦居然还上赶着做妾。小姐，景王方才问起您。问我什么？怎么问的？景王请您收下。真漂亮。替我多谢景王，就说我这会儿有课，一会儿没课了就会过去前面看戏。是。把这盒点心送过去，说是我亲手做的。若景王殿下又问我在何处待客，就把这个地方说给景王听。是。表姐，你也快走吧，一会儿景王殿下过来，看到你多有不便。正好我有事要找姑姑，的确也难走了。你也别去找我娘了，我娘现在正忙着，也没有时间招待你。你还是去看看许离鹏那里如何了，别到时候弄出一个母老虎来，哼，那你这辈子都没有什么指望了。好，那我随便走走。啊？什么？你说是谁？是云郡王殿下，已经进门了。快请！哎呀，许大人，本王跟你一起去。见过云郡王。听闻曲大人府上有喜事儿，本王不请自来，想讨杯水酒喝喝，不知是否叨扰曲大人？哎呀，王爷能来，实在是大幸事啊！不知王爷过来，有失远迎，还望王爷恕罪啊！王叔。景王也在，真是难得。那就一起进去向曲大人讨一杯水酒了。是，王叔。这女子是谁？为什么会跟在云郡王的身边？她是谁？京中有哪位小姐敢靠近裴元俊？这世上居然有这么俊美的男子，甚至可以称得上美的比女子更美几分。快去请二老爷过来说话。这不会就是那个煞星吧？他来干什么？抄家灭门？儿子在外面干了什么不好的事情？王叔，这位小姐是辅国将军之女，这次回京整理故居的事务，辅国将军特意让本王照顾一下。眼下这是什么情形？难不成要让父皇给他们赐婚？辅国将军托我带刘小姐出来走走，看看世家大族中有什么出挑的公子。本王想着今日来的人不少，就带着刘小姐过来看看。所以这是要替刘小姐选婿的意思，不是请父皇给他们赐婚。还真是简单粗暴啊，连主人家也不通知，就直接上门来了。看这位小姐还落落大方的样子，果然不愧是在边境军中长大的，看着就大气。辅国将军的女儿，如果娶了她，我的手里就有了兵权，这接下来和太子对上的时候也有了底气。太子娶的虽说是季寒月，可偏偏季寒月要死了，而季永宁也要死了，太子时运不济了。况且我也不亏，这样的一个女子，纵然有眼疾也无碍的。王叔，可有合适的人选了？我上一世可真是蠢，太子对我殷勤不已，不过是因为父亲手中的兵权罢了，就像现在景王一般。
听说我的父亲掌有兵权，景王的态度立时亲和了起来。兵权，又是兵权。我眼下伴着刘大小姐，跟我前世的处境还真的有些相像。这位想干什么？我才不相信他是真的要给这位刘小姐选婿，是想搅乱京中局势。还没选好，先看看吧。本王这次也不急着回去，已经禀报过皇上，打算在京城住上一段时间。呵，刘大将军是1品辅国将军，为国效力，眼下又只有这么一个女儿，王叔一定要找配得上她的青年才俊才是。我看刘大小姐行止之间落落大方，很有刘大将军的风范，将来必然是一位端庄得体的正室。还是再看看吧，景王若是看到好的，也可以提醒一下本王。二老爷，太夫人找您过去，有事儿问您。去告诉母亲，云郡王殿下来了，让于氏多准备一席，单独一席。是，老奴明白。曲大人不必客气，本王稍稍坐坐就走，一会儿皇上还有事情找本王商议。是，下官明白。哎呀，太夫人，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了，人老了，精气神就不足了。影丫头不知道怎么样了，你让人去看过了吗？老奴让人去看过了，说四小姐之前差点晕倒了，这会儿已经在休息，没什么大事儿了。唉，这孩子生来体弱。景王怎么还没过去？景王再不过去，一会儿时间可能就够不上了。去问问三小姐怎么回事。海姑姑过来找人了。对，那边急得不行，让奴婢过来找了。再等一会儿。可那边等不了了，让奴婢快一点。稍稍拖一下，马上好。曲大人，贵府请的戏班子不错，过几日让他们到本王的府里来唱一台戏。王爷，这事下官做不了主啊。他们这班子一直在太子府上的，想不想接，也不是下官说了算的。难不成本王还不如曲大人不成？曲大人一会儿跟他们班主说说，至于成不成的，本王不在意。是，下官一定传话。他就在前面不远处。是的，就在前面。过去看看。大姐跟着一个婆子走了，没听说过曲侍郎府里有谁跟大姐交好。走，我也去看看。二小姐，这里是曲侍郎府，您还是别跟去了。这么无聊，去看看也好。我的这位好大姐可不是什么安分的，母亲让她嫁给我的表哥，看她的意思是不愿意了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一个破落户还能要求什么？二小姐，还是不要了吧。二小姐，你是我的丫鬟还是段玉香的丫鬟？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这样的话，我杖毙了你！早听说这位段二小姐是个凶悍的，现在到了别家府上，居然还不知道收敛。这若是哪家娶了这一位，还真是家宅不宁啊！段大小姐，奴婢现在就去把四小姐身边的雨春叫过来，您自己问她。四小姐这会儿在休息，恐怕不能打扰。好，有劳嬷嬷了。段大小姐可别走开呀！来，你跟我过来。啊，什么事儿？哦，你看到前面那处院子没有？那里是放点心和茶水的地方，你去取一些过来给段大小姐。今天段大小姐上门是客人，若是怠慢了你们小姐，
夫人会斥责我等的。喏，那里不远，过去就是了，很快的。如果真的让我嫁给继母那个侄子，我真的不如死了算了。哟，还哭上了，这真当这里是自家府上啊？二妹怎么过来了？怎么，大姐能来，我就不能来了？这里的环境这么好，而且还背着人。大姐，莫不是来找什么人诉衷情的？二妹，你胡说什么？我是不是胡说？大姐不知道吗？难不成大姐有了大姐夫都不让当妹妹的看看啊？我倒要看看，既然看不上我表哥，眼下看上的又是哪家的破烂货？二妹妹，这是闺中女子该说的话吗？大姐做都做了，我又怎么说不得？段大小姐，我们四小姐请您过去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啊，你们四小姐怎么不请我一起过去？这位小姐，你是谁？我们四小姐为什么一定要请你？你是哪家大人府上的小姐？如此不识礼数。不过是一个眼下的前妻生的丑丫头罢了，还真以为自己是曲府的宝。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憋屈过，居然被个瞎丫头派来的丫鬟给镇住了。方才我就应当追过去，难不成曲墨影还敢对我说不成？跟段玉香一样，不过是一个没用的罢了。救命！救命！是不是有人呼救？我去看看。殿下，我们去看看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了？有人在呼救啊！好。怎么回事？奴婢们也不知道，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位小姐掉到湖里去了，丫鬟大声的叫，奴婢们怕出事儿，也跟着呼救。已经有一位公子去救湖里的小姐了。哎，是段二小姐，是段二小姐，居然是她！二妹妹，你怎么掉湖里去了？这莫不是景王要选这位曲小姐为正妃了？许世子救了人。听到丫鬟呼救的声音，才跳了下去，幸好人没事。许世子，这位就是名声极好的许世子，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让曲墨影不请我，现在好了，他的这个未婚夫就是我的了，真是太好了。幸好我不小心掉下湖去，不然哪里会有这么好的亲事？之前也有上门提亲的，就没有一个比永宁侯世子好的。快把段二小姐和许世子请过去换衣裳，这天气虽然转暖，总是不能太耽误了。不是说段大小姐吗？怎么来了段二小姐？哼，至少这件事上面没有出纰漏。女儿进景王府成为景王妃是肯定的了。景王竟然带着秋燕出现在众人面前，哼，也是认同了这件事的。果然，最近让女儿吊着景王是没错的，以前景王可没这么直白过。这以后谁都知道女儿和景王的事儿了，这事儿就算是10成8了。至于清梦的事情，我也没办法，引得景王和女儿意外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今天这事儿就算是成了。侄女儿再好，毕竟也是侄女，以后我多帮衬着侄女就是了。有女儿这个未来景王妃在里面，段府上这个继妻生的女儿，就算泼辣一些，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。听闻这位自小就在城外庄子里养着，我又怎么可能见？殿下，我们回去吧。这位是曲四小姐，看着眼疾似乎也没怎么重，居然也能看着走路过来。不是说眼睛瞎了吗？之前母亲让人给她看过眼睛，已经好了一些了。不过虽然看着还行，但眼睛还是伤得很厉害，样子看起来，所以眼纱一直附着。刘大小姐那里又是什么情况？莫如明天打发太医去刘府帮着看看。辅国将军为国为民，他唯一的女儿出了这样的事情，
让宫里的太医看看，也是正常。鹰丫头的眼睛什么时候全好？祖母，就要好了，现在再适应一段时日，太阳太大的时候不能直视，很不舒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本就不是良配，原本就要让你父亲上门的，眼下却也是正巧了。是，祖母。鹰丫头的眼睛既然要好了，这以后都会好起来。祖母其实并不担心你，德容颜功你无一缺的，差的就是喜欢清静的环境。祖母，我以后不回庄子里，就陪着祖母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哎呀，这旦角的扮相可真是漂亮啊！听闻这位女旦自身长得也是倾国倾城啊。我也听说过了，听说还难请得很。上一次去请的时候，说什么身体不适，又是太子马上要让他们排一出新戏了什么的。不过是一个戏班子罢了，还真把一个戏班子当什么了。要不要见见这位女旦？好啊，我倒是要看看这位女旦有什么出色的地方。听说叫什么明仙儿，是吧？骆大夫人，能不能让这个旦角明仙儿过来呀？她唱得很好，正巧啊，我们这里想赏她一下。见过诸位夫人、小姐。你就是明仙儿？正是。哟，听闻明仙儿是喜福班的台柱子了，喜福班又不愿意多接戏，不知道贵班子是拿什么养活自家班子里的人的？喜福班也接戏的，只是太子殿下有时候会让班子里的人排戏，少了外面接戏的时间。太子妃身体不适，太子殿下极爱重太子妃娘娘，又哪有那么多的时间一直让你们排戏？唉，太子妃的身体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以前看到太子妃的时候，她的身体一向是不错的。可不是，太子妃怎么一下子就病了？而且还听说病得很重。季大小姐也进东宫去了？不是季大小姐，现在是季侧妃。季侧妃啊，可真是去的好时候啊。明仙儿，你也在东宫，可知太子妃的身体如何了？奴只是暂居在东宫边上，并不知东宫之事。你没见过太子殿下？只远远的见过殿下。啊，太子妃病重的时候，居然还让这个明仙儿去排什么戏？可见太子对明仙儿的爱重啊。这反过来也说明，太子对太子妃其实不怎么上心的吧？听闻太子妃病重，太子自己也跟着疾病了，莫不是都是假的？都是太子沽名钓誉的说法？哼，太子果然不如传闻中的实诚，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说的就是眼下这位东宫太子殿下吧？来人，赏。听闻一会儿还有一场戏，却不是明仙儿的，不知道能不能再唱一场？许多夫人都觉得听不过瘾。是，眼下我什么也不是，当然不能明面上拒了这些夫人们。等以后也得让这些高高在上的夫人们跪在我面前。明老板，请等一下。何事？明老板，请。我们小姐有话问你。你们小姐是？明老板，请。见过曲四小姐。你可见过我表姐？曲四小姐的表姐可是太子妃。太子妃的身体很不好，恐怕时日不多了。张嘴！是曲四小姐，你这是何意？一个戏子，
一个戏子居然敢咒我表姐，你觉得是何意？曲四小姐可知道我是太子府的人？是太子府的人还是太子的人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曲四小姐既然知道我是太子的人，也敢伸手。你既然承认，那就好，随我去见祖母，你对祖母也说说你方才的话。曲四小姐，你是不是傻呀？我为什么要对太夫人说这样的话？这里又没有其他人，曲四小姐说什么也不会有人信。倒是太子殿下知道曲四小姐逼迫于我，必然不会放过曲四小姐的。掌嘴！想闹？太子妃身体不适，太子殿下把你养在府里已是不合规矩，我借着表姐的名头把你赶出府又如何？说起来，你不过就是一个戏子罢了，骄横的还以为你是未来的太子妃不成？我若是你，就得想想这以后东宫的主人不管是谁都不会容得下你。太子是真心喜欢你吗？我听闻太子妃才是太子所爱，这所爱的落得如此下场，你呢？若是能想通，可以来找我，我想知道表姐的病情。若是想不通，好日子也不过1年罢了。去叫个戏班子的人过来，把明仙儿带走。是，小姐。宁老板，宁老板，我在这里。宁老板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是一个丫鬟说看到你在这里，好像还跟人起了争执。所以说，这位曲四小姐还真不怕我闹大事情。没事，我们走吧。这事情过去没几天，曲府就跟永宁侯府退了亲，另外和段府结上了亲。于清梦一袭小轿被抬进了永宁侯府，成了许离鹏的一个妾室。祖母要去大悲寺吃斋。对，就是去吃斋，顺便也散散心。散什么心？又不是心情不好，就是天色好啊，去赏赏景儿。是媳妇说错了。尹丫头啊，这次太夫人带着你和燕丫头去，2个人住个几天赏赏景。大悲寺后面的桃林很有名的，一切但凭祖母吩咐。尹丫头啊，那你先去整理一下衣物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。四妹妹，想让四妹妹帮帮忙。我的行李太多了，想准备的也太多了，如果一起拿去，怕祖母会说我。能不能麻烦四妹妹替我拿一个小包裹？就一个小的包裹，1件穿的衣裳，四妹妹可好？三姐的衣裳若是放在我这里，被祖母知道，我也会被责罚的。这真的只是1件衣裳，并不是什么大事。你不说，我不说，祖母不会知道的。如果祖母问起来，你只说是你的就是了。三姐，请回吧，有东西让祖母带就是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个样子啊？不过是带1件衣裳而已嘛。真是给脸不要脸！如果不是母亲让我压制着脾气，我眼下哪里会把曲墨影放在眼中？怎么了？那瞎丫头不同意？是，居然敢拒绝我！这个贱丫头，还真是把自己当回事了，连亲都被退了，还有脸？照我说啊，就得按照父亲说的，让这个丫头去家庙守着，从此之后青灯古佛，再也不要出来丢人现眼。母亲，这个贱丫头有什么难对付的，还要让我拉下脸去求她，也不看看她配不配。她若是不愿意，也不是没办法的。大房那2个这次不是也要去吗？让曲彩月拿给她就是了。对，让她。4个人2辆车，曲墨影有什么资格跟你同车？跟个庶女骑着最合适。一个下贱胚子，还真以为是这府里真正的小姐不成？祖母会不会不同意啊？你放心吧，你祖母不同意也不行。
见过二夫人。祖母怎么了？太夫人身体不适，昨天晚上惹了些风寒。那今天不去了？啊，也不是很厉害。你祖母正在起，方才传话让我们等着，一会儿还是要去的。太夫人，要不要叫四小姐过来？不用了，我病了，也别把病气传给她。是，那老奴去安排。二夫人，太夫人身体不适，就不让其他小姐过来了。2辆马车正巧4位小姐。五嬷嬷放心，我会去安排的。你先上去侍候太夫人吧。四妹妹，有去看过大悲寺的桃灵吗？没有。那可真是可惜了。祖母病了。祖母这是老毛病呢，不爱的，休息几天就好了。祖母这是什么老毛病？就是身体不好，偶尔会犯的老毛病，说不得是什么，好像是说心悸不能急，不能上火，不能动怒生气。可能祖母是因为你的事情生气了，好生生的亲事就这么没了，这以后上哪里去找这么好的亲事啊？二小姐，我们小姐累了，想休息会儿。啊，你这丫头怎么说话的？我跟你们四小姐是姐妹，一路上说说话怎么了？二姐若是想说，可去前面的车子。四妹妹，你这个丫鬟可厉害了，竟然敢管主子的闲事儿。护主心切。五妹妹的包裹挺大的，放了什么东西？可否容我看看？二小姐，您把我们小姐的包裹弄散干什么？二姐有事。四妹妹，我就看看你有什么东西，如果缺什么我还可以帮你补上，怎么到你这里好心就没有好报了？就你这样的还有什么好东西啊？多谢二姐的好意，我不缺什么。怎么会不缺？就这么点衣裳，听说我们这次住的时间不少，而且祖母现在还病了，上山之后必然会多休养一段时间，你这几件衣裳怎么够啊？正巧我多带了几件，就好心送给你一件吧。方才我就是想看看四妹妹的包裹里衣服够不够，如果有做不到的地方，还请四妹妹原谅。多谢二姐。发现了什么吗？没发现什么，就只是一件普通的衣服，就像是小姐穿的那种。比我的衣裳好，差异在什么地方？你可看清楚了。料子似乎比小姐的几件好一些，但并不明显。颜色比小姐习惯用的鲜艳一些。哦，还有针脚和绣纹，这样的针脚和绣纹，不像是我们府里的针线坊做出来的。何以见得？府里的针脚和绣纹，奴婢是见过的，不只是小姐，还有三小姐的，都没有绣的那么精致的，倒像是奴婢以前见到过的华医院的衣裳的绣纹和针脚。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们也有些衣裳就是那边制的。所以说这衣裳是华医院的，看这样子还是时下的新的款式。曲彩月往我包裹里塞干什么？就算是他，恐怕也难得有这么一件吧，怎么就自己不留着，一定要塞给我？若说这里面没猫腻，还真的不可能。或者说于是和曲秋燕想干什么？小姐，不管那边想干什么，这衣裳是还给了曲儿小姐。奴婢方才看了，她那个大包裹里面大大小小的包裹不少，这一时半会儿的必然不会发现。他们去哪儿了？二小姐说看到一个好的，拉着大小姐出去看了，三小姐也跟着走了，往那边过去了。过去了没多久就不见了人影，不知道是挤到哪里去了。要不要奴婢去找找？你这位小姐莫不是曲侍郎府的四小姐？不用理他们，我们看自己的就好。小姐，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娘娘，您看这里的风筝真漂亮，您要不要挑几件？哎呀，对呀，对呀，娘娘，您选几件，一会儿奴婢们呢去放。拿过来给我们娘娘看看。我们小姐先拿到的。我们娘娘要看看，还不拿过来？这个风筝不错，我们娘娘要了。这是我们小姐先看中的。
我们娘娘看中也是你们的福气，难不成你还敢从我们娘娘手里要不成？你这位小姐莫不是曲侍郎府的4小姐？正是。原来还真是的，还以为是我想错了。你是太子妃的表妹，我是太子妃的堂姐。我以前听太子妃说起过你，听说你一直住在庄子里，如今倒是好了，居然回了京。你表姐知道一定会高兴的。从太子妃那里说起，我们2个也是亲戚，如果你不嫌弃的话，可以叫我一声表姐的。见过侧妃娘娘。哼，果然是养在庄子里的，看这样子连点礼数也没有。表妹，你也是来大悲寺进香的？几个人来的？和祖母、姐姐们一起来的。表姐也住在那里，如果有时间啊，就过来玩。我这会儿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季寒月死就死了，死了也不让我安生。太子还让我来大悲寺念往生经，我巴不得季寒月死了就永不超生才好，念什么往生经？原本我还在想着怎么靠近季悠然，没想到季悠然自己撞上门来了，那可正好。哎呦呦呦，这位小娘子看起来是在等人呢，却不知道是在等谁呢？必然是私会情郎，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情郎，这个时候还没有过来。小娘子长得不错，就是一个瞎子，不好，实在不好。瞎子怕什么？长得还算可以就行了。放肆！哪里来的人，居然敢当街调戏良家妇女？曲四小姐，有礼了。你是？方才这位姑娘和曲四小姐说话的时候，我正巧听了，也因此知道了曲四小姐的身份。曲四小姐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有什么事吗？能否借一步？是永宁侯府的一些事情，在下跟永宁侯世子，连永宁侯府的话题也不能引起他的注意，害得于小姐不得不为妾，还害得许离鹏竟然是以这样的结果收场，娶了那么一个母夜叉。亏，实在是亏呀，看着就不是一个好的。我好心好意跟他说事，而且方才还救了他一次，没得到他的感激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把我这么一个救命恩人给落下了。怎么才一个人回来了？其他几个人呢？跟大姐他们失散了，看着时间不早，就先回来了。失散了就失散了，下次祖母带着你去。好，还是祖母带着我去的好，有祖母在，我也不会失散了。我不是这里面另有悬疑，你3位姐姐全不见了，怎么不见的？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不见了。在一个摊位上看风筝，看得好好的，大家说一起要买的，等我挑好了转过头，就一起不见了。祖母不碍事的，可能是几个姐姐正巧有事，不过也幸好我还记得回来的路。有什么事儿不能跟你说一声就走？大孙女看着是个稳重的，没想到居然也这么不靠谱，把小孙女扔在一边，自己跑哪里去都不知道。太夫人、大小姐、二小姐、三小姐都回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四妹妹，原来你已经回来了，怎么也不跟我们说一声，害得我们找了这么久。你们找我？对啊，一个转身，我们去对面的糖果摊位买点糖果，回来你就不见了。你怎么能走开呢？这让我们怎么找啊？幸好看到一位公子说你似乎往山门的方向走了，不然啊，我们得找到什么时候？3位姐姐去了对面的摊位吗？可我记得对面不是什么糖果摊位，而且我之前也找过，没看到3位姐姐去了对面。新丫头，你们去了哪里？
祖母，我们真的就在糖果子处。吴嬷嬷把二小姐带下去，让她去院子里跪着。秦丫头，说吧。祖母，我们是真的要去买点糖，就是离风筝摊位远了点，没想到四妹妹会离开。四妹妹，方才的确是我不对，没想到四妹妹第一次出来，人生地不熟的，会慌。谁提议的？祖母，不是谁提议的，大家就说起了这里的糖，说比府里的还好吃，然后就一起过去了。严丫头，你来说。好像我也不太清楚，就是大家都这么说的。真的不知道是谁的错？祖母，我真的是不知道，当时大家都在说，想不起来是谁说的，可能是我，也可能是大姐。祖母，以后再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了，以后一定会护着四妹妹。若是祖母想罚，就罚我吧，我最大，带着妹妹们出去，却让四妹妹失散了。小姐，之前我们遇到的那位年轻的公子，方才居然遇到了奴婢。什么地方？一而再，很巧。就是方才，奴婢方才从吴嬷嬷处出来的时候，看到那边有人，奴婢看着就是那位公子，身边只跟了一个小厮，看着很是鬼祟。你看到他的位置是在我们这里，还是在另一边？在我们这边，远远的看着这边，不知道这会儿过来没有。小姐，要不要奴婢去看看，再问清楚，他跟着我们过来是什么意思？不用去，你若去了，必然会让人认为是我让你去的。那眼下怎么办呀？任他这么看着吗？先等等再说，这事儿现在还落不到我头上。一应事情算计得这么周详，于是有这么大的本事不成？你认识方才这位娘娘吗？奴婢没见过，但听说过。听说她跟太子妃是堂姐妹，跟太子也是相熟的很。这一次借着太子妃病重的事情进到东宫，恐怕也不只是为了照顾太子妃。可以见得。小姐，这些所谓的照顾生病的姐姐的事情，奴才觉得都不是真的。听说太子妃娘娘变得很重，这时候的确需要有人照顾，但身边那么多人，难道照顾不过来？还偏偏要一个堂姐进府去照顾，看这位侧妃娘娘的样子，也不像是真心会照顾人的，否则这个时候哪里还会跑这么远？你觉得她到大悲寺来干什么？奴婢觉得，必然是借着给太子妃祈福什么的由头，上山来游玩来了。所以太子也会来？应当会来的吧，否则这位侧妃娘娘也不敢出来。再怎么着，她也是以照顾太子妃娘娘的身份进东宫的。听说当时的何贵妃以前也是为了照顾生病的元后才进的宫的，后来元后没了，何贵妃倒是生下了景王。你去门口看着，一会儿如果有人闹过来，就把他们带过来。大姐，到我那里坐坐吧，我带来了一些好的茶过来。祖母说她年纪大了，不喜欢喝这些，正好我们可以喝啊。我不用了，我有些累。我有些累，方才的确是我不好，没看住四妹妹，惹出这些事来，让祖母不高兴。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她自己长了脚的，又不是一个小孩子，祖母实在是太偏心了。大姐，一起过来坐坐吧。等晚上的时候吧，我先回去休息一会儿过来找你们。大姐，等晚上得什么时候啊？往年都是祖母带着我们3个一起过来的，这次多了一个，幸好她走了，也不是我们不让她去，就算祖母一会儿问起来，也不是我们的错。大姐，就放心吧，这事儿怨不到你头上。这总不太好吧？四妹妹第一次跟着祖母上山，大姐是不愿意和我们一起了。既然如此，二姐姐，我们走吧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有些头疼。小姐，您先去休息。
奴婢一会儿找吴嬷嬷要一些药。之前看吴嬷嬷带了一些药才上来。你是哪家府上的丫鬟？来干什么？我走错了，走错地方了。抓住他！你们放开我！我就是走错地方了。我以为这是我们公子的院子。方才你明明说是三小姐让你过来的，去请三小姐过来。三小姐，这丫头说是您派来的，您看看认不认识？吴嬷嬷，我身边的丫鬟带来的就那么几个，都是吴嬷嬷认识的。眼前这个我不知道是谁。你说是我们三小姐派你来的？我不认识你们三小姐，我是我们三小姐，不是你们家的三小姐。方才你说的是你们公子，怎么一会儿又变成了你们三小姐了？说说，你到底是哪家府上的？如果说的不对，就直接送官查办吧。禀曲太夫人，奴婢是来找你们府上的四小姐的，并不是有意冒犯你，以为这是四小姐的院子，才进来的，没想到走错了院子，还请太夫人原谅。你知道我们是曲府的？说吧，你是哪家府上的？居然盯上了我们府上！太夫人，奴婢是我们二公子的丫鬟，我们二公子有事想问曲四小姐。你们二公子是哪一位？就是凤阳伯府的二公子。那个名声不太好，专门勾搭世家千金的秦二公子。祖母，他这是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他看上了四妹妹？胡说什么？你四妹妹都没见过外男。我们二公子跟曲四小姐情投意合，方才还送了礼物给曲四小姐，就在集市上，曲四小姐还收了我们二公子的礼物。不只是我们二公子有意，曲四小姐也是的。太夫人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曲四小姐那里找我们公子的礼物，那里面还有我们公子的一枚信物。是什么东西？集市上就是方才了。是什么东西啊？是我们公子送给曲四小姐的一件衣裳，还有一对耳坠。真是岂有此理！祖母，我现在就去找四妹，让她把这个东西还给严二公子。这怎么？哎呀，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走，我们去看看。三妹妹，你等等我，先别过去，就算严二公子和四妹妹与人有私，你这个时候再拿回去也没什么用啊。二姐姐，你胡说什么？就算是四妹妹收了别的男子送的衣裳和耳坠，也可能是一个误会啊。是我弄错了，是我说错了。四妹妹，我们有事找你，进去说话可好？三姐姐，你有什么话就在这里说吧，我事无不可对人言，若是进去说了，怕是会让人觉得心虚的。四妹妹，你怎么可以收人东西啊？而且还是一个别的人的。二姐姐，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话。你不知羞耻！四妹能自证清白是最好的。二姐，你说说看，我有什么地方不知羞耻，让你跟三姐姐怒冲冲的来找我了？四妹妹，可敢让二姐姐查查看，你带来的东西里有什么东西是不属于你的吗？好，那就请二姐姐进去看吧，三姐姐和我一起等在门外，可好？正当如此，四妹能自证清白是最好的了。去看看二姐姐找到没有？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有证据吗？二小姐，三小姐和四小姐让你出去，二小姐今天是来闹事儿的吧？是故意来翻我们小姐的衣饰的，还是想从我们小姐这里拿些什么回去？
放肆！原本好好的衣裳包裹，怎么不见了？二小姐，请吧。太夫人就要来了，若是知道二小姐在里面翻看我们小姐的包裹，而且还一无所获的话，太夫人，您别急，您别急呀。祖母，我没事，您放心，不是我。祖母，我让人在院门处说，就是证明自己的清白。影丫头，跟你没关系。祖母放心，我才回京没几天，哪里有见过什么外男。二姐姐，可有找到什么东西？你胡说什么？我有没有胡说，二姐姐最是清楚。方才什么证据也没的时候，二姐姐就在外面大声的嚷嚷，说我跟男人有私，听说要找证据，立时跑进去翻。我里面的东西应当被翻了个底朝天了吧？二姐可看到什么？我就随便看看。原本以为是天衣无缝的事情，眼底下居然没了证据。随便看看？二姐姐若不心虚，可敢让吴嬷嬷去你那里随便看看？有什么不敢的？吴嬷嬷若是想去看，就去看吧。吴嬷嬷，你带着雨东去看看可好？也免得二姐找个莫须有的事情强按在我头上。你去看看吧。这个包裹还是我放进曲墨影的包裹里的，眼下这个时候怎么会在我这里啊？说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？我不知道，祖母，我不知道这是哪儿来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怎么可能这样？这衣裳难道不应当在曲墨影的包裹里吗？这是华医院的衣裳吧？我不记得你最近有什么衣裳是从华医院买的，府里给你们配置的衣裳里也没有华医院的，那就是你自己买的。祖母，是我自己的。这耳坠呢？这我不知道是哪儿来的。之前我跟四妹妹坐同一辆马车，四妹妹是四妹妹。你胡说什么？祖母，真的是四妹妹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四妹妹什么时候塞进我衣裳的包裹里来的。二姐，你说这耳坠是我的？自然是四妹妹的，我自己没有这样的耳坠。今天回来，也就是把包裹和四妹妹的混在一起，必然是四妹妹的耳坠掉入到我的包裹里的。据说花医院的新衣裳上市的时候，售出的衣裳都是有记录的。看这衣裳款式很新，应当是今年的新款了，查一下就知道是谁买的。至于说这耳坠，我就更不知道了。我在庄子里的事情，庄头应当都知道，连许世子都没见过，更别提其他的外男。回到府里这几天也没见过外男。祖母，查一下这衣裳和耳坠的由来吧，相信都是有标志的东西，很好查的。去把严二公子请过来。见过曲太夫人。严二公子，正是。不知道太夫人找在下可有什么事情？你就是严二公子是吧？这些东西是严二公子的吗？的确是我的。严二公子把这些东西送给二姐干什么？什么时候送的？二姐往日都不出府门，严二公子哪里能送到二姐的手中？曲四小姐说什么？严二公子，我们以前见过。就今天见过。那多谢今天严二公子集市上升了元赏。曲四小姐客气了，举手之劳罢了。即便是严二公子与我有恩，但我还是要问一声，你什么时候给二姐送的礼？曲府向来查得很严实，怎么可能让二公子早早送礼给了二姐？什么叫我送给曲彩月的？分明就是要送到曲墨影的手中，难不成这事办砸了？这事儿我真的不知道，可能是下人误会了。误会了是什么意思？这衣裳和耳坠的确是我的，可我也没有让人送给贵府的二小姐呀，就是送给了其他的小姐，下人送错了。送给其他小姐了？不知道是哪家的？为什么贵府的下人到祖母的院子，说是找我的？严二公子，说说吧。
这事儿太夫人还真不好说呀。原本跟人约好了的，也让人送了东西过来，说是住进了这里，就特意过来看看。后来又说是曲府的，分明和之前的不一样，就让小丫鬟随意的打了一位小姐的名号进来看看，是不是弄错了。没想到居然用到了曲四小姐的名号，实在是抱歉啊。至于这些礼物具体要送给谁，还请太夫人明鉴。我真的不能坏了人家小姐的名声啊。既然是严二公子送错了礼，还请严二公子带回去。这以后也请严二公子离二丫头远一些。是，一定。还不跪下！祖母，我不知道哪里错了，惹得祖母动怒。好啊，好一个姐妹情深，于是真是教的好女儿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什么都不知道？是不是觉得这事儿跟你没什么关系？府里上上下下主事儿的是你娘，如果还有谁可以把医生偷偷送进来，除了你娘还有谁？祖母，这事儿真的跟母亲没有关系的。二姐姐是东府的人，有什么事情也是大伯母在看着，母亲什么也不知道的呀。祖母，二姐姐自己行为不检点，这难道也要怪我娘和我吗？彩月向来跟着你，对你也是言听计从，什么事情都以你为意。你大伯母平日里虽然也管事儿，但是绝不可能放任她如此。她的名声坏了，你大姐的名声就能好吗？往深里说，同为曲氏女，你的名声就很好吗？二姐姐是东府的，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啊？祖母，二姐姐一直在东府，虽然每次过来的时候都会跟我一起，但我二姐又不会跟我说什么，毕竟她跟大姐才是亲姐妹。今天的事情，她在东府发生的，我在西府，又怎么会知道啊？祖母觉得二姐会跟我说吗？我更没有想到二姐姐会把事情推到四妹的身上。难道我错怪你和你娘了吗？祖母，我娘对二姐也一向很好的。你娘对二丫头这么好？祖母若是不信，就去问问二姐姐，问问她，我母亲是不是对她特别的好。莫不是这事儿曲秋燕真的不知道？是于氏帮着曲秋月牵的线儿，但又瞒着曲秋燕的？起来说话，秋燕，不管你母亲是怎么想的，你跟影丫头是亲姐妹，是最亲的姐妹，以后两个人相互扶持才是，绝不能让人看了笑话去。影丫头不好了，你也没什么好名声可以得。不要跟你母亲那么短视，连个女孩子都容不下。是，祖母，我一定会对她好的。祖母，那我先去看看四妹妹。去吧，姐妹原本就要相和一些。记住，四丫头是你的亲妹妹，若论起身份，她才是你父亲的嫡长女。是，祖母。我成为景王妃的时候，就是踩这个老东西脸的时候。太夫人，要不要画一颗药丸呢？不用，原本就不多，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。小姐出去了，去哪儿了？小姐就去外面随便走走，散散心。什么时候走的？就是方才回来的时候，小姐走到院门口没进门就离开的。去哪个方向了？奴婢也没看清楚。
没用的贱丫头，去找严二公子。小姐，怎么，不行？夫人吩咐过的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您都不能直接插手，特别是和严二公子那边，若是让人看到您跟严二公子有联系，靖王殿下那里可能就难解释了。传消息给母亲，跟她说失败了，这事儿落到了曲彩月那个没用的蠢货身上，让他再想想办法联系于清梦。是，奴婢一会儿就找人去传信。你们王爷去了哪里？是景王殿下有事请我们爷过去了。嘿嘿嘿。景王，他怎么也在这里？是来找我们王爷打听您的事情的。找刘大小姐的。对，找的是刘大小姐。说是啊，上门数次，都以刘大小姐不便见人为由拒了。王爷是想让刘大小姐见见景王。也是这个意思。姬公公，刘大小姐会不会进京？四小姐放心，刘大小姐暂时不会进京的，只是景王不同。王爷的意思是想四小姐稍稍对景王好一些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既然明白了，那小姐请进去换一套衣裳啊，免得一会儿让人发现您之前的衣裳穿的跟刘大小姐的一样啊。小姐，请跟奴婢来。四小姐，这是春秀，以后啊就是您的丫鬟了，会帮您处理您不在时的一切事务。小姐，我们爷回来了，请您过去呢。不错，这样不错。现在就去吗？不急，裴玉胜方才离开，总得有一会儿再去找你。四小姐是个聪明人，应当明白接下来如何说吧。我知道。你很聪明，而且还让本王觉得似乎不像是一个被遗弃在庄子里的可怜女孩子，倒像是那些大的世家用尽心力教养出来的顶级世家千金，而且还是将门之女。你就不怕被裴玉胜发现，从此之后连立足之地都没了？裴玉胜可不简单呢。还有王爷在。本王有时候也会去边境，到时候可就没人能帮你了。若裴玉胜执意要见，又如何？王爷去边境，刘大小姐必然会相随，不会独自一人留在京中。不错，的确是个聪明的，你很好，很符合本王的意愿。多谢王爷。姬海，带着刘大小姐过去吧。王爷，加急800里送过来的。都不错。打过来了？是的，听说王爷不在，对面就打过来了，问王爷的意思。既然打过来了，杀过去就行了。杀1000个不行，就杀1万个，看看他们还有几个人能杀。那王爷要不要回去？回去？回去干什么？本王现在不急着回去，或者不回去了。什么？王爷不回去了？怎么？你要劝本王回去？不啊！怎么会呢？王爷能这么想是最好的了，是属下们的福气。哎呀，这曲四小姐可真是王爷的福星啊！这确定是刘小姐在里面？是的，看到刘小姐进去了，说今天晚上要在这里一晚，为刘大将军祈福。进去看看。小姐，这是为令尊祈福。父亲在沙场之上，难免刀兵相见，我在这里祈福，希望他以后可以好。刘小姐真是孝顺呢，辅国将军
一定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。多谢殿下吉言。原本就应当是，辅国将军为国多年，一直镇守在边境，到如今一直威名远扬。刘小姐当以辅国将军自豪才是。大丈夫当出生入死，投笔从戎。若本王不是王爷，也会去往边境。厚爱啊，只有去过边境，才是真男儿，有血性的大丈夫。本王实在是暗弱了一些呀。王爷实在是过谦了，王爷已经是很好的了。比起辅国将军，实在是不如。本王对辅国将军很是敬仰，只是辅国将军一直不在京中。这次听闻刘小姐来京，本王实在激动，难免想见见刘小姐，希望刘小姐说一说辅国将军的一些事情。我代父亲多谢王爷的厚爱。啊，刘小姐客气了，辅国将军是我平日里最尊敬的人，只是可惜啊，本王不能去边境，辅国将军又不回京，错失了本王见见辅国将军的心思啊。多谢王爷，父亲会回京的。什么时候？不清楚，只是父亲说会回的。那可真是太好了。若刘小姐什么时候得到辅国将军回京的消息，就先通知本王，可好？本王想到城外的10里长堤，去迎接辅国将军。好，自当奉告。如果我娶了这位刘小姐为正妃，她又有眼疾，自身条件不足，我也无需向辅国将军保证多少时间不纳侧妃之类的话。正妃进门，不久之后，侧妃也可以进门。景王殿下，终于找到您了。什么事？是我们王爷有事儿，想请您过去商议。现在？对，就是现在。听说是边境的事情。我们走。王爷深夜到此，可有何等急事？王爷找我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吗？你胆子还真大。怕了有用吗？没用。那既然没用，那又何须怕？王爷若想杀我，也不需要大半夜的过来，只需让雨东动手，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把事情推到景王的头上。你觉得本王应当这么想？王爷不应当这么想吗？说说理由。我以前以刘大小姐的样子见过景王，但如果王爷说景王见的是我，也是有证据的吧？这个时候我出了事情，景王难逃干系，落在了王爷手中的景王，还不是王爷说了算的。你在害怕呀？莫影只是一个弱女子，若王爷真的这么想，我也无话可说。王爷，这种时候，我难道不应当怕吗？王爷，即便是在灯下，也请王爷保持风度。你很不错。多谢王爷夸奖。真的很不错。你应当生在将门，而不是娶之朕那个软货。幸好不是。大姐，我们去桃林看看吧。听说大悲寺的桃花最为有名了。大姐，那是景玉县君吗？好像是的。三妹，我们还是到前面的亭子里去休息吧，这里已经有人了。有人怕什么？我们也可以过去的。走吧，前面景致更好。哦，表姐，你看什么？看到一些脏东西，不喜欢。既然是脏东西，就不要看了。我们还是去摘些桃花吧。三妹妹，不管你以后如何，眼下他就是景玉县君，这身份比我们高了许多。可是凭什么呀？就算父亲是他父亲的手下，他也不能这么对我啊。三姐，你先忍一忍，这以后还不都是你的？等你以后，就算是他见了你，也得行礼。到时候你也可以晾着他，让他难堪的。所以说，方才刘景玉看到我的目光这么冰冷，是因为和曲秋燕有过节，所以迁怒了。
所以这是情敌见面了。看起来景王的这个奇人之福不一定能够享受得到，正式、侧室都还没有进门，就已经开撕了。我忍不下来，上次那么多人，他居然把水泼到我的身上，还说是不小心的。那么大一个人，他看不到吗？而且之前他还一直冷落我，故意说起曲墨影的事情。如果不是这个瞎丫头，我怎会让人奚落？我才是景王喜欢的女子，才是景王的心上人。这刘景玉算什么？一个用外祖父的功劳讨过来的县君而已。若我以后成为了景王妃，他算什么？三妹妹，那边，快看那边！三妹妹，我们走，那边我们不能过去。为什么不能过去？景王在那里呢。三妹妹，你快看，景王看到我们了。曲三小姐，听闻那一日你去曲府，就是因为他。既如此，去请他们过来吧。让王叔见笑了，这是母妃为本王选的侧室人选。是侧妃还是庶妃？曲侍郎的官职虽然小了一点，但看得出你还是满意的。刘府不会说什么吧？刘府能说什么事情啊？本王正妃入门，就让侧妃进门，也是常理。那是最好了。本王是怕你的这位心上人认不清楚自己的身份。一个妾室生的庶女，虽然成了嫡女，你父皇也不说什么。曲三小姐的生母现在是曲二夫人，曲侍郎的正妻。面子上是这么说的，但还是不能掩盖生母失德。以世家小姐的身份和已婚男子有了私情，后来不得已当了妾。听闻这位夫人进门的时候，就已经诛她案结了，而当时怀着的，就是这位曲三小姐吧？太子应当很喜欢挖这种事情吧？见过景王殿下。曲三小姐客气了。见过云郡王殿下。见过云郡王殿下。见过两位王爷。见过殿下。哼，曲侍郎府的三小姐果然不同寻常。往日看着曲秋燕，也算是能进大场面的人，眼下只是跟王叔一个照片，就丢这么大的丑。你们在这里玩赏吧，本王还有要事要走了。本王不耐烦跟胆小的女子打交道，倒是曲四小姐可以送送本王。正巧本王想问问你母亲当年的事情。这里是紫桃林。哼，这里如何？紫色的桃花不同于一般的桃花，极美。王爷的紫色桃花是哪里来的？外族的品种不太好养活，当用人血灌溉，幸好养在本王这儿，不算什么。王爷说笑了。本王没说笑。你没听说过本王身边都是冤魂，无边无际，死在本王手上的人，挫骨扬灰不说，连魂魄都逃不脱。哼！王爷，这世上鬼魂并不可怕，可怕的从来就是人心。王爷，人心才是最可怕的。说得不错，本王就把这株桃花赐予你了。别的，多谢王爷。四妹妹会不会有事啊？跟我们有什么相关的？是他自己愿意走的。就算是祖母问起来，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。王爷，曲三小姐还是先下去吧，这时就只有本王在，若让人看到，好说不好听。殿下。曲三小姐，请吧。曲三小姐，您请，奴才带您下去。臣女告退。三妹妹，可能今天因为亭子高了一些，景王殿下怕人看到对你不好，所以才让你先走的。大姐，真的是这样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你想想，当日是在府里看到的人都是交好的宾客，不会说什么难听的话，但眼下不同，这里有许多人，就像景玉县君那样的小姐也在。景王是我的，
刘景玉长得没有我好看，就算出身好一些有什么用？我也不差的呀。曲墨影那个没用的瞎子的表姐都能够当太子妃，我当个景王妃怎么了？你们先去走走吧，我一个人静静。三妹妹，我陪着你，你一个人走着我不放心。不要你假好心。那三妹妹小心一些，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和大姐。我也想一个人走走。正巧我听说这寺里有紫色的桃花，却从来没有找到过，不如我去找找看。嫡女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以后嫁一个好的，看他们这些嫡女还怎么在我面前显摆。曲三小姐，言二公子，言二公子找我有什么事情吗？昨天的事情。昨天的事情，是说言二公子跟二姐姐的事吗？祖母现在很生气，还请言二公子以后切莫再如此了。若是真的看中了我二姐，就上门提亲啊，别做这种私相授受的事情，大家都没体面的。这意思是他一无所知了，昨天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。曲三小姐若是这么说，那我无话可说，就先告辞了。曲秋燕既然是这样的一个人品，那余清梦呢？甚至我一向相信的最无辜的好友呢？言二公子请等一下。曲三小姐什么也不知道，又说什么？言二公子的事情我其实是知道一点点的，但是现在却不明白了，言二公子到底是钟情于我二姐还是四妹？曲三小姐觉得是谁就是谁。我觉得是四妹妹，毕竟四妹妹是父亲的嫡女，二姐姐却是伯父的庶女。况且四妹妹虽然是在庄子上长大的，但除了眼睛，其他的什么都不差，长得也比二姐姐好。曲四小姐真的有这么好？永宁侯世子会退亲吗？那是许世子错过了，四妹妹的好，许世子会后悔的。或许眼下世子就已经后悔了。祖母最疼爱四妹妹了，我们府里几个加起来都没有四妹妹一个人得宠。许世子的事情嘛，怎么说？那天的事情其实也真是巧，怎么就那么巧呢？而且四妹妹当时也在场的。三小姐的意思是说，这事是曲四小姐设计的，她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这个真不清楚，可能是四妹妹也看不上许世子吧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不过言二公子若是看上四妹妹，就先要得到她的心。母亲怎么说？小姐，夫人说这事儿您别插手。于小姐今天也过来大悲寺了。于清梦也来了？她来干什么？眼下是个好机会，二夫人就让于小姐过来了。有什么事儿也可以让于小姐直接出面。夫人的意思是，您绝对不可以自己出手。表姐是一个人来的，还是跟许世子一起来的？自然是一起来的。于小姐现在是永宁侯府的人，又和永宁侯世子向来颇有情谊，即便眼下只是一个妾室也没关系。以后小姐的地位高了，永宁侯府也会看在小姐的份上拉于小姐一把。到时候于小姐成了世子夫人，又可以相助小姐。回去告诉母亲，我知道怎么做了，也不会轻举妄动的。要说现在最讨厌曲墨影的，不应当是我的好表姐吗？想以雷霆万击要了曲墨影的命，看起来是做不到了。那就细水慢流吧。来人，给四妹妹送几枝珠花过去。小姐，怎么？四妹妹没有什么饰品带，我这个当姐姐的送几枝珠花怎么了？
小姐不是最喜欢这几只珠花吗？只是几只珠花而已，她喜欢，全拿去又如何？若我想要，殿下难道还不给我？小姐对四小姐真是太好了。我们是姐妹，当然要合一起。你赶紧送去吧，一会儿表姐来了，你也把她带过来。我们姐妹有几天不见了。嗯，这位不是青莲姐姐吗？怎么有空上我们这里来？我们小姐见四小姐没什么珠花带，特意的送来了几只。那可真要多谢三小姐了，跟我来吧。四小姐，我们小姐见四小姐头上的饰物特别少，就送了几只珠花给四小姐戴戴，并不是很贵，还望四小姐不要嫌弃。那就多谢你们小姐了。我们小姐说不必客气，都是自家姐妹，就算以前不了解的时候有些误会，但姐妹终究是姐妹，难不成还能生分了不成啊？这里就属四小姐跟三小姐的关系最亲近了。小姐，三小姐是什么意思啊？她是来讲和的，害了小姐之后来讨好讲和？不是，看起来这接下来还会有后手。小姐，怎么说？接下来有算计我的事情，我如果出了事，也查不到他的头上。毕竟他现在对我很好，甚至还给我送了珠花。比起其他的几位姐姐来说，他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小姐，要不要去盯着三小姐？上山的时候，奴婢把跟着奴婢的2个人也带上了山，以保证小姐的安全。不必，曲秋燕不会做什么。她现在想成为景王妃，想当景王妃，她的身份还有些不够，就需要其他地方来补救。所言所行更要是要求典范，否则何贵妃那一关她就过不了。她之前不是也直接动手对付过小姐吗？以前是以前，那个时候她觉得可以一击就把我拍死的，比拍死一个丫鬟还容易，不会惊起什么浪花。眼下却知道不可能，就改了方向了。看起来于是有新的传话过来，这接下来曲秋燕会对我好起来的。韩月，这珠花是姑特意找了一位上工艺的女子做成的，上面的花瓣还是姑自己剪的，做得不好，希望你不要嫌弃。以后若有机会，姑会自己给你设计更多的饰品，让你以后只戴姑给你设计的饰品。多谢太子殿下，不过以后不要了。太子万城之躯，又岂能做这些事情？若是让人看到，就不好了。自来红袖有天香，眼下姑做了这朵珠花也没什么。等以后你嫁进东宫，姑为你做珠花，做耳坠，做簪子，而且还要做贴合你名字的簪子。等100年之后，即便姑和你都不在了，有了这些，必然会让更多的人传唱姑和你的故事。小姐，这珠花有什么不对啊？没什么不对，就是觉得眼熟。眼熟？小姐以往也得过这种宫里的花？这宫花是最近进起来的。对，听说是宫里的一个宫女想出来的，宫里的许多娘娘都很喜欢，一时间盛行得很。多久时间？就在1个多月前吧。太子大婚前后。对了，就是太子大婚前后。大婚前还是大婚后？让奴婢想想，应当是在大婚前没几天吧。大婚前的没几天，这所谓的为我独自一个人做的宫花已经传开了，而我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上一世该多瞎，才会被裴洛安所骗。若上一世的时候我早早的知道这件事，必然会有所警惕。原来上一世的死局是在那个时候已经落了端详，而我却偏偏一无所知。小姐，听说这个宫女还是何贵妃身边的宫女，眼下三小姐的这几只珠花应当也是景王送给她的。这珠花是何贵妃宫里的人想出来的。
对，就是和贵妃宫里的。小姐，怎么了？是裴洛安算计了我，还是别人算计了他和我？裴洛安和姬悠然早早的在一起，这个精心制作的宫花，他必然可以动手。这香里有异味，可以让人昏睡。三小姐要害四小姐？很淡的味道，就算是被人发现，也可以说是佳丽为凝神的，还真的不会让人觉得有什么。就算是太医来查证，也查不出什么。三小姐到现在还没有死心，还想害小姐。我若不死，他和于氏都不会甘心的。小姐，既然不能带，就收起来吧。不必了，就放在这里吧，关在盒子里不打紧的。放在妆台前明显的地方。曲四小姐，我今天是代替夫人来向曲四小姐表示歉意的。曲四小姐现在满意了。于姨娘何出此言？你要退亲就退亲，又何必拿着我的事情说事儿？最后还陷害世子，居然让世子娶了那么一个恶名昭著的女人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于姨娘，你好歹也是大家小姐出身，和许世子勾搭在前，又和他当街拉拉扯扯。那个时候许世子还没有退亲，你觉得这个样子许世子还会娶你为正妻吗？或者说于小姐就没有想过许世子那么爱惜羽毛的人，会为了于小姐公然做出有悖于人伦的事情？许墨影，你果然算计了我，算计了段儿小姐。谁算计了谁？于小姐难道不清楚？又何必不认清事实？若许世子真的对于于小姐一往而情深，当初就应当早早的退亲，迎娶于小姐了。许墨影，你……于清梦，你是不是还没看清楚自己的身份？以前你也只是一个小官吏的女儿，靠着我们曲府才在京中的世家小姐中排了号，而今你就更什么也不是了，一个妾室姨娘居然敢打侍郎府的千金，哪来那么大的脸？许墨影，于姨娘请吧。你一个妾室姨娘来找我们小姐，总是不太合适。知道的会说于姨娘和我们小姐有些情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永宁侯世子让于姨娘来示威了。这退亲便退亲了，退了亲，错了的一方还让个不上台面的姨娘来羞辱我们小姐，永宁侯世子会觉得丢人的。你这个贱丫头，怎么敢这么说？于姨娘想让奴婢怎么说，奴婢就怎么说。眼下还是请于姨娘回去吧，一个小小的妾室，又不是正室夫人，这样总是不太好。奴婢没听到。小姐，也请您过去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就以小姐您现在的样子过去。裴元俊居然是约我到这里相见。雨洞就在上面？对，就在上面。小姐，请。这上面可以随便进去吗？你们听到了什么吗？奴婢没听到。好像有人。小姐，我们不上去。上去拖王爷的后腿。倒是一个聪明的丫头。他还没有死。见过王爷。回去领20鞭。多谢王爷，爷这是看在小姐的份上，留我一条命了。不怕？怕。既然怕，为什么不叫呢？叫了也还是怕，刺客不会因为我害怕就不杀我的。刺客不会因为我害怕就不杀我的。现在可以叫了。现在？对，现在。多谢郡王的帕子。都脏了，就这么还给本王啊？有刺客！有刺客！快来人啊！救命啊！方才叫嚷的是哪位小姐？是我。你是哪家府上的？我们小姐是曲侍郎府的4小姐。哼，曲4小姐，本王多谢了，一会儿自有谢礼过来。能让云郡王说这么感谢的话，这位曲4小姐的运气可真好啊！如果换成是我，就更好了。除了皇宫里那几位，还从来没有听说过云郡王会对谁送上谢礼，
就这么呼救一下，倒让这位曲四小姐获得了云郡王的青睐。哼，怎么有这么大的好事啊？表姐，你等一下，这个贱丫头的存在，就是时刻提醒着世人，母亲曾经那段不堪的过往。这个贱丫头死了，才不会有人提起。表妹，世子是不是生气了？我去看看。表姐，这个时候去干什么？挨骂吗？我方才还看到了段二小姐，似乎段二小姐追着许世子去了。若是发现你跟在许世子的身边，以他的性子，可能当场就发作了你。那怎么办呀？段锦香这个人听说蛮横无理，我的事情听说他很不乐意，找个理由当场打我一顿也有可能。说是在人前受耻辱，这让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只是他什么时候来的？莫不是因为世子的原因？能怎么办啊？一会儿再去看看吧。我方才看的也不是很清楚，说不定就看错了。我一会儿再过去。那事情准备的怎么样啊？什么时候对曲墨影动手？这事儿严二公子说会帮我的，但是会帮就快点动手，夜长梦多，到时候你就算是想动手，恐怕也不行了。我倒是没什么，他以后跟我关系也不大，但他跟你的关系很大。如果不是他，你现在应该是永宁侯世子夫人，而不是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姨娘。我知道了，你上次说的宫花的事情，这宫花的事情你就别想了，表姐，不是我不相信你啊，实在是不敢相信你能成事的，所以多留了一个后手。这宫花是景王给我的，就算是出了事也怪不到我的头上来，很好用。若太子见了，说不定还有意外的效果。表妹你放心，这一次是必行的。那就更好了，我也放心了。我先回去了，就不跟你这个姨娘同行了。影丫头，有没有事情？有没有伤到？祖母放心，我没事的，就是过去的时候不小心遇到了刺客，就出来大叫了几声，其他什么也没干。你这孩子怎么去那里走呢？那门一直是关着的，还上了锁，就不是一般人能进的。祖母，我不知道，我看那里门开着，就上去看看，没想到会遇到。幸好没什么大事儿，一会儿去找几座菩萨拜拜。我一会儿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太夫人，您身体不好，还是以静养为主啊。我无碍的，就只是走走拜拜，没什么大关系的。祖母，真的没什么事的，您看我这次这么大的事情都没事，可见菩萨是护着我的。我还是不放心，你下午让你大姐陪着一起去。太子妃薨了。对，太子妃薨了。太夫人的意思，这几日府里一应都用素食。夫人的身体不适，可请大夫看过。如果二夫人实在坚持不住，莫如请东府的大夫人过来帮着主事。我没事，就是方才稍稍有些不舒服，麻烦武嬷嬷去禀过太夫人，说我会尽力处理这些事情的，让她不必担心。武嬷嬷，我会吩咐好的，你去禀报太夫人吧，我马上就去布置。啊，武嬷嬷，二爷说了什么时候回来吗？哦，二爷这几天呀，恐怕都不回来了。说是工部的几位都去了太子府，替太子府主办一些事务，这几天呀，忙得很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夫人，您怎么样？我没事，还好，你别担心。去把镇仙坊的管事叫来，我要亲自吩咐。太子妃薨了，还有比这更好的事吗？早就可以死了，老是不死不活的拖着，也累人不是。去太子府祭拜，的确照着曲墨影的面上，
就得去太子府祭拜，那就更需要好好的整治衣裳了。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不用，那就太浪费了。再表姐又是在太子妃的葬礼上面出事情，即便有太夫人护着，曲墨影也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小姐，您怎么了？小姐，您别伤心，太子妃的身体听说早早的就不好了，之前一直也在吊着命，眼下……小姐，您节哀。我没伤心，其实这死了可比活着好多了。总算是死了，裴洛安等的也太久了吧，眼下这个时候算起来并不突兀。没想到我死都死了，还能替裴洛安证明清白，可以让裴洛安以我的死洗刷他。我的死果然是每一份都被裴洛安利用的完全，没有一丝残渣留下。裴洛安，季悠然，既然我重生了，就是血债血还的时候。小姐，我为太子妃的亲表妹，应该可以亲自祭拜太子妃的吧？是可以的，不但小姐要去，曲府满门上下都应当去，只要和太子府扯上关系的人家都应当去的。小姐是说，那边的母女会对小姐不利？雨冬，你一会儿出去大理寺少卿府上问问表哥什么时候去祭拜，能不能跟继父一起去祭拜太子妃。元君，真的找不到一点蛛丝马迹？还真的没找到，过来的都是死士，最后就算是没死被抓住了，也一个个咬了毒囊死了。皇上不必在意，往日里微臣也遇到过不少的刺客，现在没事就好了。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刑部好好的查一查，大北寺里居然出现刺客。查一切有异常的人。这位云郡王就是不能得罪的主啊，也不知道是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去行刺这一位。见过贵妃娘娘。于尚书客气了，皇上可在休息？云郡王在里面，还在和皇上议事。既如此，我在廊下等一会儿就是。这事真的可行？殿下，眼下呀，也只能如此了。若是让皇上发现您，可就麻烦了。唉，殿下之前啊，还是太性急了一些。殿下，眼下也的确如此。云郡王此人恶焰滔天，殿下除恶不清，必有反噬。太子妃在这个时候没了，太子必然守在府中，没有人再就此事怀疑您的。这种事必然是出自皇家之手，如果不是您，那就可能是景王，也有可能是魏王，甚至还可能是……太子妃出事了，那么临安伯府呢？太子妃既然出了事，临安伯也差不多时候了，就近的时间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这以后的临安伯啊，可以让继父的二房承继了。有侧妃娘娘在，这事以后啊，就算是过去了。殿下，季侧妃娘娘替殿下送来一碗她亲手做的点心。顾不饿，先下去吧。既然殿下在忙，我就不打扰殿下了。一会儿殿下若是肚子饿了，你就把点心端进去。季悠然果然还是那个识大体的女子，极合我的心意。就按几位先生说的，让临安伯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去了吧，然后请旨定下侧妃的父亲季永安为新的临安伯。如此甚好。对，就这样。殿下，这几日临安伯府也要看紧了，可不能发生意外。那是自然，
问问临安伯府什么时候来祭拜太子妃，祭拜完之后，就传消息出去，临安伯没。太子妃和临安伯两个都死了，那些事情才能真正的埋下去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埋了下去，这以后再不是心腹大患。只是可惜了，我这么多年的布置，而且还连累到季寒月，这一切都是季永明这个不识抬举的东西造成的。如果他乖乖的把我要的交出来，我又何至于做到现在这一步？这两位是谁啊？为什么会在太子妃的灵前？这两位是太子妃的表妹，帮着一起守灵。太子妃，她九泉之下看到，也会放心的。太子妃放心什么？太子妃在的时候，往往说起曲思小姐就含悲不已，总觉得曲思小姐可怜。眼下太子妃虽然不在了，但曲思小姐依然是姑的表妹，姑一定会帮着太子妃照顾曲府的，像照顾季大小姐那样照顾。我才是东宫太子，我才是主君，却被一个臣子嘲讽，这都是因为裴元俊手握兵权。兵权我一定要掌握在手中，总有一日我要让这个逆臣贼子知道君臣纲常，让他知道我才是君。王叔，这是太子妃的灵前，还请慎言。太子妃的灵前？忘记太子妃是怎么没的了。太子妃的确可怜，对殿下情深一片，最后却落得这么个下场。倒是季侧妃挺好的，又是替殿下照顾太子妃。眼下太子妃没了，殿下这东宫唯一的女主子了。太子妃可惜了。殿下伤心如此，就不必再出来迎客了，留在这儿陪陪太子妃吧。外面的事情，本王替你安排就是。你把岳少卿给本王。麻烦王叔了，太子妃都如此了，姑又怎么能不尽心呢？裴洛安还真的表现得这么情深意重，如果我不是亲身经历了那样的惨事，怕是连我自己也要信。这一对狗男女要了我的性命不说，连父亲和妹妹都惨死在他们手上，而到今居然一个个又想靠着我博一个重情重义的美名。太子就先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本王先行一步。二弟，帮我招待一下王叔。是。扶姑坐一下。怎么回事？奴婢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！小姐方才就不舒服，一直在颤抖。奴婢以为是小姐累了，就扶着小姐出来走走，没想到小姐……扶你们小姐去边上的厢房。手上都肿了一片一片的。先扶过去。母亲说了，一会儿曲墨影会出事，让我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就行。眼下曲墨影这是出事儿了，不过这跟我无关，只要不是有人过来喊我，我都当作不知道。反正曲墨影是死是活，是丢脸还是出丑，都跟我无关。这位曲三小姐也是一个没眼力劲儿的，自己的妹妹出了事儿了，她居然还跪得住。曲三小姐，曲墨影眼下是我表示对季寒月不能忘情的一个重要的道具，可不能在这个时候出事儿了。太子妃能得太子殿下如此深情，也真是死得值了。如果太子殿下对我也这样，我会不会对太子殿下情深一片呢？眼下太子妃轰了，太子必然会重新迎娶，那是不是我也有机会了？太子殿下，你是曲侍郎的三女儿？是的，家父正是工部侍郎。太子殿下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许秋燕和我的事情，大多数人都知道了。眼下裴洛安是什么意思？
太子殿下可是发现烧的纸少了。曲四小姐方才突然之间晕过去了，姑想让曲三小姐去看看。曲四小姐晕了，可要紧？臣女一直在灵堂，还没有时间去问问四妹妹的事情。曲三小姐一直在灵堂陪着太子，连自己的亲妹妹的事情都顾不上管，真是可敬可佩呀。长公主，不是臣女不去，实在是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。没传来消息，曲三小姐就不必去看了。还有什么比太子妃更重要的呢？长公主，臣女……放肆！太子妃的灵堂，切忌喧哗。殿下，曲侍郎的三小姐不顾喧闹太子妃灵堂，是否该当罚下去？罚下去。好，来人，把曲三小姐拉下去，让她在院子外面跪着，凉快凉快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！曲秋燕这个贱女人，往日里还一再的暗示我，表示我是她最心仪的男子，没想到居然在太子妃的灵堂里就敢做出勾引裴洛安的事情，还真当我是个死的。殿下救我！殿下！好了，既然都这样了，就带曲三小姐下去诊治吧。曲府的小姐身体都不太好，一个两个的都晕过去了。来人，把曲三小姐带到曲四小姐处，一起诊治。二弟，这事儿……太子哥哥，本王知道不是太子的事情，都是本王没有眼力劲儿。你能这么想是最好的。姑这一生心于何人你也知道，眼下方宗已逝，却让姑情何以堪呢？大哥请节哀，太子妃也是为了大哥。若太子妃九泉之下知道大哥这么伤心，也会跟着难过的。姑知道，可姑此生再也没有心仪之人了。大哥，你是千金之躯，切不可如此，要好好休养才是。太子妃并不愿意看到你如此。姑心里难过的紧。唉，若不是父皇母后还需要奉养，姑此生宁愿跟着他一起去了。大哥，父皇和母后知道你的孝心的。见过长公主。这是怎么了？突然之间肿了起来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撞到了什么。还不请太医看看？看过了，说是过敏了，说是一种草的汁水。我也不知道得罪了谁，可今天往我脸上抹过的就只有曲侍郎府的四小姐，我过来就是问问她是怎么回事的。曲三小姐？不是，是曲四小姐。之前我见她是太子妃的表妹，又是一个可怜的，就抱着她哭了。她当时用袖子给我抹了一下眼泪，没想到就这个样子了。曲四小姐晕过去了，太医正在诊治。什么？她晕过去了？什么原因？不只是她，还有曲三小姐。曲府的小姐身体都不太好，现在在一起诊治。季侧妃去看看吧。母亲，这位季侧妃知不知道方才曲三小姐的事情？她自然是知道的。季侧妃眼下能得到这么一个位置，可不是全凭太子妃的意思得来的。你以后小心她一些。母亲是说她进入东宫并不是因为太子妃，而是因为太子殿下。这个女人不简单。当日太子殿下对太子妃如何的一往情深，甚至为了太子妃身边没有一个有位分的侧室。但太子妃进宫之晚出了意外之后，介悠然就跟着进了宫，而且还是侧妃的名分。眼下太子妃一世，她就是独大了。这个女人想当太子妃？哼，
应当是早就想了，可惜呀，再想也是一个假货，假的真不了，真的假不了。太子不会立她为太子妃吗？眼下她不是独宠东宫吗？独宠东宫？哼，独宠东宫的别说是一个侧妃，就算是太子妃、皇后又如何？好了，我们去帮着接待一下女眷。季悠然眼下也不能出面了，估计肿得不轻，否则不会连面纱也挂上了。什么？曲二夫人于氏恶毒的在曲四小姐的丧衣上抹了令人过敏的草汁，害得曲四小姐全身发红肿的晕倒在了太子妃的灵堂上面。啊，真的假的呀？哎呀，是真的，连季侧妃也被害了。听说呀，是因为曲四小姐不知道自己的衣裳上面被抹了害人的东西，还去替季侧妃抹眼泪。哎呀，害得季侧妃的脸也肿了。这也太过分了。有什么过分的？能把曲四小姐害得差点眼睛都瞎了，能好得起来才怪。说不得当初的曲二夫人也是被于氏所害。那个时候于氏不过就是一个妾，能当曲二夫人还不是因为原来的曲二夫人难产，好不容易生下了曲四小姐死了，她才上位的。这么一说还真有可能啊。哎，对了，听说她那个侄女眼下还是永宁侯府的妾，之前又害得曲四小姐退亲，不会又想走她姑姑的老路子吧？很可能是啊。哎呀，太恶毒了，真是太恶毒了。这样的女人怎么还有脸坐在这里？跟她坐在一起啊，都觉得下贱。太夫人、二夫人，季侧妃请你们过去。母亲，那我们现在过去吧。青莲，你们小姐呢？我们小姐。秋燕怎么了？先过去再说。太夫人客气了，请坐。季侧妃，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可是谁欺负了燕儿？曲二夫人怕是不知道吧？方才你府上的这位三小姐，打扮的貌美如花，趁着四小姐晕倒的时间，和太子殿下在太子妃的灵前说了好一阵话，连常玉长公主和景王进去了都不知道。什么？这不可能！季侧妃是不是弄错人了？我们燕儿向来规矩得很，行事从来不出错，就连一言一行都是典范，和四小姐是不同的。影丫头怎么了？四小姐的衣裳上面被人用一些草汁浸过，穿久了会起红肿。不只是四小姐被害得全身红肿，就连我之前因为四小姐替我擦过脸上的眼泪，脸也肿了起来。听闻府上的丧衣都是曲二夫人准备的，曲二夫人真是好手段。于是怎么回事？母亲，我不知道。曲二夫人，还请把解药拿出来。季侧妃，我不知道啊。太夫人，我不知道贵府是如何教养小姐的，只是在太子妃的灵堂里如此行事，实在是让人恶心了一些。太子也觉得贵府的三小姐要好好教导一番。至于你们府上的曲二夫人，这心性可真是要不得。我还有事情要处理，就不送太夫人了。曲四小姐还在里面休息，全身是伤，这时候也不宜搬动，先让她在太子府住2天，待得好一些再送回去。娘娘，能不能留下一个丫头陪着影丫头？自然是可以的，只是不要再来一个像曲三小姐这样的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先坐下，好好说说怎么回事儿。祖母，太夫人，奴婢说。影丫头，你先在这里休养2日，
若好些了，就让人到曲府传话，祖母派人来接你。祖母，我知道。你大姐留下来陪你，她在这里2个人也有个照应，也不会传出什么不好的话来。麻烦大姐了。不麻烦，我留下来照顾四妹妹原是应当的。毒妇！好了，有什么话回去再说。听说这原本曲四小姐衣裳湿了的时候是要换衣裳的，还是曲三小姐说不让换，最后这衣裳也没换成。如果当时就换了，曲四小姐就不会被害得满身红肿。既然曲三小姐这么说了，应当也是跟于氏合谋陷害自己的妹妹，也是一个心思恶毒的呀。之前还说她没有陷害过妹妹，说只是于氏的侄女陷害曲四小姐。眼下看起来，这一对表姐妹谁也不干净，都不是什么好的。季侧妃的脸上也红肿了，甚至可能就是于氏母女定的计，要害曲四小姐。于清梦啊，不过是个推手罢了。于是分明就不是一个好人，他害曲四小姐也不是1天2天了，眼下这个时候更是说明了事实，居然连季侧妃都被连累了。说起来，季侧妃也是被害人之一啊。听闻季侧妃的脸上也红肿了，就是因为曲四小姐进门的时候替季侧妃擦了一下眼泪。至于这位曲四小姐啊，更是惨的不行，动也不能动，到现在还晕着呢，生死不知，也不知道这一次啊能不能活下来。这事儿怎么办？先说说燕丫头的事儿吧。她今天在太子妃灵堂前施礼，虽然没有传出去，但必然是真的。这事儿太子知道，景王知道，常玉长公主和季侧妃都知道。母亲，这事儿啊，让燕丫头自己找景王解释。让她去解释，她还是一个未出阁的小姐，怎么去说？哎呀，母亲，不这样难道还能怎么样？燕丫头之前相中的是景王，景王对燕丫头也颇为不错，这事儿啊，我看起来就像是个误会。燕丫头不会这么糊涂的，待得和景王解释清楚了，就不是什么大事儿。这事儿还不是什么大事儿，若是让人知道太子和景王……母亲，这事您就不用管了，我会处置的。景王我也会派人去请的，若景王不在意啊，外面也不会有人传言。这种话，谁敢说呀？好，这事儿我不管，你自己管。哎，母亲，您别生气啊，我现在也是没办法呀。若得到景王的谅解，燕丫头的事情就不是事情。若是景王不谅解，那就随意的找个人嫁出去吧。哎，可我毕竟是燕丫头的父亲，总不能真的看她就这么毁了吧。母亲，这事就依二弟吧。好，这事儿就依了你。那于氏的事情呢？我方才问过了，这衣裳的确是于氏让人送到影丫头那里的，还是让影丫头挑的。后来影丫头挑完了之后，针线房的管事儿不小心摔了一跤，把手中捧着的衣物弄脏，而后又重新去换了送到我那里的。于是的确是有心要害影丫头的，这事儿你怎么看？岳氏虽然一直在江南，但眼下岳文涵就在京中，明天一定会有御史参你的。必然是会参的，看二弟一个治家不严，参于氏恶毒，妾家为正妻，参二弟和于氏早有勾搭，自身不正。岳文涵甚至还可以说岳氏当年之死有冤屈，说岳氏是于氏害死的，说二弟宠妾灭妻。那怎么办？不如把于氏休了。不能休啊，母亲，我膝下现在只有明成一个儿子，
若是我现在休了于氏，明成就成了一个庶生子了。母亲，你先回去，我想想办法啊。让他在家庙里清修吧。好。就说他回来后一病不起，病重的起不了身了，然后就在府里的家庙清修。这以后府里的事情啊，可能还得麻烦母亲和大嫂了。哎，好，我会让骆氏帮着母亲管好西府的内务。二夫人起不来了。方才我母亲传过来的消息，说一进门，二叔就和二婶吵架了，然后二叔打了二婶2个巴掌，说要休了他，二婶就晕过去了。祖母着急着去请大夫，大夫过来一通施救，二婶虽然醒了，却全身无力，整个人抽搐，连话都说不出来，眼下还在施救。二夫人这是发了什么病？这个我母亲也不清楚，就是说突发疾病，来势很猛，请了好几个大夫在看病。四妹妹，大姐，我有些难受，就不陪你了。这，好吧，我也尽心了。看四妹妹的意思，跟二婶之间的关系实在是好不起来了，我就算是想劝，也没机会劝了。雨春，四妹妹会原谅二婶吗？大小姐，奴婢不知道。雨春，我回自己屋里去了，若是四妹妹有什么事，你过来说一声。是，大小姐。小姐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再用药水重新擦一下。小姐，您以后别这样了。没什么的，就是看起来可怕一些，几天后就会消下去了。小姐，奴婢知道您很疼，您若是疼了，就叫出声吧。真的没那么痛，就是看起来可怕一些罢了。小姐，以后您别这样了。如果被暗算成瞿秋燕一样，我宁愿像现在这个样子。小姐，小姐过得太苦，曲府满门上下对小姐何其冷血轻视，连小姐都避不开这样悲伤的命运，何况我这个丫鬟，所以我一定不能退，一定要护着小姐。小姐好了吗？小姐才上药。我知道。小姐，奴婢遇上一个人，说是有事情要找您。让他进来吧。曲四小姐，求你救救明姐姐吧。明仙儿？对，就是明姐姐。明姐姐被侧妃娘娘打了一顿，说明姐姐藐视太子妃娘娘，还要翻卖了明姐姐。说说，是怎么回事？昨天太子妃轰了，府里剩下把鲜艳的衣服全部都收了起来，每个人都得了一套白色的丧服，明姐姐也有一套，可她那套脏了一大片，明姐姐没办法，只能先穿自己的素净衣裳去找针线房的再要一套丧服。没想到这是遇上了侧妃娘娘，说明姐姐不尊太子妃，当场令人把明姐姐拿下，而且又打了10棒。打完之后，明姐姐就被扔到了柴房去。奴婢后来想找太子殿下求情，可太子殿下的人都看不到，到今天为止，明姐姐还一直被关着，不但伤口没有处理，连饭也没得吃。说是再这么下去，明姐姐会死的。明仙儿让你来找我的？明姐姐听说曲四小姐留在府里，就想让奴婢来求求曲四小姐，帮着明姐姐说说情，或者帮着把消息传给太子殿下。明姐姐一定会报答曲四小姐的。明姐姐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是有人要害明姐姐。你们需要我做什么？把明姐姐的事情跟太子殿下说一说，太子殿下必然会救明姐姐的。太子殿下向来喜欢明姐姐的戏文，一定不会让明姐姐受委屈的。有多喜欢？啊？太子殿下对明姐姐很好的，也答应明姐姐以后会让她正式进入东宫的。多久的事了？好久了吧。明姐姐进入太子府也是太子的意思，早早的时候太子殿下就已经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说
两个人早早的便在一起了。侧妃娘娘知道吗？侧妃娘娘是知道的。其实侧妃娘娘还没有进东宫的时候，跟明姐姐的关系还是很好的。每次陪太子妃到东宫的时候，侧妃娘娘还时不时来看看明姐姐，说喜欢明姐姐的戏。可眼下，侧妃娘娘居然让明姐姐的命。所以说，季悠然早早的便和明仙儿两个在一起，暗中联手了，而偏偏我却一无所知。也怪不得我会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。就算把明仙儿的事情跟太子殿下说了，太子殿下难不成还会打了季侧妃的面子不成？藐视太子妃，又是在这个时候，就算是把明仙儿当场打死，太子也不会怪季侧妃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若是明仙儿还想活着，就自救吧。要让明姐姐怎么办？你方才说那边柴房门锁着，但没人看着是吧？对，听说守柴房门的婆子被厨房叫去干活了，但这门是锁着的。会不会砸了？不跑就等死吧。让你们明姐姐自己出来去找太子殿下求情吧，说不得太子殿下看在你们明姐姐这么可怜的份上，就饶了她的性命。侧妃娘娘真的会要了明姐姐的性命吗？自然是真的，一山不容二虎。而且听这意思，你们这明姐姐比季侧妃还进了早，太子殿下又想给你们姐姐名分，你们这明姐姐若是没有一点本事，就恐怕只能逃出府去了，从此再不要落在季侧妃的眼中，说不定还能逃了性命。可以找太子殿下求情，太子殿下一定会饶了明姐姐的。逃？往哪里逃啊？这太子府又是能逃得掉的吗？今天人来的多，里面很多地方很乱，如果要逃，说不定也能逃得掉。我言尽于此，你回去救你的明姐姐去吧。谁让你们明姐姐没什么名分，就算是东宫的侍妾，也是名分不是？对，这个时候很乱，不会有人注意到明姐姐被救出来的。至于救出来之后是逃还是去找太子殿下，就让明姐姐自己决定吧。明姐姐，怎么样了？明姐姐，季侧妃一定是嫉妒你，她要你的性命，说你藐视太子妃，跟太子殿下说，太子殿下也会帮着季侧妃的。曲次小姐让您逃，说今天乱人多，逃出去不会被发现的。如果再让季侧妃发现，你就没命了。季悠然想要我的命，太子知道吗？太子就算是知道了，也不会觉得季侧妃有错的，一定是觉得明姐姐不好，藐视太子妃。听说还是可以杀头的。明姐姐，你快逃吧，逃晚了就没命了。谁让你不是太子殿下的侍妾呢？季侧妃想处置你，都不能担极度的名声，太子殿下还会觉得她很好。曲次小姐还说什么太子妃可怜，身边没有贴身丫鬟，这跟明姐姐有什么关系呀？我听不懂。季侧妃明明是嫉妒明姐姐的，往日里却和明姐姐很好的样子，眼下这个时候故意陷害明姐姐，而太子殿下还不能明着护姐姐，甚至还会觉得季侧妃处事公正。就算季悠然是侧妃，我也绝不会就这么算了的。我不能逃跑，而且逃也逃不掉。现在唯有按照曲四小姐的提示行事，这是唯一的生路。扶我去见太子。明姐姐，太子殿下可能知道你被打的事情，况且这个时候也找不到太子殿下呀。无碍，太子殿下必然会在灵堂，我们去那里。季悠然想害死我，又想博个好名声，想也别想。太子殿下救命！太子殿下救命！侧妃娘娘要奴的性命！这是闹的哪一出啊？这个女人是谁啊？太子殿下的侍妾？这种时候怎么能让一个侍妾冲到这里来呢？而且季侧妃要她的命是怎么说呀？听闻这位侧妃人品极佳，进东宫原本也只是为了照看病重的妹妹，这还是太子妃自己的意思。哎，听闻这位季侧妃啊，
原本是不愿意为侧妃的，后来还是季太夫人发了话，这才哭哭啼啼的进的东宫，一心一意的照顾病重的太子妃。太子殿下，侧妃娘娘有奴的性命，太子殿下救命！什么事？去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。殿下，明姑娘在外面哭诉，说侧妃娘娘要害她，请殿下救命！怎么回事？臣妾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臣妾去看看。咫尺的距离，这是太子答应给我的。不必了，过去看看。明仙儿这个贱人居然敢跑到这里来闹，是谁把明仙儿这个贱人放出来的？待我查清楚之后，一定要杖毙了。殿下，明仙儿的事情，臣妾昨天已经跟您说过了。她不尊太子妃，没穿发下的校服乱跑，藐视太子妃。臣妾昨天让人打了她10杖了。你不会连一个小小的妾室都容不下吗？殿下，臣妾不知道您说什么。哼，你不知道吗？容不下比你厉害的就算了，现在连个明仙也容不下吗？娘娘，扶我出去。这个时候我不能退，只能往前。我不能在一个贱人面前落了势，让人非议我的所为。我的目标是太子妃，眼下这个位置离我只有咫尺的距离，这是太子答应给我的位置。这个时候我更不能坏了自己的名声。殿下，殿下救救奴！怎么回事？殿下，奴昨日分到了一件脏的衣裳，原本是要去针线房换的，没有想到半路上遇到侧妃娘娘，说奴藐视太子妃，狠狠地打了一顿不说，还让人把奴关了起来，到现在都没有伤药，也没有饭。如果不是我偷听到2个守门婆子的话，恐怕这时候都死了。求太子殿下救命！2个婆子说了什么？不给药，不给饭，怎么可能？我之前吩咐过守门的婆子给你拿过去的，而且已经说明关到晚膳的时候把你放出来。2个婆子说了，要故意放跑我，然后在外面害死我。只说我是自己要跑出去的，死了也怪不得谁。居然有人趁着我跟殿下在给太子妃守灵的时候闹出这样的事情来，我必不会轻饶。你先回去休息吧，一会儿我就会把2个婆子找出来跟你对峙。多谢侧妃娘娘。禀殿下和侧妃娘娘，当日太子妃良善，曾救奴性命，奴请为太子妃守灵。你要为太子妃守灵？是的，请太子殿下和侧妃娘娘恩准。若没有太子妃，奴今日性命早丧，愿为太子妃守灵3年。你愿意为太子妃守灵3年？是，奴愿意。太子妃娘娘自身的2个丫鬟都不在了，奴愿意替2个丫鬟守灵。你既然如此忠义，又心怀感恩，自然是好的。只是你非太子妃娘娘的下人，就守半年吧。这个时候先出来，莫不是明仙儿知道什么？妹妹先起来去换身衣裳吧，即便是给太子妃娘娘守灵，也不能弄得这么狼狈。太子妃向来良善，最见不得人如此了。多谢侧妃娘娘。侧妃娘娘这般仁厚，是奴之前想差了。待她给太子妃娘娘守完灵，一定到侧妃娘娘面前请罪。殿下，没事了，是一场误会罢了。那个女人果然是太子殿下的一个侍妾，季侧妃都叫上妹妹了，这实在是有些没体统啊。虽然最后强硬的解释说是为太子妃守灵，但一个没品阶的侍妾为太子妃守灵，这合规矩吗？哎，为什么不是太子妃自己的贴身丫鬟啊？刚才那个侍妾说了什么？太子妃身边的丫鬟没了？为什么没了的？主子才美，2个贴身丫鬟早早的不见了踪影，莫不是这里面另有玄妙不成？难不成这太子妃的死另有蹊跷？否则太子妃的灵前连个贴身的丫鬟都没有。居然没有一个是太子妃的丫鬟，这是何意？莫不是太子妃之死并不是表面上的病死的？聂大人，
娶表妹的丫鬟？奴婢正是曲四小姐的丫鬟雨冬，我们小姐请岳大人过去一次，可好？前面带路。表妹身子可还好？需要什么药材，或者需要什么东西，只管跟我说，也不必都麻烦着太子府上。多谢表哥。听闻方才太子妃的灵堂前又出了事情，还是一位侍妾跟季侧妃两个争风吃醋闹出来的事情，到底怎么了？可有惊扰到太子妃？争风吃醋？表哥，对不起，我只是太气愤了。太子妃尸骨未寒，他们居然就在这里争风吃醋，是不是往日里也在太子妃的病榻前这么做的？这还让太子妃怎么好好的养病？表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无事，我想再去看看。表哥，你现在别去，你就算是去也查不到什么，甚至还可能被人诬陷。我之前在守灵的时候就觉得那位季侧妃不简单。诬陷？表哥，若是太子妃之死真的跟季侧妃有关，你觉得这事儿会那么容易的查清楚吗？而且你不觉得，如果太子妃之死真的有意，那太子是什么意思？他不是对太子妃一向情深的吗？发生在太子府的事他会不知道？他若知道，还是眼睁睁的看着太子妃死，这说明了什么？表妹也觉得太子妃的事情有意。我觉得是有意，但我们也不能轻举妄动。如果真的有事，那就不只是季侧妃的事情了。太子妃贴身的丫鬟一个也没守在灵前，表哥若是想查，就从这里查比较好。至于表妹若想说就说吧，我是你表哥，也是太子妃的表哥。表哥今天是陪着太子殿下的，那不如一会儿查一下两个丫鬟的去处。还有一事，季府的人之前祭拜过，来的是季太夫人，能不能让我一会儿见见这位季太夫人？既然是内眷，有些事情表哥出面也不适合。你现在还好吗？表哥放心，我身上已经上了药膏，就好好将养几天就没事了，眼下已经好多了。你真的没事儿？要不要叫太医再来看看？不用了，不是什么大事。以后若是有什么事情，你可以让人来找我。方才我追上你父亲的车马了。表哥可是跟父亲有了争执，伤到了吗？拉扯了2下，不小心把他拉下了马，崴了脚了。看起来这一次我的这个便宜父亲不但吃了哑巴亏，还不能拿这事儿说事，甚至还会因为这事儿受朝上御史的参折。我去查一下丫鬟的事情，再问问季太夫人可有时间见我们。小姐，奴婢也可以去查丫鬟的事儿的，想查2个太子府的丫鬟不算什么大事儿啊。用得着让大理寺少卿去查问此事吗？你怎么查？我可以找几个府里的老人给点银子。如果利用没有用呢？不可能吧，这么点小事儿。小事，能牵扯到太子妃之死的都不会是小事。小姐，那岳大人问就没事了？表哥不同，他是男人，而且还是担任的大理寺少卿，就算他有些怀疑去查问了此事，若不能利用，直接动手也不算什么。之前他就为了我拉扯过父亲，眼下为了太子妃问2个贴身丫鬟的去处，实属应当。小姐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呀？准备厚礼，一会儿去见季太夫人。小姐，我们到这里来原本就是意外，没什么厚礼。有一份厚礼，我早早的备下了的。小姐，您说的是那件东西？表哥，可是查出了什么事情？太子妃嫁进东宫的时候，有2个贴身的丫鬟，但是一个丫鬟在当日东宫进了刺客的晚上，于混乱之中不知去了哪里，是生是死也不知道。另一个丫鬟因为一直帮着季侧妃侍候太子妃，眼下太子妃去了，说是愿意跟着季侧妃。哪一个死了？叫微风的那个丫鬟。当日东宫大乱，刺客趁太子大婚之日进门，连太子也受了伤。
太子妃更是为了护着太子殿下，身受重伤。一个丫鬟在那种时候是生是死，的确是不会有人在乎。又有人说那天晚上她是掉到河里淹死的。掉到河里淹死的？从凌渊阁上掉落到水里死的是我，难不成微风也在当日死在那里？对，是这么说。但也有说是被刺客杀死的，还有说死在府外的，各有说法，谁也没有弄清楚。另一个叫邪雨的去服侍季侧妃，换了主子了。怪不得当日我莫名其妙的会被带到凌渊阁下，会被姬悠然堵了个正着。那里原本就是为我准备的葬身之地了。一个丫鬟居然在怪不得我怀疑姬悠然的时候，姬悠然会表现得更好。我自始至终都被蒙在鼓里，不知道裴洛安和姬悠然之间早就有了私情，原来都是因为这个丫鬟。曲表妹，怎么了？我只是为表姐不平，一个丫鬟居然在表姐才死之后就换了主子，这难道真的没什么事吗？表哥，季太夫人处怎么说？季太夫人让我们过去。走。曲表妹不用准备什么，我方才已经替我们送了一份礼过去。多谢表哥，我这里也没什么东西，就只有一件以往表姐送过来的物件，原本是放着念着表姐的，正巧现在带着，就一并的送给季太夫人吧。这是太子妃送的？是的，是表姐以往让人送过来的，我一直不舍得带，今天带过来，原本是想供在祭台前的，后来出了事儿，倒是忘记了。现在送给季府太夫人正好，据说这还是表姐以前贴身带着的，也算是我的一片心意。你就是曲侍郎府的四小姐？太夫人正是小女。你的眼睛还没好吗？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只是还得再养养，见到强光还有些不适。太夫人，这是太子妃以往送给我们小姐的贴身之物，现在送还给太夫人，让太夫人当个念想。这既然是太子妃送给曲四小姐的，曲四小姐就不必再送回来，就留给你当个念想吧。我们府上还有太子妃的许多东西在。这是太子妃最贴身之物，听闻以前一直带着的，还说是去佛堂求过，沾了因果福气的，得佛祖保佑。之前太子妃送给我沾沾福气，眼下还是送给季太夫人才是。东西既然给了曲四小姐，就是曲四小姐的了，怎么还能讨要回来？曲四小姐留着就是。萧氏肯定是跟姬悠然一条心的，也就是说她是知道我死的真相的，眼下看季太夫人似乎也不是一无所知的。太夫人既然不要，那我就留下了，只是不知道我能不能看看表妹姬嫣月。这个太子妃已薨，眼下就只有林安伯和嫣月表妹了，请太夫人允我们一见。还请太夫人应允。嫣月啊，已经没了。什么？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情？还说是嫣月表妹死得不明不白，为什么连个丧都没有发就没了？季太夫人，嫣月表妹好生生的怎么就没了？而且外面还从未听到过什么传言，难不成嫣月妹妹是被人害死的不成？嫣月啊，之前身体一直不好，是病死的。这第二天呀，就是太子大婚的日子，举国同庆啊，又怎么能够因为嫣月的事儿冲撞了太子的大婚呢？于是啊，就决定秘不发丧，只草草的埋葬了。这也是太子妃的意思啊。对呀，那个时候出了这样的事情，大家都有些慌，
婆爷和太子妃的意思都是密不发丧，只我们一家子给燕月办了丧事，连素衣都不敢穿，最后还是伯爷自己带着人去把燕月埋了的。只是没想到太子婚事，太子妃又出了事儿，一时间急怒攻心之下，伯爷也扛不住了。这之后啊，太子妃又出了事情。原本燕月的丧事啊，想等太子大婚之后，过段时间宣布出来的。可这之后，东宫出了大事儿，太子妃更是生命垂危。这个时候宣布出来，怕冲了太子妃的身子，更加的……唉。母亲，您别哭了，再哭下去，眼睛都要哭瞎了。悠然说的果然没错，我和爹爹出了事儿，临安伯府的一切自然就落在了二房身上。当然，如果没有裴洛安在后面支持，继府的二房也不敢动手。我想见见临安伯。这个恐怕也不太行。婆爷听闻太子妃的事儿，吐了几口血，这时候还在昏倒在床上，没醒过来。临安伯府上的人都来参加太子妃的祭礼了。是都来了，太子妃的事情是大事儿，又岂敢不来？临安伯躺在床上生死不知，府上的人全部都来了，这是视临安伯的生死于不顾，还是觉得临安伯的身体没什么大碍，过几天就好了？去四小姐怎么如此说话？太子妃的事情比天大，今天我们满府上下是一定要来的，但也只是来一天而已。一会儿我们就会回去，伯爷的身体也是最重要的。既如此，那明日我和家父一起过来探病。季寒月死了，太子府到现在才发丧，选在他们最合适的时候。那么爹爹呢？会在他们觉得合适的时候吗？我就是要逼他们把爹爹的死宣扬出来，让人觉得季府大房这一脉死得何其的精彩，何其的巧合，压他们一个措手不及。对，明天我也一起过去看看。这伯爷身体太差，恐怕见不得人。只是让父亲来看看而已，况且就算是也得见一面不是？好，那等我们回去问过伯爷再回复。既如此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母亲，您别哭了，这事儿谁也不想的，可是谁想，如果不这样，我们整个伯府都不能保全了。我对不起他们呀，我对不起他们啊。母亲，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您没有害他们，是他们自己不听劝，会做出这种事情来，连累了自己的性命不说，还让母亲这么担惊受怕。母亲，这事儿也是媳妇儿没办好，让这位曲四小姐怀疑了。母亲，啊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母亲莫怕，这个曲四小姐也就只是这么一说而已，应当是想分析好处吧。往日太子妃在的时候，怎么不见她过来？眼下这个时候凑过来干什么？可眼下怎么办呢？母亲，别慌，这还是有法子的。哼，曲墨影看起来是有些怀疑了，但有怀疑又如何？我可以让他没办法再查问此事。
曲表妹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就是觉得奇怪。因为表妹就算是真的病没了，至少也得发丧一下。如果是怕冲撞了太子大婚，可以在大婚之后稍稍的说一声。哪里到现在什么话也不说，一个好生生的人就没了，这还是世家小姐，若是丫鬟更是死得不明不白了。曲表妹明天还是不要去看了，我去看看吧。我爱的，我是真的想去看看，总觉得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情。许侍郎明天的腿恐怕也不太好，去不了的。有劳表哥了。表哥若是看到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也切记不要声张，眼下情况不明，表哥还需谨慎再谨慎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轻举妄动的。好，若表哥得到什么消息，也请先传过来。继府我是必然会去的。听说你就看了继府的人啊？见过云郡王。听闻曲府和继府这么多年一直是不往来的，眼下曲四小姐这是要和继府联系了？听祖母说，当初继府和曲府断了联系，是因为母亲的事情。太子妃没了，你却想跟临安伯府言归于好了？无碍，说吧，没人能听到我们说什么。我之前晚上梦到表姐，她说她死得冤。太子妃托梦给你？是真的。王爷，臣女还有事情，就先行离开了。王叔和曲四小姐说了一会儿话，而且还笑了。对，两个人的确说了好几句话，属下不敢靠近，没听清楚他们说的是什么。是故意撞上的，还是不小心遇上的？应当是不小心遇上的。之前曲四小姐还在跟着岳大人一起说话，后来岳大人走了，允郡王才上前去说了两句的。原本应该就是偶然遇上，不过说起来，这位曲四小姐的眼睛瞎了，才不会害怕王叔。否则哪里有女子看了王叔不害怕的，居然还会跟他说几句话，惹得王叔发笑。瞎了眼睛的人果然是无知者无惧呀。说不得这位曲四小姐还不知道遇到的这位是谁了。殿下，属下好像看到云郡王摸了摸这位曲四小姐的头。王叔摸曲四小姐的头了？对，云郡王的确是摸了曲四小姐的头发一下，然后曲四小姐才受惊离开的。王叔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看上这个瞎丫头了？这事儿怎么可能？正巧这位曲四小姐在府上，看起来我得私下见见这位曲四小姐，给这位曲四小姐一定的支持，甚至可以让这位曲四小姐的背景更强硬一些。见过季侧妃。曲表妹客气了，你是太子妃的表妹，就是我的表妹，这以后我们还是表姐妹相称吧。多谢侧妃娘娘厚爱，只是还是原本的称号好一些，不敢高攀。莫不是这屏风后面有人？如果有人，那会是谁？曲表妹，太子妃没了，但不管如何，我们两家也不需要走远。太子妃的表妹在我这里就是我的表妹了。多谢侧妃娘娘。听闻曲表妹明天要去继府看看大伯，你现在身上的伤还没有好，切记不能乱走。等过几日我也要回继府，我们就一起去吧。是，一切听凭侧妃娘娘吩咐。听闻曲府和永宁侯府已经断了亲，可有此事？两家亲事早早的便已经议下了的，怎么能因为这种事情就退了亲呢？永宁侯府做的实在不地道。曲表妹放心，我自会替你主持公道。多谢季侧妃，这事儿已经过去了。怎么能就这么算了呢？女孩子家的名声有多重要？你放心，即便太子妃娘娘不在了，有我在也不会让你这么吃亏。永宁侯世子以前还觉得是个好的，
眼下看起来也不过如此。季侧妃，这事儿都过去了，祖母说两家以往关系还不错，不必为了这种事情再闹起来，惹得两家都难看。季侧妃，表姐才婚，东宫事儿多，我跟侧妃的关系又是从表姐处才算起的。若这个时候季侧妃插手永宁侯府的亲事儿，会让人觉得季侧妃过于的强势了一些，这恐怕会连累季侧妃的名声。一个小小的侍郎之女，居然也敢这么对我说话，不但一再的撕扯开和我的关系，而且还隐隐的表示我不应当插手这事儿，我名不正言不顺。殿下，曲思小姐恐怕不太喜欢我。殿下，您是不是对曲思小姐有什么想法？若殿下有什么想法，妾身一定会成全的。不是，你别瞎想。明娘的事情就到此为止吧，接下来她会替太子妃守半年的灵堂，别又闹出什么事情来，不好收拾。是，妾知道。东宫昨天有侍妾闹到了太子妃的灵堂前面，是听说有这么一回事，闹得还挺大的，逼得侧妃也出手了。这侧妃还没有圆房，的确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，总不能一直这么耗着吧。太子对太子妃虽然情深一片，但绝不能真这么守着吧。荒唐，他堂堂一个太子，难不成要当情种不成啊？皇上其实也不必为难，到时候送几个美人去了就是。之前太子妃病重不便送，眼下却是可送的。待得太子妃大葬之后，就送几个美人，再挑东宫太子妃。太子妃以位若一直空着，与东宫不利。是啊，的确应当如此。皇上，季府才没了一位太子妃娘娘，眼下呀，太子侧妃又是照顾太子妃进府的，为了照顾太子侧妃，如果甚至于一直没有跟太子圆房。若说身份啊，这位太子侧妃同为临安伯府的千金，并不差。眼下这种时候，总不能让季大将军寒心吧？皇上，听闻当时太子妃要让这位侧妃进东宫的时候，也知道这位侧妃不愿意，也曾说若是将来她不在了，会让季侧妃为正妃的。难不成本朝的东宫太子妃只能出自季府？哼，如果太子妃不出自季府，就不能有人敢承这太子妃之位了。听闻季大将军因为2个女儿的事情已经快不行了，眼下这时候让侄女儿顶了自己亲生女儿的位置，哼，这是想真的要了季大将军的命了呀。太子妃只是另意，这位季侧妃和一个侍妾都能闹起来，而且还闹到太子妃的灵前，就难当太子妃之人。太子都要娶继妃了，你如何了？皇上，臣的亲事不急的。你这个岁数也不小了，怎么可能不急啊？听闻你跟刘向山的女儿关系极好，莫如朕就替你赐婚了吧？皇上，臣的亲事真的不急。再说刘小姐并不是臣心之所系。你们不是在边境的时候一起长大的吗？这次进京还带着她呢，不是想向朕求赐婚？臣带她进京是为了替她选一门合适的亲事，至于一起长大，那就更不可能。臣比她大了好几岁，往日即便在边境，大家也是不见面的，又何来一起长大之说？你真的对她无意？真的无意。既无意，那就是有中意的女子了。对朕说说，是哪一家的？朕替你赐婚。皇上，您知道微臣素来不亲近女子，况且眼下微臣的年纪也不是最大的。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眼下你还不急，朕就先放一下。待得景王、魏王他们定亲之后，你必然也是要成亲的。皇上，微臣自会找到心仪之人的，就不劳皇上费心。哼，
你这话呀，跟朕说了许多年了，总也不见到你相中别人。往日里一直在边境，朕还以为你相中的是刘向山的女儿呢。那既然不是，还是留在京中选吧。皇上，总得选臣满意的吧？那自然会让你满意啊。待皇后选出来之后，你再看看。景王和魏王还没有正式选妃，眼下太子也得选妃，总不能让他们都先别选吧？反正微臣的年纪最小，放最后吧。皇上，微臣想起府里还有一些公务，就先告退了。曲四小姐，别再伤心了。太子妃在天有灵，必然不愿意您这么伤心难过的。曲四小姐，可要看看太子妃留下的东西。是何物？曲四小姐，请随婢妾过来。太子妃身边的丫鬟是被季侧妃身边的丫鬟害死了。对，是真的。那个丫鬟并不是现在跟在季侧妃身边的丫鬟，是另一个。太子妃当初嫁进来的时候，婢妾还去看了一眼，看到跟在太子妃后面进东宫的2个丫鬟，但是那个丫鬟当天晚上就没了，就是被季侧妃身边的丫鬟给推下梨园阁死的。你当时也在？对，婢妾在的。东宫有刺客，婢妾想着太子妃今天才嫁进东宫，那一处的侍卫必然多，就跑了过来。夜黑看不清路，3转2转的就转到了梨园阁，看这里很安静，也没个人，想着躲到这里也不错，不会有刺客发现婢妾的。没想到才刚躲好，就看到女子跑了进来，婢妾看得不是很清楚，有点远。婢妾当时在梨园阁下面不远处的地方，但是可以看到红衣裳，2个丫鬟全是红衣裳，是丫鬟的衣裳。你是说大婚当日太子妃身边的一个贴身丫鬟被季侧妃害死了，而后才有了太子妃重伤的事情？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甚至太子妃重伤之后一直没有把伤口养好，最后还轰了，可能都跟季侧妃有关。当天梨园阁上面分明有人说了什么的，还尖声大叫。婢妾隔得远，没有听清楚，但肯定有一个丫鬟就在当天晚上出事的，就死在梨园阁下面的湖里。你有证据？曲四小姐，婢妾没有证据，但婢妾知道季侧妃根本就不是用心侍候太子妃的，而太子妃的2个丫鬟，一个在大婚当日就失踪了，还有一个跟着季侧妃。四小姐若是不信，可以去打听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季侧妃害了太子妃？必然是的。婢妾其实只是想把这件事揭出来，但婢妾人微言轻，季侧妃想对付婢妾，想要了婢妾的性命，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。婢妾不敢多说什么。你想要怎么样？我只是一个侍郎之女，就算知道这一点又如何？又能如何？曲四小姐，您可以的。季侧妃是以太子妃堂姐的身份进的东宫，曲四小姐也可以。你是说让我以太子妃表妹的身份进府，给太子当侧妃？不，您不同。那我要如何？曲四小姐，若是我没有看错的话，曲四小姐根本就不是外面传说的无貌无才。若论起容色，曲四小姐这样的是无貌，那这天下的女子又有谁才是有貌的？你看错了。四妹妹，方才季侧妃送了一些礼过来，我见你不在，就先帮你收了，你过来看看。送礼过来了？姬佑然这个时候这么空吗？对，是送了礼过来，就在我屋里，你来看。是一些料子和衣饰，还有几件宫花之类的物品，没有特别贵重的珍品，我看了一下，就先替你收了下来。大姐，我们住在太子府是养伤的，这个时候不能收季侧妃的礼。太子府在办丧事，我们带着这些出府总是不太好，这让别人怎么看我们？可这已经收下了，能如何？难不成还退回去吗？明天就留在这里吧。若是之后季侧妃再送过来，就说
一时忙着去给太子妃祭拜，忘记了。曲表妹要回去了吗？身上的伤处可好全了？多谢侧妃娘娘，我没事。太医可曾说了注意什么吗？太医说只需养着，再用一些药水就没事了。啊，那就好。这事儿发生在太子妃的灵前，哎呀，实在是太……你回府之后啊，若有什么需要相助的地方，只管来找我就是。表姐是表姐，侧妃是侧妃，不敢有劳侧妃。以姬悠然的心性，我惹了她，甚至可能怀疑上继父，她又怎么会不跟我扯上关系呢？越惹她，她越恼火，也就越在意。不用我去想法子，姬悠然就不会放过，而正巧，我也不会放过她。哼，我不会给曲墨影机会嫁进太子的。想进东宫，正巧母亲那边的提议更合我的心意。女儿见过父亲。起吧。是，父亲。这真的是我一直扔在庄子里，因为瞎了眼睛，完全没作用的小女儿。你学过宫规？以往表姐曾经把她身边的一个嬷嬷送过来一个，学过一段时间。你的眼睛能看到吗？能看到，就是还不能见强光。什么时候能好完全啊？大约再过几个月吧，那时候应当能好全了。是表姐派了人过来，已经治了许久，很有效果。那日你身上一下子发了许多的红肿，真的是因为于氏的原因吗？父亲，事情是如何发生的我并不知道，只知道突然之间身上很痒，后来又很疼，然后就难受得很。虽然一直想忍住，但最后实在忍不下去了。你的衣裳有谁碰过？送来的时候就放着在一边，第二天一早就穿上了。如果说还有谁碰过，除了我，当然就2个丫鬟碰过。见过祖母。继父这个时候来干什么？而且还是满脸的笑意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来报丧的。哎呀，这位就是曲四小姐呀，果然是仙露明珠一般的人物啊。曲四小姐，老奴是临安伯府二夫人身边的管事婆子，这次来呢，主要是替季侧妃把之前四小姐忘记在太子府的礼给送过来。另外呢，我们二夫人也有礼，一并要送给曲四小姐。萧氏这个时候送了礼过来是干什么？曲四小姐是太子妃的表妹，眼下太子妃虽然不在了，但是我们太夫人和二夫人还在，也还有侧妃娘娘照应着。如果四小姐想去临安伯府住一段时间，也是可以的。两家原本就是亲戚，又有长辈在，本不应当疏离呀。多谢贵府太夫人的厚爱，正想去探望姨父。听闻姨父身体不适，莫不如现在就去。这个嘛，怎么不能去看姨父？方才不是说随时可以去的吗？眼下表姐不在，我又是晚辈，自当去看看姨父的身体，替表姐安慰姨父，免得姨父郁结于心。爹爹早已不在，又何来郁结于心？那些害了爹爹的人，却还有脸在此借着爹爹说事。不是啊，伯爷的身体不太好，一般是不见外客的。不是外客，是我的姨父，两家原本有亲，这个时候难道不应当去看望身边的长辈吗？伯爷的身体太差了，实在见不了人，不便待客。莫如让影丫头的父亲去看看你们伯爷。这个不太好吧？我们夫人吩咐了，任何人都不能打扰到伯爷的病情，
若是太夫人真的有意思，等老奴先去禀过我们夫人才是啊。太夫人，礼物已经送到了，老奴这就先回去禀报我们夫人。之前的事情呢，还请您多考虑考虑。我们府上啊，是诚心诚意的。祖母，临安伯府是不是还说了什么事情？鹰丫头，临安伯府是来提亲的。原本我以为这事儿是真心的，眼下看起来却不是如此。临安伯府分明不愿意跟我们亲近，却提出与你结亲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什么？梁府要结亲？对，方才这个婆子说了，是继府太夫人和二夫人的意思，都觉得你不错，特意的先送些礼来问问我的意思。如果我们这边也同意，再找合适的人上门提亲。祖母怎么说？鹰丫头，你放心，祖母知道，不会随意的让你结亲的，必然会好好相看一番，而且还让你自己也同意才是。王爷，这时候过来，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？正巧路过，进来看看。裴玉胜今天到你们府上来了。这个时候？对，这个时候。怎么样？有没有兴趣去看看？王爷，您是景王的王叔吧？无碍，来了就一起去看看吧。穿上吧，一起去看看，说不得还能听到一些重要的事情。殿下，你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吗？好好的跪在灵堂，又是太子妃的灵堂，就算我真的，也不可能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啊！况且我对殿下的心意，说殿下真的不信，我便从这里跳下去，以明心意。怎么了？撞到哪里了？殿下，你别拉我，即便我们这个时候也不应当过于的亲近啊。这个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，伤到哪里了？殿下，我真的没事，只要殿下不误会我就好。好，本王相信你就是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被何人所害？我不知道那是受何人所害，只是四妹妹在的时候，我并不觉得什么。为四妹妹走出去，说不太舒服，要到外面喘口气的时候，我扶了她一把，之后她出去了就没有回来。之后我就觉得浑身发热。太子殿下这个时候正要问起四妹妹的事情，走了过来。之后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只是殿下几个人进来了。你的这个妹妹真的很不简单。我不知道，四妹妹自小在庄子里长大，很是单纯，应当不会故意害我的。我只怕四妹妹和我想象中的似乎不同。什么地方不同？四妹妹自小在庄子上，不爱见人，不爱说话，也没怎么学过什么，应当只会一些简单的东西。可是我看四妹妹的言行举止，比之一般的世家小姐还要规矩，莫不是？难不成她不是你四妹妹？我不知道，她如果是四妹妹，又怎么会害我？如果不是四妹妹，她又是谁？怎么会进我们府上的？她想干什么？杀人1000，自伤800。不是自伤800，最多自伤300，但即便是自伤800，也是要做的。1000总是比800多，不是吗？ 300，这算是我最好的300了。果然，
的确是伤人1000，自伤300。眼下这位曲三小姐说你是假冒的，其实本王也好奇得紧，你到底是不是曲府的四小姐？王爷觉得还会有谁去扮演曲四小姐？还有谁要去扮演一位默默无能，甚至于随时可以死于非命的曲四小姐？而且一扮还这么多年。听闻传闻中的曲四小姐不爱说话，性子孤僻，不爱见人。自小生母早逝，生父又是极疼爱的是另一对儿女，对我生死都不在意，认识谁都会觉得我孤僻不爱说话，也不会想着要回曲府。传闻曲四小姐无才无貌，这才华一说可不是一天就可以学成的。至于其他的规矩，我观曲四小姐一点也不差，却不知道曲四小姐是从哪儿学来的。传闻曲四小姐无才无貌，王爷看我的貌如何？自然是容色清丽，世所罕见。这就与传闻不符吧。至于这才学，我自问也是爱学之人，祖母对我的学习也关注，也请了女先生教我。之后她教了我不少东西，就离开了庄子。之后表姐也派了人过来教习于我。你不怕本王查到什么？王爷自管去查就是了。你不怕吗？看这位曲三小姐的意思是想说动裴玉胜出手了。裴玉胜对你们府上的曲三小姐还是不错的，这样子是必然会让曲三小姐进景王府的，到时候你还如何自处？不能自处，唯一一步步的向前。即便什么也不作为，他们也不会留下我的性命，那又何在乎是不是对敌？他强也罢，我自踩着血路向前。凌安伯过世了。小姐，小姐，影丫头，影丫头，四妹妹，四妹妹，快去请大夫！祖母，我没事。真的没事儿？还是让大夫看看吧，怎么会突然之间就晕过去了呢？难不成四妹妹身上还有什么隐疾不成？那可更加要看了。祖母，我没事的，就只是突然之间吓到了。吓到了？对，之前原本就要说去看姨父的，就是怕姨父没撑过去。没想到表姐没了才几日，姨父就这么……姨父也是一品将军，身体怎么这么差？居然因为表姐的事情伤心到如此了呢？季府的其他人都没事，为什么独独身体最好的姨父有事呢？这也是啊，季大将军是武将出身，身体素质必然是好的。眼下季府其他人都没什么事儿，倒是季大将军因为伤心过度，就这么没扛住，实在是……祖母，季大将军就2个女儿，听说那个也是没了，眼下2个都没了，又是带病之身，一时之间扛不住也是有可能的。祖母啊，还是给四妹妹请个大夫看看吧。四妹妹的身体虚到了这种程度，稍稍受了点惊吓，便是这个样子了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多谢三姐姐，我没事。祖母，这次姨父没了，我想早些去祭拜。明天应当是第1天，明天去吧。祖母，我要今天去。今天祭府还没有正式开始祭拜，这样不太好吧？是祭府的人来府里报丧了吗？哦，不是，祭府还没有来人，是外面传的消息。听闻先去报的是太子府上，报到我们府上可能还有一段时间。有丫头都没报过来，你现在去也不合适。今天报到我们府上，恐怕都要午后了。你就算是想去，也准备一下明天去吧。眼下这个时候去，总是不太好。祖母，我今天先去，跟月表哥一起去，明天再跟祖母一起去祭拜。
岳表哥上次说，如果姨父出事，让我跟他先去看看。你跟岳大人早早的就约好的？祖母。好，那你去准备一下，这一会儿继府的人来报丧，而岳大人也过来说要带你一起过去，那就先去继府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地方。多谢祖母。母亲，你还好吗？我没事，可是有什么事情？林安伯也死了。好，好，真是太好了，死得好啊！太子妃死了，林安伯死了，那个瞎丫头还有谁能依靠啊？母亲，眼下不是这个问题，最主要的还是曲墨影这个假货，怎么撕开他真面目的问题。不是假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母亲，你糊涂了，之前你也说是假的。曲墨影是真的，但他中邪了。母亲，你胡说什么？靖王听了你之前的说法，怎么说的？景王说会派人去查的。我看景王虽然觉得我说的可能是真的，但说去查曲墨影，可能也就是这么说说罢了。看景王的样子，也不像是特别上心的那种。你先别急，2个法子。先说他是假的，给他准备一些人手指证，如果不行，再说他中邪了。表妹也想一起过来帮忙，就跟表妹先过来看看。之前表妹和我原本就想见见姑父的，只是没想到姑父生前最后一面也没见到，不知道现在能不能去看看。大哥眼下并不方便见人，还在替他清理。大哥病了这么久，之前也说如果他有事之后不愿意别人再去看他，他一世英名，最后落得这么一副英雄落幕的下场，实在是不想让人看到。难道临安伯府不打算让人再看到姑父？大哥一生勇猛英雄，眼下这种地步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往日里他常说，若他就这么去了，不要让人看他如今病得不成形的样子。岳大人，人死为大，我们还是满足他的心愿吧。既如此，我今日和表妹过来就是帮忙的，也带了一部分的香烛过来。若是临安伯府有需要，可以直接用上。多谢岳大人，多谢。曲四小姐，先请去内院休息一下。曾经我以为一心一意对我的家人，其实就只是爹爹和妹妹吧。而如今他们都已经不在，这里也就不会再成为我的家了。再回来，我是曲四小姐，早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位姬二小姐，曾经的太子妃了。姐姐，这亭子很好，以后我们经常来。姐姐，这花漂亮，我要摘一些回去。姐姐，这里原本是什么？哦，这里一个旧的亭子坏了，所以打算重新的造一个。哎，曲四小姐不是从这里过去的。前面不让过去，还是说前面转不回来了？啊，不是，曲四小姐还没见到我们太夫人和夫人。一会儿就去见，我先走走。啊，曲四小姐，这里是我们已故的大夫人的住所。这是姨母的院子，怎么照应成这个样子了？这里面还有什么人留下吗？听表姐说，姨母的院子里是一直留有人的。的确是有人照应着的，只是岁数有些大了，可能一时间照应不过来。听表姐说，这里面照应的人不少，怎么会只有一个？其他人呢？其他的人
也帮忙的，但这一切都是周嬷嬷在处理的。她说她一个人就可以的，就一个人了。哦，如果来不及，夫人也会让府里的其他人去帮忙的。周嬷嬷，他人呢？哎呦，这奴婢不知道啊。进去看看。曲四小姐，这里不能随便进，要由夫人的手谕才可以进去。我就只是稍微看一看，或者你现在去禀报你家夫人。奴婢，哎呦，奴婢。好了，我们小姐只是去看一眼，又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你若是去禀报你们夫人，我们小姐也看完了。一会儿你们夫人就算是愿意让我们小姐看，我们小姐也不看了。曲四小姐，这是我们薄夫人身边的婆子，现在薄夫人不在，就留下这么一个看门的婆子了。这是曲侍郎府上的四小姐，还不上前见礼？曲四小姐，是曲儿夫人生的四小姐吗？对，我们小姐就是曲四小姐，是曲侍郎的原配夫人生的。真的是曲四小姐。老奴是曲儿夫人的陪嫁嬷嬷。你是娘亲的陪嫁嬷嬷？你胡说什么？这位是曲侍郎府上的四小姐，并不是我们府上的小姐。老奴真的是曲儿小姐的陪嫁嬷嬷。曲儿夫人生下四小姐之后就没了，薄夫人上门去跟曲府吵了一架之后，就把老奴带走了。薄夫人为什么要带你走？曲府说老奴对二夫人照顾不周，才让二夫人难产的。好不容易生下四小姐之后就身亡了，曲府要老奴的命，薄夫人气不过才带着老奴走的。现在薄夫人也没了，你既是娘亲的旧人，莫不如还跟了我吧。曲四小姐，她的事儿啊，奴婢做不了主的，还得问过我们夫人。老奴要替薄夫人守在这里。现在薄夫人没了，太子妃也没了，连三小姐和伯爷都……既然姨父一家子全没了，周嬷嬷又何必守在这里？难不成因为周嬷嬷在，会善待这里吗？周嬷嬷，戚府现在大房一脉全没了，以后留下来的全是二房一脉，你又何必再留？娘亲原本就是你的主子，眼下跟着我也是正理，就算是继府也没理由拒绝的。至于曲府，你放心，我会护着你的。是，老奴一切听四小姐的。那你去收拾一下吧。曲四小姐，周嬷嬷是薄夫人以前得用的管事嬷嬷，怎么能这么走了？这事儿我会跟你们夫人说的。曲四小姐，这事儿你又做不了主，最后还得让你们夫人发话。先别说这些了，听完前面不远处是太子妃的院子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哎呦，曲四小姐，太子妃的住所真的不能去看啊！我们夫人吩咐了啊，也不只是我们夫人，还有太子殿下和娘娘的意思。太子妃是我的表姐，我去看看表姐的院子又怎么了？难不成太子殿下还不许我看一看表姐的旧物？连安伯府里出了这么多的事，全是我姨父一家上下，难不成到了这个时候还不让人看看？莫不是这里面有什么不成？你在外面吧，我进去走走。看来小姐真的很伤心，听说这位太子妃是对小姐很不错的人，小姐眼下看到太子妃的住所，难过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你是谁？这是表姐的证物，你是谁？表姐，原来是我的幻觉。方才我居然觉得这个人会是季寒月。我方才在想什么？
一个已经死了的人，又怎么可能再出现呢？许四小姐，正是，不知道你是谁，为什么会在表姐这里？方才继府的下人说了，这里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想来就能来的。许四小姐为什么会弹这首《蝶恋花》呢？这首很难吗？的确很难，而且这曲子还是韩月自己谱的，这府里会弹的也只有她一人。在府里会弹的只有她一人，并不代表在这府外就没人弹了。表姐的琴谱我也看过，我并不觉得自己不会弹。你不想看看我是谁吗？不管公子是谁，都不会是我认识的。我认识的人原就没几个，似乎没有公子这般的人在。这里是表姐的旧区，我既然能来，或者公子也是表姐的旧亲戚，只是公子毕竟是个男子，还请自重一些，先行离开吧。你们小姐呢？我们小姐在里面。这是太子妃的旧所，不让人随意的进来。继儿夫人，我来看看表姐的旧区，哪里不可以了？曲四小姐是第一次出门做客吧？既然是客人，当然要遵循主家的举止，又怎么能在主家自行其事呢？继儿夫人是在责怪我？不敢。既然是不敢，那是最好的了。往日里表姐对我极好，大婚之前还说要送几件东西给我，说放在这里也没什么用。之后表姐出了事情，这事儿就耽误下来了。眼下我想拿走那几件东西，可好？这是什么？自是表姐的信，请继儿夫人过目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信？就在太子妃嫁入东宫之前。既然是太子妃生前的意思，曲四小姐取这几件旧物就是。这位真的就是无能的曲四小姐，让她嫁给我的儿子？那就多谢夫人了，不知道我现在能不能进去自己拿。曲四小姐，即便是太子妃答应你的，你这时候也是在做客。那就有劳继儿夫人了。继儿夫人，就这些了。店铺的事情现在还没整理好，太子妃嫁到东宫去，这所有的一切自然也归于东宫，眼下我们也不便索取。表姐才嫁入东宫就出了事情，眼下也没有子女，难不成她的嫁妆太子还想留着不成？曲四小姐，这事儿是临安伯府的私事儿，跟曲四小姐无关吧？原本是无关的，只是这里面如果有2个是我的铺子，那可就不太好了。我此来还有一事，就是向继儿夫人讨要一个旧仆。谁？周嬷嬷。不行，这是我府内的旧人，是大嫂的人，眼下大嫂不在了，她身边的人自当留在府里好好容养，又岂能把她送人？继儿夫人错了，我只是讨要旧仆。周嬷嬷原本就是我家的旧仆，是我娘亲的陪嫁丫鬟。当时因为姨母跟父亲起了争执，姨母为了护住周嬷嬷，才暂时把周嬷嬷带回来，但本质上面还是我们曲府的人。既然是曲府的人，曲四小姐带走就是，只是走的时候要查一下包裹，免得带走府里的一些其他物件。贵府的其他物件是指姨母那里吗？姨母的那个院子破败的不行，姨父因为身体不好不管这事儿，继儿夫人也不管的吗？听表姐说，之前姨母的院子一直是干干净净，就跟姨母没走的时候一个样子，眼下却是一片荒芜，不知道是何意。哼，曲四小姐还是多关心自家府里的事儿吧。听闻曲二夫人病得很重，曲四小姐不在床前侍候，却跑别人家的府上指手画脚，不知是何意呀？什么铺子？啊，就是表姐在大婚前答应给我的2个铺子和其他的一些东西。继儿夫人同意把其他表姐的一些旧物给我，但却不同意那2家铺子，说铺子已经给了表姐，现在进了东宫，在太子殿下的手中。既然是太子妃答应了的，临安伯府自当会给你。至于是太子妃的嫁妆，
太子妃现在没了，临安伯府难道不打算把嫁妆娶回去吗？这事儿还得缓缓再说。眼下府里这么多事儿，大哥又……表哥，这事儿我们以后再提吧，等姨父的身后事了了再说。表哥，可是想问什么？表妹在临安伯府发现了什么？没发现什么，但是看到了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在继府？对，在继府，而且之前还在表姐的屋子里。太子殿下这个时候不在太子府操持太子妃的丧事，偷偷到临安伯府来做什么？而且，就算太子是因为姨父，但是为什么不在姨父的院子里，却独独去了太子妃的屋子？太子殿下对太子妃真的情深一片吗？表姐十里红妆嫁进太子府，这个时候自然应当退回嫁妆。听闻这位季侧妃什么也没有就进了东宫，不会把表姐的嫁妆当成自己的嫁妆了吧？方才我拿信出来也只是看看继父的反应，现在看起来继父是真的不打算讨要嫁妆，毕竟继父还有一个女儿在东宫。二房的女儿是二房的，太子妃是大房的女儿，跟二房有什么关系？哪有妹妹死了姐姐进府，用的还是妹妹的嫁妆？但如果继父不讨要，别人也不能说什么。方才表妹提起铺子的原因，也有这里的事在。原本没在意这事儿的，只是季二夫人说这事儿跟太子府有关，说表姐要给我的铺子成了嫁进东宫的嫁妆，眼下还不便讨要，就拒了我。只是我知道表姐既然这么说了，那两家铺子必然不是东宫，而在季府，只是季二夫人不愿意给我罢了。岂有此理！表哥，我觉得可能太子也默认了此事。太子对太子妃的情谊向来是世人称道的，但如果太子不是别人表面看到的样子呢？表哥，姨父没了，以后临安伯必然会落到继府二爷的身上，表姐和表妹也都不在了，整个临安伯府以后就是二房的天下了。表姐的嫁妆讨要或者不讨要，其实也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了。表妹，这些事情你不用多想，我会处理。可是表姐他们太可怜了。曲表妹，记住，这些事情不是你一个女孩子家可以管的，我会慢慢的查的。我知道，表哥放心。小姐，主子请您去最里面的那一间包间。四小姐，您先用一些，爷马上就到。但在爷来之前，还得麻烦四小姐见一个人。景王？就是景王。景王之前一直求见刘大小姐，但一直被拒。难得看到四小姐出门，又正巧啊，景王就在对面街上不远处，就请四小姐见一见景王。春秀呢？春秀马上就到。见过景王殿下。啊，刘小姐客气了。本王听说刘小姐在此处来得匆忙，若是有不到之处，还望刘小姐见谅。景王客气了。之前登门几次，每一次本王都是无功而返。我一个人在京中，许多地方有不便，还请殿下海涵。辅国将军年纪也不小了，可有意思回京？殿下有心了，只是家父的心思，我也不清楚。那就麻烦刘小姐去观问可好？若辅国将军归京，本王还想着请辅国将军教习兵马的学识，一解多年的遗憾。这些事情我不太懂，家父也不会让我管这种事情的。听闻刘小姐也是巾帼英雄，又是辅国将军的独生爱女，以前还在边境的时候救过王叔，现在怎么推脱起来了？莫不是觉得本王诚意不够？殿下听的都是传言，当不得真。既然刘小姐不愿意问这样的话，那替本王向辅国将军问问他常看的兵法战策是哪些。本王想知道
辅国将军往日里最喜欢看的是哪几本？如果能得到一本由辅国将军注册的兵法，就最好了。好，自当问过家父。那本王就多谢刘小姐了。听闻辅国将军字写的不错，本王这里有一幅字，也麻烦刘小姐送到辅国将军的手里。我替家父谢过景王殿下。本王就不打搅刘小姐了，先行告退。才从临安伯府回来。是。临安伯季永明过世了。是的。想做何事？王爷想做什么？本王无所谓，不过你嘛，你看起来似乎很不好。是的，我很不好。想要什么？表姐和姨父之死似乎另有悬疑。太子妃为救太子受伤，如今伤重难医而死。至于临安伯，听闻当天晚上也受了伤，后来又听说太子妃伤重昏迷，可能不好了之后也吐血昏了过去，情况很不好。自此扯到太子妃大去之后才去，也算不得什么意外。那表妹呢？怎么会好生生的突然就没了，又一声不响的，居然连落丧都没有进行，说冲撞，真的是冲撞了表姐的亲事吗？继府的那位三小姐？对，那位三小姐恐怕并没有死。表妹，她还在，她没出事吗？那她现在在哪里？临安伯府的最小的这位三小姐自然不是真的病死的，也不是什么怕冲撞，只是这位季三小姐是个不守规训的，居然和人私奔跑了。继府怕这种丑事外传，就把这事掩下了，只说这位季三小姐死了，这以后世上也没有季三小姐了。两个女儿都出了事儿，临安伯又受了伤，能撑下来就怪了。她只有10岁。那又如何？以前也不是没发生过年少的女子与人私奔的，当然被骗的也多。这么说，妹妹就是以这么不名誉的罪名没了的？不可能的，我不相信。是或不是，都是这么说的，也可以这么理解。我会查清楚的。你很不错，多谢王爷。景王如何？不知道王爷所问何意？若是让你嫁给裴玉胜如何？不愿。为什么不愿？说不得还能为正妃，这以后前途更是不可限量。那也跟我无关。如果你想当刘大小姐，也不是不可以。我不是刘大小姐，我是曲侍郎府的4小姐。你不愿意就不愿意吧。四妹，二哥，四妹妹，能不能借一步说话？四妹妹，母亲心胸狭窄，做事不对，我在这里向四妹妹赔罪。二哥，事情都过去了，又何必再提？多谢四妹妹，母亲现在还病着，待等母亲的身体好了，我一定请母亲过来，向四妹妹亲自道歉的。自家骨肉怎么能这么生分了？母亲就是太过于想当然了。这其实也是我的错，往日里少跟母亲说家和万事兴的道理了。这跟二哥有什么关系？纵然这事儿是于夫人做的，也怪不到二哥身上。这事总是能怪到我和父亲的身上，母亲这次不管是不是她做的，都和她有关。待母亲稍稍好一些，必然会给四妹妹一个交代。多谢二哥。哪里来的不知规矩的，还不给我拉下去？这是伯父的灵堂，其实谁都可以进来的。我看谁敢动我！香姨娘，大公子，为什么拦着我，不让我进来见伯爷最后一面？莫不是伯爷死的另有蹊跷？香姨娘，你怎么如此说话？大伯是病死的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病也拖了许久了。最近又因为太子妃的事情，一时间承受不住。香姨娘，你一直在佛堂，眼下是受了何人的挑唆，跑来这里的？
大公子，我不是被人挑唆出来的，我只是想看看伯爷。伯爷一生英雄，临了连自己的妻儿都没有奉在灵前。我是他的妾室，眼下也只有我能为他送灵。只是伯爷去世前，我没有见到伯爷最后一面。现在看一面，不算过分吧？萧姨娘，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那谁能做主？自然是有祖母的意思。大公子，我只是想见伯爷最后一面，这过分吗？为什么大公子推三阻四？难不成伯爷死得冤，所以大公子不愿意让我见上一面？这3年来，我一心在佛堂为伯爷祈福，想着伯爷和太子妃、3小姐都能平平安安的。没想到眼下不但都出了事儿，我还不能见到伯爷最后一面了。大房现在都没了，所有的都是二房的了，难不成现在连最后一面都不让我看吗？萧姨娘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大伯已经入了棺椁，又是他临终前自己说的。他向来威武见人，病了这么久，不愿意让人看到这么一副面容，只让亲骨肉见了最后一面。大伯的另外2位妾室也是没见到。不让大房的任何一个人看，二房这是心虚吗？说今天一直不让我看，我就去府衙告继父二房，谋夺大房房产，害死伯爷。即便是拼了我这条命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如果最后是我错了，我就撞死在伯爷的灵前，也告慰伯爷在天之灵。现在满灵堂的人都在看着香姨娘，居然还有人在看我。这孩子是真心对爹爹的，是个聪明的。这孩子不错。你是继府的2公子？徐府的4小姐是大伯的亲人吗？你大伯是我姨父，我是你堂姐的表妹。香姨娘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不是说在佛堂守着的吗？眼下是何意？二夫人问我是何意？我是大房的人，大房现在都没人了，我在佛堂又为谁守着，又为谁祈福？二夫人，还请开棺椁，让我见伯爷最后一面。那么即便是死了，我也安心了。这位姨娘莫不是姨父林安伯的妾室，眼下林安伯府唯一留下来的大伯一房的人了。是，婢妾的确是伯爷的妾室，是大夫人在的时候就上了家谱的。香姨娘，你既是姨父的妾室，这个时候更不应当闹事。姨父才没了，表姐也没了，现在连表妹也不明不白的没了。香姨娘，你难道不想查清表妹的事情吗？如果表妹的事情另有蹊跷呢？香姨娘，不为表妹讨个公道。婢妾自然是想的，可是婢妾连伯爷最后一面也见不到，又何谈3小姐的事情啊？香姨娘，你是姨父的妾室，也是现在继府大房唯一能当家的人了。这个时候不应当悲伤过度，而是要重新振作起来。大房没人，你不是还在吗？说你都出了事儿，又有谁去查表妹的事情？香姨娘，姨父没有子嗣，接2公子不错。娶4小姐的话是何意？什么叫燕月的事情？燕月已经死了，这事儿就不必再提，也不需要查什么。二夫人，不让香姨娘见姨父最后一面的事情暂且不说，那二夫人可不可以明说表妹的事情，也让我明白表妹是得了什么病死的，请了什么大夫，大夫怎么说？四妹妹，这是林安伯府的事情，你怎么可以插手呢？这是我表妹的事情，我表妹不明不白的不见了。堂堂林安伯府的一位嫡小姐，太子妃的亲妹妹，居然就这么不见了，
只说是一个病死了，连发丧也没有。三姐姐觉得正常吗？我作为表姐，不该问问吗？如果于府出了事情，三姐姐会不问吗？曲四小姐这话说的可真有意思啊！燕月出事儿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曲四小姐又何必明知啊，却故意说出这样的话来，让我们季府丢脸，曲四小姐难不成就觉得好了吗？二夫人，表妹真的是与人私奔吗？你，二夫人，我表妹还这么小，才一个10岁的孩子，一直处在深闺。您倒是说说，她是如何不见了的？有谁看到？还是说是谁谋划的？表妹还是一个孩子吧？还是说临安伯府松散到这种地步，谁想进后院都可以？算算我到灵堂也有一段时间了，表哥应当就会过来。昨天我也把话说了，以表哥的心性，今天应当时不时的就在灵堂附近看情况，找找蛛丝马迹。乱说什么！几位堂伯，二夫人，这么多人聚在灵堂，成何体统啊！没事的都走开，伯爷还停灵在此处呢，闹腾什么？继府的事情与外人并无干系。继室之事，我自不会管。但如果表妹的事情真的有冤，我也不会放过。这位公子，你就算是和府里有亲，这所谓的事情也不是你能管的。如果真有事，自有衙门上前查事。本官大理寺少卿，的确是主管这种事情。岳大人，季三小姐实是病死的，没什么可查的，也没有苦主。岳大人不能凭几句话就相信了，而后造成我们整个季氏一族族女的名声有亏。苦主？岳大人，我们没有苦主。岳大人，婢妾是建威将军的妾室，可以为苦主。三小姐死得不明不白，外面的传言更是不清不楚，还请大人查清楚三小姐的真相，还三小姐一个清白的名声啊！岳大人，她的确是凌安伯的妾室，是随着凌安伯夫人嫁进来的。对，他说的有理，季氏女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的。岳大人，还请为季氏女明示，还我们季氏女一个清白。岳大人，三小姐绝对不会做出不名誉的事情，还请岳大人给我们三小姐查个清楚啊！香姨娘，你只是一个妾室，怎么敢自称苦主？婢妾的确只是一个妾室，而且还是大房现在唯一说得上话的妾室。如果婢妾都不为三小姐明言，三小姐就死得冤枉了。难不成二夫人不愿意查清楚三小姐之事？二夫人，您就算不念在三小姐的份上，也看在季氏一族族女的份上，让岳大人查清此事吧。好，你们查就是。几位族叔，你们都是季氏的老人，婢妾就在这里替我们伯爷求一求几位老叔祖。何事？我们伯爷一片戎马，忠心为国，膝下唯有二女，现在太子妃已经薨了，三小姐应当也是没了命了。可怜我家老爷孤苦一生，到最后连个守灵上坟的人都没有啊！香姨娘，你这是何话？袁心和袁海不都是伯爷的后代？这以后南算还会不给伯爷上香不成？请族老们为我们伯爷过继一个儿子。香姨娘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莫不是在佛堂里中了什么魔怔？怎么敢说这样的话？哼，本官在此，看谁敢动手。
二夫人，佛堂奉着的一直是漫天神佛，二夫人怎么就会觉得婢妾魔怔了？伯爷不在了，膝下没有一儿半女，难道不应当继承一个承继香火吗？难不成二夫人就是觉得大房该断了香火不成？这事儿我儿临走之时也没有说呀，只说以后有侄儿在，不必再过继一个子嗣了。太夫人，伯爷当时只是顾及着二爷，可是太夫人和二爷就真的不顾及伯爷了吗？况且伯爷应当也不清楚三小姐也出了事儿，以为有三小姐在的。唉，香姨娘啊，你只是一个姨娘，不能替我儿做主啊。念在你忠心为主，退在一边吧。太夫人，伯爷一心为了府里，眼下落得这么一个下场，连个子嗣也没有。太夫人，你真的忍心吗？香姨娘，你先别闹，你放心，你以后就在府里奉养，不会让你去外面飘零的。你是伯爷的姨娘，就一直是，哪怕现在大房只有几个妾室了，你还是最有分量的姨娘。既然林安伯的妾室觉得应当过继一位子嗣给林安伯，本官自当上奏折给皇上。怎么回事？曲府的这位四小姐怎么过来的？母亲，这个曲四小姐是不是早就知道香姨娘的事情？不可能，可能是昨天她过来的时候，把大房的那个周嬷嬷带走了。香姨娘和周嬷嬷都是当年月氏陪嫁过来的丫鬟，一个陪到了我们府上，一个陪到了曲府，现在一起在我们府上也有数年，关系一定不错。母亲，现在怎么办？你先去找你妹妹，把这事说了，让你妹妹有个准备。太子殿下那边自由你妹妹去说。这个便宜父亲果然不是什么好的，居然想让我以太子妃守灵的名头进东宫，这接下来是不是还得让我装病，一直待在东宫，就好像姬悠然那样不回府了才是？又是一个一心想借着季寒月的名头往上爬的。父亲，那日回来之时，太子殿下有话对我说过。说什么？太子说东宫最近事多，让我们府上没什么事情就不必再去，免得再闹出那日的事情来，连累太子侧妃娘娘。太子殿下很生气。这是让曲府别靠上去的意思了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继府的事情你最好不要掺和，你只是一个闺中弱女子，眼下连门亲事也没了，更加好说不好听。是，父亲。曲之真的心思还真是直白，有用就留下，没有就滚。所谓亲情，淡薄若水。什么？曲四小姐摔伤了？殿下，曲侍郎府上的这位小姐是不是智力还低啊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方才摔倒的是曲四小姐的丫鬟，分明不是曲四小姐，她又故意的想到哪一出啊？撞了丫鬟？殿下，方才传来前面的下人来禀报，说是魏王殿下和曲四小姐撞上了，也不知道曲四小姐是怎么撞上魏王殿下的。魏王殿下才过来一会儿时间，又因为身体不适去休息，却不料差点和曲四小姐撞了个正着。幸好丫鬟小厮走在前面，他们两个摔了一下，其他并无事故。魏王可有事？魏
王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受了惊吓。妾身之后也让人去看过，说魏王殿下还好，只是不知道连魏王也没事，这位曲四小姐又想做什么？当时她分明没什么事，摔的也不是她啊。你似乎对这位曲四小姐有成见？妾身对曲四小姐没成见。你是不是觉得孤这东宫谁都可以撞上？以曲四小姐的身份会撞上魏王，那是不是说魏王很好撞上？这以后若是有刺客在孤的东宫行刺魏王，也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吗？殿下，此事妾真的不知情啊！妾对殿下的心意，殿下早知，妾又岂敢让殿下陷入这等事情中？妾只是一时气不过，才故意让曲四小姐撞上魏王殿下的。你气不过？为什么？殿下，曲四小姐和妾身说起殿下的时候，妾身很难过，这才气不过。说什么了？说殿下举止很好，又有殿下对太子妃一片深情，还说羡慕太子妃。殿下，这哪是他一个表妹该当说的话？他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？妾气不过，就想了个法子，让他遇到魏王殿下。你想让他跟魏王配成对？对，他既然一心想进王府，那魏王比较合适。季悠然，你应当明白自己的身份吧？殿下，妾身清楚自己的身份。即使再过分，你也得忍着。你当初就说过，不会嫉妒韩月，也不会嫉妒孤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。现在算什么样子？莫不是你要让人怀疑，你进东宫来的目的不是为了照顾韩月，而是为了孤吗？是，殿下，是妾身错了。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事情，孤绝对不会轻饶。季悠然，你要记住，你是侧妃，而且还不是一个名正言顺的侧妃。是，殿下，婢妾知道。先起来吧，处理一下曲四小姐的事情。方才她摔了，而且还撞到了王叔。曲四小姐怎么会撞上云郡王的？姑也不知道，说曲四小姐撞到了王叔面前，收拾不住，摔倒在地。太医如何了？曲四小姐身体原本就不好，眼下更是虚弱呀，还是需要好生的养着才是。至于其他的嘛，倒是也没什么，扭了脚，这几日不能下床走动。只是扭了脚吗？对，只是扭了脚，但是曲四小姐身体不太好啊，要多将养才是啊，否则将来与子嗣有碍。我们小姐的身体很不好。对，很是不好，需要好好的调治。要调治多久才可以好全啊？这个要看情形，哎呀，至少也得1年以上啊。太医，我们小姐虽然体弱，但往日也还好，怎么会身体不好至此？可有原因？曲四小姐可能是受过大寒，或者是掉入过水里，或者其他原因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多谢太医，我们小姐以往数次危难，能活到现在也是不容易，还请太医给我们小姐开几张调剂的方子。他什么意思？这个奴婢也不知道。曲四小姐可在里面？你们小姐如何了？啊，禀报侧妃娘娘，小姐的脚扭了，而且还查出来身体有些不太好，要好好调治。表妹不必多礼，伤得可重。只说是扭了脚，无碍的。真的无碍吗？要不要再叫一个太医来看看？多谢侧妃娘娘，真的不用了，方才已经看过了，还得麻烦侧妃娘娘派人送我出去，恐怕这一路上我也不便行走了。
表妹现在要走，我这个样子留下来也没什么用了，就先回去。正巧侧妃娘娘过来，原本还想派人去请您过来呢。这个恐怕得问过云郡王殿下。这事跟云郡王没什么大的关系了，只是不小心遇上而已，而且也是我自己摔倒的。不管如何，也是因为云郡王摔的。太子殿下的意思再留下来看看，总不能就这么回去吧。表妹，你先留下，等下午的时候如果还好，我就让人送你回去，你看可好？臣见过皇上。皇上宣臣来，可有何事？听闻你之前在东宫撞到了一位世家小姐，还把人家给撞伤了，怎么样啊？伤得可严重？要不要朕多派几位太医去看看？可别把人家娇弱的小姐给撞出事儿。如果真出了事儿啊，朕也不好向臣子交代，只能委屈你给他收了。皇上，真的只是一个意外，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撞到微臣面前了。只是一个意外呀。哎呀，即便只是一个意外，那也总不能让人家好生生的小姐担这样的名声吧。皇上，两个人又没撞上，能有什么不好的名声？你是知道没撞上，但传出去却是好说不好听的。人家小姐也是要名声的吗？这种好说不好听的话传出去，还让人家小姐怎么嫁人呢？皇上真的只是一个意外，而且事情发生在东宫，太子必然会好好归属手下的。可是今天不同于往日啊，今天去太子府的人不少，太子心系太子妃也不如往日清明。你这事情啊，别说是朕，就算是外面现在都已经知道了，难不成让人家小姐从此青灯古佛的一个人不成啊？皇上这是要逼微臣回边境了？即便是回边境，也要把人带着。如果皇上觉得可以让他去安堂清修，也是可以的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郎的女儿罢了。云郡王啊，你也老大不小了。当日王叔离开京城的时候，也一再的托付朕，让朕给你找一门好的亲事，怎么到现在也没看中人呢？朕就不相信这满京城的世家小姐没有一个你看中的。皇上，父王那只是场面话罢了。哎呀，怎么可能是场面话呢？你看看到现在府里也没有一个女人。皇上，这都是小事儿，微臣有要事禀报皇上。北疆有异动。对，北疆有人谋反，这几日已经逼到了北疆的王城，北疆王向我们求救。该救吗？北疆向来是我们心头大患，北疆王也向来对我们不太敬重，虽然一次次的打败，但还是一次次的挑衅，有时候还故意说是刘妃所为。眼下这时候，微臣觉得还是静观其变。皇上以为呢？这事儿啊，就由你来处置吧。如果有北疆的折子过来，也一并先看过再禀报。皇上，微臣领命。但如果北疆的折子不是正经途经送过的，微臣也不一定能拿到。朕知道。皇上，也可能不是直接递上来，可能只是一个意外。朕明白，这事儿你去办吧。是，微臣告退。等一下，你的事情怎么解决呀？元俊呐，不是朕说你，人家这位小姐也是极可怜的，人家自小就没了娘，听说曲侍郎也是不管不顾，而且还伤了眼睛，在府里也过不下去了，之前还被退了亲的。哎呀，看着也是极其的可怜呐。你就真的忍心看着人家好生生的小姐被送到安堂去啊？
莫如先暗示着曲府，待到他日你正妃进门，就给他一个侧妃的位分，如何呀？皇上，这事还等以后再说，但是以后这种事还是不要有了。好，好啊，以后再说啊，以后再说，不急的。听说这位曲小姐年纪也不大呀。果然，这位曲府的小姐和旁人是不同的，至少没有再一口回绝，那就相当于是认下了此事了。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啊！皇上，您放心，郡王爷一定会越过越好的。唉，朕对不住他呀。方才问的如何？奴婢去问了，说是云郡王到东宫的事情就很意外。今天太子妃出丧，云郡王殿下是长辈，身份又不一般，之前说是不来的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过来了，而且过来的时候没有直接去见太子，去往后院过来。云郡王没有去找太子殿下，直接进往内院而来的。对，听说是这个样子的。今天太子府的后院还有什么人？有，听说景玉县君也来了，还有其他的几位小姐。今天是太子妃出丧的日子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小姐过来？这个奴婢打听不出来。太子妃大行，还有什么事情能比得上太子妃大行？会不会是另有身份尊贵的人？小姐，什么事情？奴婢带曲四小姐去用午膳。不能拿过来吗？我们小姐行走不便。就在隔壁的院子，很近的。侧妃娘娘已经让人准备下了。你等着，我去问问我们小姐。小姐，走吧。既然要把我引过来，我过来看看就是。还有其他人吗？禀报曲四小姐，没有其他人，就只有您一位。曲四小姐可是觉得不好，奴婢再去让厨房做几件可好？不用去，只是不太舒服，用不下饭。今天是太子妃的，我也没心情。那曲四小姐您先坐一会儿，奴婢给您去拿点水果过来。不用了，我先回去了。以给东宫太子妃送丧的理由出门，却行的是这样的事情，他就不怕他的贤名有毁，被他人知道非议吗？所以说裴元俊过来不是因为季寒月，是因为这位了。这位就是曲四小姐。禀皇后娘娘，方才的就是曲侍郎府上的四小姐，长相不雅不说，而且还没有任何才识，甚至眼睛还不好。听说啊，虽然能视物，但很模糊，几乎看不清人影，无才无貌，而且还有眼疾，所以才会撞到云郡王的。哼，今天本王撞了你，也是事出有因。王爷想说什么？本王的王府缺少一位侧妃，正巧你也被退了亲，不如你到本王的王府来替本王主持内务。王爷需要一位侧妃？对，本王需要一位侧妃。即便王爷需要一位侧妃，我也还小，尚未及其。本王不急，只是先需要一个名头，或者也可能不是一个名头，只是暂时有这么一种说法。皇上那里催得紧，本王又正巧冲撞了你，以为本王看中了你，才把你推了出去。好，你就不怕坏了名声，以后也不会有人娶你？不嫁人也好。听说我娘当时嫁过来的时候也是满心期许，可最后却落得这么一个下场，别说自己没保住，连自己的孩子都被赶了出去。说不定你会遇到一个好的，像永宁侯世子那样。你放心，本王他日会迎你入门的。王爷还是以后问问王妃的意思，现在说这些尚早。以后如果有什么需求，只管让雨东过来找本王。多谢王爷。曲四小姐，您别哭了，伯爷若是地下有灵，必然也会感谢四小姐的。姨父姨母，
表妹表姐俱亡，只恨我一直在庄子里，没有办法跟他们亲近，如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不在了。姨父没有子嗣，姨娘那日所言可有结果？此事还在议论中。为什么？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姨父断了子嗣不成？曲四小姐，妾身会努力让伯爷后继有人的。这上面是真的，已经安排好了。庄嬷嬷，妾身明白。二爷，云郡王府来人了。什么？谁来人了？云郡王府来人了。快请进来。我们王爷吩咐奴才多上3支香，说林安伯一生英雄，我们王爷甚是佩服。是。这位公公，妾身求云郡王给伯爷做主啊！你是谁呀？想说什么？来人，把萧姨娘拉下去，免得她胡言乱语，惊扰到了贵客。公公，求公公替婢妾向云郡王求求，帮帮我们伯爷吧。伯爷他一生英雄，以往也是最敬云郡王，眼下他能求的也只有云郡王了。慢着，求公公请云郡王帮伯爷一把，看在伯爷一心为国，忠诚不二，而我们二小姐又是……湘姨娘，不可胡言乱语。这位公公，这是大伯的一个妾室，之前一直因为脑子不清楚关起来，这次因为大伯不在了，才放出让他守了2天灵，没想到居然又犯糊涂了。来人！季二夫人还请先等等。既然是伯爷留下的意思，还是听听的好。吉海公公，这事儿原是我们的家事，即便是郡王爷在这里，也不应当管这种事情，理会这么一个神志不清的妾室吧。奴才见过季侧妃。吉海公公多礼了，这是我们的家事。方才太子殿下也来过了，只是殿下身体不好，现在在一边休息。季侧妃，这事儿太子殿下已经管了。这事儿原本就是太子殿下的事情。那太子殿下的意思呢？太子殿下是什么意思？自然也不是随便能问的。既然是太子殿下的意思，咱家回去禀告我们王爷就是。这意思就是不再管这事儿了。伯爷，妾身不能帮您实现遗愿，他们逼迫太甚，妾身无能为力呀，愿陪伯爷于地下谢罪，也想让伯爷了了心愿，免得伯爷孤妻无后，以后连个祭奠的人都没有啊！雨东，季侧妃，萧二夫人，何不听听湘姨娘所说？如果我姨父真的有什么遗愿未了，即便是上奏朝廷，也是应当的。曲四小姐，这事是季府的家事。曲四小姐这是何意？这是一定要搅和了临安伯府的灵堂不成？季侧妃，季二夫人，我姨父虽然姓季，但我跟临安伯夫人和太子妃也是至亲骨肉。既然这事儿是姨父的遗愿，自然当公之于众。至于是不是这位姨娘胡说，我看她如此样子，连死都不惧了，又怎么会是假的？婢妾有伯爷留下的证据，是他的遗愿。你胡说！伯爷怎么可能会留下什么遗愿？为什么不能留下遗愿？婢
婢妾是伯爷的妾室，知道伯爷曾经留下一封信给婢妾的。哪里有信？香姨娘，你胡说什么？你因为当初害得大伯母见不到大伯最后一面，之后一直被关在佛堂，到现在也没有出来过，怎么会有机会见到大伯？又哪来大伯的书信遗留下来？伯爷是留了信的，你们若是不信，可以直接去查。婢妾之前就接了伯爷的口信，说是伯爷想给自己成一个子嗣，以承继香火，还特意的给婢妾留了一封信，这信就在伯爷住的地方。如果不相信，可以现在就去看。季侧妃，既然有凌安伯的遗言，还是去看看的好。小姐，你要不要休息一下？奴婢去把轮椅拿过来。没事儿，我并不太累。雨东，你推一下，感觉一下。小姐让奴婢推一下，要查什么吗？你先推一下。是。小姐，奴婢觉得不太对，这里面似乎没人。小姐，不是的，是奴婢感应错了，可能是里面另外的套关装的比较严实。不是，可能是你弄错了。我们出去吧。看到季侧妃娘娘了吗？方才看到了。侧妃娘娘哪里去了？季侧妃应当去休息了。没看到她往那个方向去了？应当是往那边去了。这个时候应当已经找到了信，并且拿到信公布了的时候吧。姬悠然想让裴洛安阻止，也来不及了。走，我们去见季太夫人。这上面呀，的确写了要继承一位嗣子。几位可看清楚，上面的私章是凌安伯的。是伯爷的私章。正是伯爷的私章，字也是伯爷写的。这封信呢，的确是伯爷的。对，是伯爷的。如果不信，可以查看伯爷留下的其他信。不用了，大伯的私信岂可随便乱动？既然大家都认为是真的，必然是真的。侧妃娘娘，母亲，既然是族老们认定的，自然是真的。您先别急，这信一会儿再拿给祖母看看。如果祖母觉得是真的，自然是真的。既然都说是真的，那里面说的话就不是一般的意思了，是凌安伯最后的遗愿了。看起来这位香姨娘也没疯，只是不知道贵府接下来要如何处理呀。这事儿自然要给母亲看看。可这封信啊，已经不只是伯爷的私信了，关乎一位忠良的最后的志愿。这样吧，这信啊，先不要交给贵府的太夫人，请京兆尹过来看过之后，再查清楚真假吧。这事儿是我们府上的家事，如果真的是大伯的遗愿，自然会遵照行事。大伯已死，就不必再扩大这种事情，让亲者更加伤心。好，那这封信就交给季侧妃了。季侧妃，这件事情关乎重大，这信若是给了你，那这个萧姨娘就由我送往京兆尹吧。事情既然发生在这里，我还看了个清楚，总不能任这位姨娘被人害了吧。毕竟啊，这也是我们王爷的职责所在。吉海公公，香姨娘是我们府上的姨娘，这事儿总得先问问她才可以查明。那季侧妃的意思，就把香姨娘暂时留下。
是。信我给京兆尹，让京兆尹查清楚再上报。既然计策非要奴才去做这件事情，奴才就跑一趟腿儿吧。这说的好像是我让他去送信的，分明是他让我二选一。但眼下也不是追究此事的时候。几位族老怎么看？自然是按侧妃娘娘的意思。那就先交给祖母，让祖母来查问此事吧。麻烦几位族老带着香姨娘先去祖母处，我替大伯收拾一下，马上过来。太夫人，听闻姨父要再任意4子，不知道太夫人有什么好的推荐？曲四小姐，这是我们府上的私事儿，就不劳曲四小姐多费心了。季太夫人，方才香姨娘已经带了云郡王府的公公和其他人去了姨父的院子，说有姨父的遗书为证。季太夫人难道不愿意姨父以后有子嗣可以祭拜吗？云郡王府的公公？对，听说还是云郡王的贴身内侍，这事儿应当汇报到云郡王处，可能还会由云郡王接手。姨父的身份不一般，对皇上又一向忠诚，出了这种事情，皇上一定会查清楚，给姨父做主的。云郡王府的人为什么会今天过来？听闻云郡王对姨父极是尊重，特意让人过来送姨父一程。现在应当已经带着姨父留下的信回去了。这信既然到了云郡王的手上，也必然会送到皇上面前。可能皇上还会让人查临安伯府，毕竟这临安伯府所有的荣耀都是姨父打出来的。临安伯府的一切自是祖上积德下来的，又岂是永明一个人之故？这事儿如果让云郡王查，必然会查得很清楚，以往的一些点点滴滴都会查，可能还会让姨父开棺椁查验，必然要查清楚才是。啊，开棺椁查验？太夫人，听说季侧妃还有兄弟，给姨父过继一个不就行了？二房还有2个孙子，过继一个就是了，算不得什么大事儿，不能让云郡王查，更不能开棺椁。曲四小姐，替我谢过你祖母的礼。季太夫人客气了。太夫人，几位族老们带着香姨娘过来了，说有重要的事情要跟太夫人相商。快让他们进来。太夫人，伯爷留有信，里面写了要承继一位4子的事情，现在已经送到了云郡王府手里，等云郡王府查证之后，便可以知道婢妾说的是不是真的了。这种事情是你一个妾室姨娘该管的事情吗？口口声声的子嗣之事，哪来那么大的脸面？太夫人，非是婢妾的意思，是伯爷的意思。信上到底写了什么？太夫人，临安伯上面写了要一个4字，以后也可以传大房的香火。此外还提到了季3小姐。燕月怎么了？说当初临安伯夫人进府的嫁妆就给季3小姐，当初太子妃嫁进东宫的时候，就曾经留下了临安伯夫人一半的嫁妆给季3小姐的。太夫人，表妹到底去了哪里？姨父既然把姨母的嫁妆留了一半给表妹，自然这些都是表妹的了，当让表妹做主。燕月已经死了，再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可我听说表妹没死，只说是不在了，而且还听说似乎明姐有亏。但不管如何，这个时候表妹都应当出来，姨父都死了，表妹如果还在，就是姨父唯一的骨血了。曲四小姐，这是我们府上的内务，跟你并没有太多的关系吧？季太夫人，我只是担心燕月表妹的安全，还请太夫人原谅墨影心急之罪。
曲四小姐，燕月是真的突发急症死的。表妹发急症死的，为什么姨父并不知道？他留下的信，表示的是表妹还没有出事。那是怕他担心此事，才秘而不宣的。不只是他，还有太子妃那里也没有说。表妹葬在何处？我想去祭拜一下她。这事儿是我们季氏一族的事情，还请曲四小姐不要插手。季三小姐是我的表妹，我难道不应当去祭拜？曲四小姐，这事儿以后再提。我们先查一下香姨娘的事情。季太夫人，香姨娘的事情其实很好查的，只要让云郡王查，必然能查得清楚。不就是为大房找一个子嗣吗？找就找吧，反正都是我的孙子，在哪一房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以后爵位也是自家的，又不可能会落到别人家府上去，又何必为此事招来云郡王这个修罗王呢？太夫人觉得香姨娘说的话是可信的？自然是可信的。季太夫人真的要为姨父找一位嗣子？既然是永明的意思，我自然会按照他的意思去做。我母亲当日留给我一些东西，但我现在已经不清楚，有些事情香姨娘倒是知道一些的。能不能今天暂请香姨娘往曲府走一次，帮我理理哪些是母亲的嫁妆？好吧，那就快去快回。多谢太夫人。表小姐，婢妾不能走，伯爷尸骨未寒，婢妾这个时候走，怎么可以呢？这个时候不走，等着被季侧妃和季二夫人害死吗？不会的，婢妾是伯爷的妾室，侧妃和二夫人不会这样的。他们会要了你的命的。不会的，侧妃和二夫人虽然是自私了一些，但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。侧妃以往跟太子妃娘娘是极好的。他们会的，太子妃娘娘是瞎了眼了。表小姐，走吧，等回去我再跟你细说。母亲，您怎么就让这位曲四小姐带了香姨娘走了？哎呀，走了就走了，一会儿就会送回来的。母亲，香姨娘这个人很重要，就怕您再去找的时候，也不一定能找回来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呀？什么叫找不回来？找回来又如何？还能说他说的是假的吗？这事儿就这么定了，明天开祠堂，把袁海过继给你大伯，算是他的嫡子，这爵位呀，就给他。反正都是你的儿子，